半梦半醒间，涂炫若只觉一阵酒气袭来，整个人便被熟悉的怀抱包裹。原来竟是连醉酒他都忘不掉那个女子。李九明闻言动作顿住，眼中划过丝丝的清明。他眯着眼看清眼前人，面上的温柔霎时转变成了冷凝，眼中尽是憎恶。烛火阑珊，涂炫若的脸色因为他的神情变得煞白，不见血色。李九明眼中闪过抹异样，连带着本想离开的动作也变成了更深的触碰。涂炫若的话还未说完，落在一侧的李九明的衣衫猛然闪起一道光亮。与此同时，李九明的动作陡然停住，起身便要离去。他甚至不用去想，便知道寻他的人定是汉亚，因为500年来他见惯了如此情形。可这一次，他终究是不甘心的。李九明，说一句你爱我，便这么难吗？解开术法。我要你说你爱我。他也不想如此，可他只剩短短100年了。若这次再听不到，在他仅剩的生命中，怕是再无机会从他口中听到那句话。魔后殿下，你记清楚些，从涂山起，无所不用其极逼迫本君娶你之时，本君对你就只有恨。术法的反噬力激得涂炫若胸口一荡，一口鲜血涌上，被他生生地咽了回去。不过你既然问了，本君便明白些告诉你。那一瞬，涂炫若甚至想要哀求他不要说了，可是心中丝丝的希冀却依旧翻腾着，不愿停息。从未，本君从未爱过你。从未啊，原来他连欺骗自己都不愿。那一刻，涂炫若的心彻底的冷了。一夜未睡，涂炫若就这么干坐在地上，周身狼藉。玲珑阁，我在这等你。涂炫若看着消散在空中的传音鸟，满心涩然。一夜，他没有等回李九明，却是等到了汉亚，一个缠绕了他500年的噩梦。半个时辰后，涂炫若身着复杂的交领宫装，踏入玲珑阁，苍白的脸色被嫣红的水粉遮盖得完全，端庄大气地出现在汉亚的面前。告知阿离，我在玲珑阁等他，你应明白该如何做。炫若姐姐，许久不曾见过，近日过得……汉亚姑娘，听闻昨日汉亚姑娘的虎眼术又发作了。累得阿离陪了我一整夜，害得炫若姐姐一人在魔宫，真是对不住啊。本后无事，倒是汉亚姑娘，虽说这虎眼术无解，但日后你魔力修为上去了，能自己克制，阿离便不用这般辛苦了。哼，日后你缠了阿离500年，却都不曾让他正眼瞧过你。涂炫若，你不觉得你此举太过下贱了吗？涂炫若，你不觉得你此举太过下贱了吗？汉亚姑娘，阿离是我的夫君，他是否正眼瞧过我，是我们夫妻2人之间的事情，与你何干？再者，你是凭着什么身份同我这般说话？魔族微不足道的小魔，还是他养在宫外的姬妾？又或者，连姬妾都算不上？姬妾又如何？哼，只要我一句话，阿离便会弃了你来寻我。别忘了，他昨夜可是陪在我身边的。涂炫若闻言，眼睑微颤，藏在宽大袖袍中的手紧攥成拳，指尖泛白。100年来，阿离这般照顾你，原因你应当清楚。可是汉亚姑娘，500年前我祖父真的有伤害过你，给你下了咒术吗？哼，真的假的重要吗？只要阿离认定是你祖父害我便可。说完这句，他瞟了眼4场的房门，捕捉到朝这边走来的男人。
不妨让你知道，其实我从未中招。哼，一切不过是装出来的。而且只要我继续下去，阿离便只会是我一人的。你，不要，别过来！涂炫若压着满心不安，想要伸手将人扶起。突然，地上的茶盏碎片尽数飞向涂炫若，其中一块猛然划过他的脸颊，顿时一阵皮开肉绽的痛感袭来。他抬手捂着不断流血的脸，下意识地运用妖力，可下一瞬，涌动着熟悉气息的利剑当胸而过，看着胸口冒出来的剑身，满目狰然。看看，李九明一把将魔剑抽出，一掌将涂炫若打飞，心急如焚地将摔在地上狼狈不堪的汉亚揽进怀中。涵涵别怕，我在这儿。涂炫若踉跄起身，捂着脸上的伤口，一小步一小步移到李九明的面前，看着他环抱着别的女人，脸上心疼焦急的神情，涂炫若只觉得整个人痛得几近抽搐，痛到窒息。明明受伤的人是自己，可李九明的眼中只有汉亚。涂炫若，你是觉得500年前害的汉汉还不够惨吗？若是他的虎眼阵因此加重，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不让我好过？李九明，成婚500年，你何曾让我好过？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涂炫若，今日这笔账，本君回宫再同你算。魔君寝宫，夜色阴沉，汗雷炸响，身上的伤口传来阵阵撕裂的痛感，疼得他冒了一身的冷汗。他甚至不敢用妖力去修复身体的伤疤，生怕这妖力少一点，他能陪李九明的时间也会变少。涂炫若，今日这笔账，本君回宫再同你算。李九明想如何算？杀了他吗？僵硬着身子倚靠在美人榻上，一眼不眨地望着门口，等着男人回来。幸好今日他同汉亚的对话尽数被他用玉诀记了下来。他怔然地看着紧闭的店门，握着玉诀的手紧了紧。男人冷峻着一张脸，身影渐渐显现在眼前，目光落在涂炫若已经结痂的脸上，下意识地蹙了蹙眉。涂炫若，本君以前怎的就没发现你有如此大的能耐？我怎么了？你怎么了？本君小心翼翼地护了汉汉500年，被你今日这么一闹，他身上好不容易稳定的魔力更是紊乱。你倒是说说，这笔账，本君该如何跟你算？涂炫若眼底溢满了苦涩，他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始终和自己保持着距离的男人，仿若咫尺天涯。李九明，你自己听吧，好好听清楚，你费尽心思护了500年的女人，到底是怎样的蛇蝎心肠？汉汉是什么样的人，本君很是清楚。倒是你，成婚500年，我还不知道你到底狠毒到什么样的地步。如今真相就摆在眼前，可李九明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便认定是自己的错。涂炫若一步步走向李九明，衣物与未结痂的伤口摩擦，带来阵阵痛楚，可他依旧是忍着痛站在了他面前。李九明，你听完这个，汉亚会告诉你，什么才叫蛇蝎心肠。说着，涂炫若便散去妖力，捏诀要打开玉诀，可本就所剩不多的妖力已经支撑不住他运用这样的术法。魂体深处撕裂的痛让他只能捂着头蜷缩在一处，整个人疼得瑟瑟发抖。李九明看着蜷曲在自己脚边的女人，脸上划过抹惊愕，他这是怎么了？尖锐的哨声猛地响起，李九明沉默了一瞬，看着飘至自己眼前的传音诀，还是选择了查听。阿离，我有些馋你做的饭菜了。汉汉，你魔力可是稳定了，想吃些什么？你做的我都喜欢。好，那我立刻便过去。他走了，未曾回头，未曾看过涂炫若一眼，哪怕他疼到窒息。这一瞬，他怕了，他不敢再爱了。涂炫若满头细汗地站在魔族大殿门前，看着高陡阴森的大门，他苦涩一笑。往日妖力充裕的时候，倒是不觉得这大殿如此之远。那个男人正坐在魔君椅上，低头看着手中的信札。涂炫若抬步走了过去，
在他面前站定。本君不是吩咐过，没有本君的允许，不准任何人进来，还不……我只有一句话要说，说完便走。本君的时间不想浪费在无用的事物上。一句话而已。500年前，我们在这一日成婚，所以今日我有件东西要送于你。500年来，你送予我的东西堆积成山，可是涂炫若，你可曾见我碰过？你可曾见我碰过？打开看看吧，这次一定会喜欢的。可当真正触及开头的3个字时，李九明的瞳孔瞬间缩小，整个人霎时僵住。和离，这个女人不依不饶地纠缠了自己500年，如今竟是要同自己和离。500年了，李九明，我决定放你离开。站在他对面的涂炫若不知何时褪去了专属于魔后的黑红衣袍，换上了一袭白衣。魔族常年阴暗，桌案上的烛火打在他苍白决绝的脸上，而那双望着自己的双眸空洞无神。这样的涂炫若，500年来他第一次见到。涂炫若，你又想玩什么把戏？你想多了，我只是累了，想求一个解脱。李九明怔愣地看着这种口口声声说钟情自己、至死不悔的女人，此刻却是满目决然地要同自己和离。自己和离，一股怒意突然涌上心头。他说的起身，手中魔力翻涌，竟是想直接将那份和离书撕毁。涂炫若瞧见，猛然抬手将和离书抽了回来，而那只手依然只剩白骨和淋冰的血肉。累了，解脱？涂炫若，你以为你是谁啊？本君不开口，你有什么资格提出和离？告诉你，本君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你。为什么？难道非要他在他面前形神俱灭才甘心吗？和离不是你一直期盼的吗？如今我成全你。怎么这么急着和离？莫不是对别的男人产生了心思？涂炫若脑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李九明不会是要在这里？别碰我，李九明，我们和离。不准碰你！哼，涂炫若，还没和离，便想着为野男人守身了。而后大手一挥，只听得衣帛碎裂声响起，没有任何前奏。便想着为野男人守身了。而后大手一挥，没有任何前奏。涂炫若的话语碎裂在一阵疼痛当中，身体上传来的痛感让他一直压抑在眼眶中的泪水终是遏制不住地流了出来。可涂炫若只是闭上眼睛，不去看他的脸，心中冰冷到绝望。他紧咬着牙关，不敢张嘴，生怕一张嘴便会吐出一口血来。可他这种举动更是激怒了李九明。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这场噩梦才停了下来。而等到涂炫若从麻木的疼痛中清醒，偌大的魔族大殿内只剩下他一个人躺在冰凉的地上，李九明早已离去。撑起酸软的身子，涂炫若刚刚站起身，只觉得小腹传来一阵剧痛，眼前一黑。醒了。涂炫若转过头，入目便是一张清秀俊美的脸。迅姐，今日本是去寻李九明商议一些事情，却不想见着你晕倒在那儿，我巫术不精，只能将你送来药魔殿。你送我过来时，药魔可是同你说了什么？涂炫若紧咬着牙，一双眼中满是惊慌无措。他已然沦落到如此境地，只是想保住狐族的最后一点尊严。妖力溃散的事情，他不想任何人知道，他不想被人同情。迅景看着涂炫若脸上的惶然，心中莫名一紧。药魔说你小产了。说完便闭上了嘴，将另一件事压在了心中。小产？他盼了500年的孩儿来了，却又走了。涂炫若心知，以他仅剩的寿命，根本难以将孩子生下来。可是只要一想到这个孩子是因为李九明自私的行为才失去的，涂炫若爱了李九明1000年的心陡然升腾起一抹恨意。涂炫若爱了李九明1000年的心陡然升腾起一抹恨意。平日里，李九明总会在同他喝酒时说起这个女子，不过大多些说她恶毒、狠心、不择手段。可现在，他却怎么也不能将这个女子和那些词贴靠上。小产、妖力溃散、
命不久矣。迅景掩饰着心头的酸涩，将平日谨守的不与女子近身抛在脑后。是不是很痛？一声微不足道的关怀，却让涂炫若堆砌了500年的坚固城墙尽数坍塌。涂炫若紧紧咬着唇，将欲奔涌而出的泪水全部压制在眼眶中，而后嘴角牵起一抹苦苦的笑。迅景收回目光，不敢再去看，生怕只要他的目光再多停留1秒，心便会同他一起痛起来。我还有事，魔师在门外，有事便换他们去做。迅景转身离开，连一个外人都能看得出他的脆弱，可是为何那个自己爱了1000年的人却看不出？是因为不在意而不曾看出，还是因为看出了也不曾在乎？还是因为看出了也不曾在乎？就连他都会为此难受，难道李九明真的对涂炫若没有半分心疼吗？难道哪怕知晓涂炫若要死了，李九明也还是会无动于衷？涂炫若小产了，在药魔殿。迅景等了许久，也不见回复，复又开口说道：李九明，你是否过来看一下？涂炫若身子不大好，她的腰力……迅景，你理应了解我，涂炫若是死是活，与我何干？铜镜连接猛地被掐断，伴随着屋内涂炫若低声的呜咽哭泣，整个药魔殿格外的凄惨悲凉。魔后殿下，您的妖力已然散尽，您还是回青丘闭关休养吧。涂炫若闻言点了点头，可涂炫若知道，他的妖力哪怕如何休养也是回不来的。失去了九尾的他，还能维持500年的人形，已然将所有的耗尽了。他只是单纯的想要离开，离开魔族，离开魔界，离开那个男人，走得远远的，去哪儿都行。在药魔殿休养了10日，涂炫若总算是能动了。他拖着依旧孱弱的身子走回魔君宫殿，一路而来，总觉得魔师的目光除了平日的讥诮外，更带着丝丝的可怜。他有些茫然，站在寝宫门口怔怔出神，还没有收回这股思绪，只见眼前的殿门陡然打开。炫若姐姐怎么来了？阿离前几日带我过来的，不过这些日子阿离一直同我在一处，怕是没来得及告诉你。他不过是在药魔殿休养了10日，汉亚就已经住进了魔宫。果然一切都变了，全部变成了汉亚最喜欢的模样。涂炫若隐忍着心中的酸涩，迈步走向梳妆台。他今日是来拿走属于他的东西的，而魔宫的一切他再也不稀罕，包括李九明那个男人。往后你我便要一同侍候阿离，有些事情汉亚不懂，还请姐姐提点。将东西收入须弥袋，涂炫若转身便要离开。炫若姐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炫若姐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他强忍着绕开汉亚往外走去。涂炫若，你就算要离开，也得同阿离合离之后。涂炫若整个人被魔力捆住，而魔力对身子的侵蚀让他的身子像是被撕裂一般痛苦难耐。汉亚，和离书我已经给了李九明，是他不愿意和离。倘若你想要做这魔后之位，想要同李九明成婚，与其在我这白费功夫，倒不如去劝劝他，将那份满是褶皱的和离书扔在了他面前。他僵直着身子，紧咬着牙，一小步一小步地朝外走着。李九明为何不愿和离？莫不是他对这个女人有情意？如果涂炫若离开，是不是迟早有一日他会将她找回来？绝不可以。炫若姐姐，先别急着离开呀。汉亚有件事，还需你帮个忙。放开，汉亚，你的事情与我无关，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涂炫若看着腰间环转的魔力，紧箍感传来的痛楚让他面色更是苍白，脑海深处妖魂的撕扯感牵扯着全身，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即将陨灭的错觉。涂炫若，是你束缚了阿离500年，是你让我苦苦守候了500年，全都是你。汉亚手中魔力再次运转。如今你想就这样离开？做梦！放开我！汉亚一怔，魔力霎时消散，而涂炫若失去了支撑，瘫坐在地上。涂炫若，这是怎么了？他不是九尾狐族吗？怎么会如此虚弱？你可有事？疼痛有如千万把刀，在切割着涂炫若身上每一寸血肉一般。难道今日便是他的死期吗？门外传来魔士恭敬的声音。
涂炫若，这个忙你必须帮。说完，只见汉亚抬手幻化出涂炫若的兵器，而后塞在虚弱无力的涂炫若手中，狠狠地捅进自己的腹部。涂炫若惊愕，反手一掌将人拍了出去。炫若姐姐，你不愿汉亚锁在魔宫，汉亚走便是，你何必要置我于死地？涂炫若晃晃悠悠地站起身，还未动作，便听见身后传来一道让他痛得更深的嗓音：“涂炫若，你在做什么？”径直冲了过来，小心翼翼地将他搂在怀里，为他传着魔力。涂炫若，你竟敢伤他！整整500年，他为了李九明而活，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时间，他已然决定离去，决定放手。可是为何连离去都如此困难？难道非要他身陨才肯罢休吗？阿离，妾是我不好，若是我不曾住进魔宫，炫若姐姐也不会如此伤我。是我不曾住进魔宫，炫若姐姐也不会如此伤我。涂炫若，你一次一次地挑战本君的耐性，在你上次伤害汉汉之时，本君就该直接将你打回原形。他好想说一切都不是这般，他好想说他现在真的好痛，他好想说他真的快死了。可是最后涂炫若只是张了张嘴，只字未语，甚至连喉咙处涌上的心田都被他硬生生地咽了回去。李九明好似察觉到他的异样，身子顿了顿，刚准备开口：“阿离，我好痛，好痛，救救我！”触及他腹部的伤口，瞳孔猛地一缩，顿时回过神来，焦急地抱着他就往殿外飞去。涂炫若再也忍不住，口中涌出一股鲜血，他就这么躺在了被染红的地面上。这一次他许是真的要死了吧。那个躺在地上身量纤薄的人是涂炫若，他这是怎么了？当他回过神来时，地上的涂炫若已然是不见了身影。他慌张地转头，便瞧见不该出现在这儿的人，而他的怀中赫然是涂炫若。他怎么了？涂炫若紧闭着眼睛，一张原本艳丽的脸上只剩下骇人的惨白。他就那么躺在那人的怀里，气息微弱的恍若死去。阿离，他是你的魔后，他怎么了你不清楚，还要来问我吗？你若是再不让开，他可能真的要身陨了。身陨。迅景说完这句话，一个用力挣开李九明的手，闪身离去。他站在原地，脑中尽是涂炫若无声无息的模样。他只觉得此刻有一个极其珍贵的东西，仿佛要离开他，从他的体内剥离。涂炫若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昏死过去？为什么他身上的妖气稀薄到如此？难道又是那个女人的把戏吗？可是他那副惨白没有一丝血色的脸，不似作假。李九明不再停留，当即便闪身追上迅景身影。魔族药魔殿。李九明到这儿的时候，涂炫若已经被迅景带进了房中，还布下了结界。李九明迈着步子越靠越近，双目直直地看着紧闭的房门，手中的魔力蓄了又散，终是没有狠下心硬闯结界。他脑中尽是涂炫若愈发消瘦煞白的脸，他是从何时开始变成如今这副模样的？500年前刚刚成婚之时，涂炫若的脸颊上还带着些许的肉感。魔君陛下，不好了！什么不好了？涂炫若还在里面，你乱叫什么？不是的，是汉亚姑娘。汉亚如今怎样了？汉亚姑娘有些不好。不好是什么意思？汉亚姑娘的伤本来有些好转，可是突然之间虎眼咒又开始发作，再加上魔君您不在，我们没有办法压制咒术发作。汉亚姑娘现在被控制，朝着断崖去了。李九明抬眼看了一眼依旧紧闭的房门，心中一狠，转头抓起一旁的药魔，便直接掐诀，闪身去了断崖，只着了一件内衫。他满脸憔悴地站在崖边，稍不留神，涵涵，我来了。李九明刻意放柔了声线，他知道此刻的汉亚不能受到丝毫的刺激。涵涵，对不起，我来迟了，我不应该离开的。救救我，阿离，有人要杀了我！你别怕，没有人能杀你，先过来好不好？你的伤才刚好，那很危险。不要过来，坏人，不要过来！
萱若姐姐，我求求你，不要杀我，我离开阿离就好了。你可不可以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涵涵，我是阿离啊，你放心，只要我在，没有人敢伤害你，涂玄若也不敢。萱若姐姐，汉雅在魔族没有任何一个亲人，而阿离像我哥哥一样。我求你，不要赶我走！除了阿离哥哥，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求你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求你了！李九明眼底满是失落，比起500年内一次次的愤怒还要深刻。这一次是失望，对涂炫若的失望。涵涵，你下来，我李九明保证，以后绝不会离开你。不，我知道。阿离哥哥是永远不会属于我的，你已经和萱若姐姐结婚了，你已经是别人的夫君了，你怎么可能会永远不会离开我？面对汉亚的这句话，李九明杵住，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答。若是只能这般苟延残喘的活着，却不能和阿离在一起，那对汉亚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阿离哥哥，汉亚不为难你，我愿你和萱若姐姐在一起幸福。汉亚嗓音刚落，他就抬脚上前一步，半脚踏空踩在崖边。涵涵，你千万别做傻事，你要什么，我答应你便是；要什么，我答应你便是。汉亚没有回话，只是看着幽深的崖底，要么活着和李九明在一起，要么他死，叫李九明愧疚永生永世，再也忘不了他。他转过身，满含热泪的双眸看向李九明。阿离，我这一死便是魂飞魄散，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汉亚就这样朝后一仰，消失在眼前。不要！看看！李九明呢？外边的魔士闻言也是不敢吱声。李九明此刻怕是抱着汉亚细心安慰着，怎么可能会在意他的死活？涂玄若，你还好吗？一双温柔的手便轻轻地将自己眼角的泪水擦拭干净。我是迅景，阿离回来之前，我会替他照顾你。涂炫若费力地睁开了双眼，一张清秀温润的面孔投入眸中。迅景，他怎么会在这儿？你先歇息一会儿，我去找药魔，给你再诊治一番。门轻轻被关上。巡警大巫，魔后殿下的状况我早就便同他说过，是殿下自己不愿回妖族，小的能有何办法？你想说什么？魔后殿下是妖力溃散，如果之前便能回到妖族，将妖力补足，维持更长时间的生命，减轻痛苦是完全没问题。可是现在就不能保证了，他的妖魂破碎的严重，已经不成形，根本难以修复啊！你说什么？难以修复？是的，妖魂对于妖族来说就是本源，若是普通的裂痕，只要有足够的妖气修补，自然会好转。可是魔后殿下的妖魂几乎碎裂，不是能补全的。如今殿下若是愿意在魔宫待下去，便留着吧，他的魂体回天乏术了。你醒了，你都听到了？没事，我早就清楚的。药魔说你现在不能动，得等妖力能够运转。你一会儿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不是很想动，我想睡一会儿。好，那你先歇息，不会有人来吵你。迅景深色地帮涂炫若掖了掖被角，而后转身离开。上次涂炫若小产后，他每日都会来药魔殿，只为了看一眼涂炫若。只不过他未曾出现过在涂炫若面前，只是远远地瞧着，或是询问药魔他的状况。是以他今日得知涂炫若回了魔宫之时，才会心有不安，才会出现在那儿，也刚好的救了他。抬手幻化出传音鸟，汉亚从断崖上一落而下，多亏李九明及时，才将人拉了上来。阿离哥哥，我在这儿。我不是死了，我再也见不到阿离哥哥了。傻瓜，你没事，我还在你身边。可阿离哥哥不可能永远陪着汉亚，不是吗？若不是因为自己，汉亚当年就不会被涂山奇抓走，汉亚也就不会成了今日这模样。我答应你，我会永远陪着你，我会同涂玄若和离。那个女人现在情况如何？该死，为何她心中会涌上一股不安？当真？为何她心中会涌上一股不安？当真？当真。不过你也要答应我，日后断不可做傻事。可炫若姐姐怕是会难过吧？她难过？那个女人才不会难过。
毕竟前2日他才同自己提过和离的事。阿离哥哥，你定然是舍不得炫若姐姐吧？我如何会不舍？即便是在一处500年，我对她也不过是报复和折磨。韩寒，请安心，我这边让人拟和离书，立刻和离。这句话倒不似是在同汉亚说，反倒是像在说给自己听一般。韩寒乖，你好生在这歇歇，等我回来。李九明将汉亚打横抱起，搁置在床榻上，转身离开了偏殿。偏殿的门刚刚合上，窗外便飞进一只传音鸟。涂炫若妖力溃散严重，妖魂碎裂，怕是活不过100年。无论是因为什么，你同他成婚500年，也该是来看他一眼。他如今就在妖魔殿，你过来吧。他好不容易自伤己身，才让李九明有了和离的念头。在如此至关重要的时刻，李九明绝对不能知晓涂炫若即将生死之事。指尖法诀轻掐，仿着李九明的声音传音给了训警。妖魂碎裂又如何？若是他涂炫若要死，那就死干净一些，别让我瞧见，脏了我的眼。若你还想好生当着你的大巫，日后就别在我面前提起任何关于他的事，否则别怪我不念我们2人的情分。拂袖一挥，殿内的情形映入眼帘。涂炫若到底有多坏？不然为何连他要死，李九明都不愿过来看他一眼？可是这般瘦弱，面临身陨依旧微笑劝慰别人的人，又能做出什么万恶不赦的事？心中有一股情绪无限的泛滥。你终于醒了，可是口渴？训警抬手隔空取了杯清水，而后将涂炫若扶起身。很痛？双手一抖，那茶杯竟是滚落在地。涂炫若！训警见状，忙用魔力封闭了涂炫若的痛感。唉，虽然你避过多年，但是如今妖力尽散，你也不过是寻常狐族，东西还是要吃的。可有什么感兴趣的？训警将茶杯拾起，搁置在桌上，满目温柔地看着他。如果他不在，这个女人连人形都维持不了，痛感封闭，她该是什么都感觉不到。可内痛却像是停留在脑海中，蒙蔽着她的感官。便白粥吧，麻烦你。好，你好生休息，我叫魔师去做。训警应下，而后转身离开。好累，如今他什么都不想做。吱呀一声，门被推开，又立马关上。涂炫若顿了顿，睁开眼。你来此作甚？刻意让自己尽量做得笔直。我自是来看你啊，炫若姐姐。滚出去！我没有闲心与你做戏。这不是听闻炫若姐姐妖魂碎裂，汉亚欣喜你的身子，便过来瞧瞧你。妖魂碎裂的事，他是如何知道的？涂炫若，你可想知道阿离哥哥知晓你即将身陨是何反应？我一点都不想知道。汉亚姑娘，李九明我不要了，你若是喜欢便拿去，不过现在还请你滚出去。哼，这般急着赶我走是何故啊？倒不如炫若姐姐先瞧瞧这个。当和离书3个大字刺入眼中之时，涂炫若只觉得原本坚硬的心依旧是毫无征兆的一颤。阿离哥哥知晓你妖魂碎裂，并无可依，便让人拟了这份和离书，同你断个干净，哪怕是你身死，也滚回妖族去死，免得脏了魔族的地界。抬手咬破自己的拇指，不曾有过丝毫犹豫地按在了李九明名字的下方，而后果断地将那张纸甩落在地。这般你可满意？还不滚！汉亚拿起和离书，满眼地看了一眼，而后得逞地笑了笑。哼，涂炫若啊，我当真觉得你可怜，白白付出500年，即便你濒临死境，阿离都不愿，甚至不屑来看你一眼。汉亚抬手钳住涂炫若的下颚，别说正眼看你，阿离甚至不愿提起你。你同他睡了500年，他却连听着你的名字都满是嫌恶。汉亚，你可要记着，断不要让李九明知道500年前的所有真相，否则你会比我死得更惨。涂炫若，死到临头，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不过你且安心，他断然不会知道真相。往后这数千年、数万年，我都会陪着阿离，同他相濡以沫，相伴终生。留下这句话，汉亚陡然松开手，转身离开屋子。涂炫若环抱着自己，瑟瑟发抖。涂炫若，端着粥走进来的训警，刚进殿内便瞧见他如此模样，掌间魔力翻涌，为他平息着疼痛。抱歉。训警轻捻着衣袖，轻柔地替涂炫若拂去脸上残余的泪水。是我对不住你，我不该自作主张告诉他。我以为李九明
迅姐，涂炫若环抱着自己，瑟瑟发抖。涂炫若端着粥走进来的迅景，刚进店内便瞧见他如此模样，掌间魔力翻涌，为他平息着疼痛。抱歉，迅景轻捻着衣袖，轻柔地替涂炫若拂去脸上残余的泪水。是我对不住你，我不该自作主张告诉他。我以为李九明……迅姐。没等迅景说完，涂炫若睁开满是疲惫的双眼，清冷的眸中夹杂着期许，却更像是最后溺水之人抓着的最后一根稻草。求你，你说，送我走，我要离开。好，我这边送你离开。如何了？涂炫若可同意了？阿离哥哥，你是不是很担忧炫若姐姐？胡说什么？我不过是担心她不愿和离罢了。你大可放心，她同意了。看着手中的和离书，果然涂炫若她巴不得同自己和离。果然涂炫若是真的要同他和离。阿离哥哥，恭喜你终于解脱了。抬手环住李九明的脖颈，一双眼媚眼含波地望着李九明。终于他爱了几近1000年的男人，终于要属于他了。涵涵，他将汉亚的手拿开，看了汉亚半晌，迟疑了许久，终是开口问道：涂炫若她如何了？被李九明拽下来的手紧攥成拳。你问炫若姐姐啊，她气色不错，要么也说她无甚大碍，今日便可离开。没事。他明明记得那日迅景将涂炫若带走时说他即将身陨，怎么便没事了？李九明心中尽是疑虑。阿离哥哥，我原本以为你们成婚500年，炫若姐姐按下手印时会有不舍，她竟是没有丝毫的迟疑，想都不想便按下了手印。他抽回手，烦躁地捏了捏眉心。还有，炫若姐姐让我同你说一句话。什么？她说，她只愿与你再无联系，最好死生不相见。那一刻，李九明好像听到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今日的魔界变天冰寒，像极了极北的苦寒之地。涂炫若身上披着红色的斗篷，整个人裹得极为厚重。过了这片荆棘林，便是妖族的地界了。我身为魔界大巫，不便踏临。你现在不比以前，万事要小心。迅景本是想要送涂炫若回去的，于他而言，其实不过是一个传送术的事情。可魔界的任何动静都逃不过李九明的眼睛，所以涂炫若拒绝了。妖族，我有朋友，你同他传了书信，会照顾你。迅景抬手拂去涂炫若头顶的雪花，细心叮嘱着：放心，我可以。侧身看着眼前的男人，原本清朗的眼眸浮上抹红。迅姐，我欠你良多，只是可惜，怕是没有机会还了。别胡思乱想，你不欠我。看着近在咫尺的荆棘边界，他之所以这么做，许是为了李九明若是日后有所悔悟时，不用那么难过，不用那么难过。他之所以这么做，也许也是不让自己的心那么难过。荆棘林过了，我该走了。照顾好自己，若是需要什么，用通信告诉我。涂炫若迈出步子的那一刻，他是笑着的，只不过这笑竟比泪流满面还要更加的苦涩。再见了，承载他满满血泪的魔剑，再见了，再也不见的李九明。身子穿过结界，再无声息。阿离哥哥，今日留在这里可好？涵涵，今日你一人宿在这儿，我已经吩咐魔士好好伺候你。阿离哥哥，你答应过我会一直陪着我的。涵涵乖，我还有些事要处理，我明日再来看你。他顺势环住李九明精壮的腰腹，将头靠在他胸口，男声道：可汉亚无时无刻不想陪着阿离哥哥，汉亚想照顾你，阿离哥哥，你便带着汉亚一起吧。哎呀，不行，我要去见涂炫若。李九明这话一出，直接顿住。他茫然不解，他为何会说着这般话？他又为何会忽而想起涂炫若？李九明心中果然还是有涂炫若的。我还有事要同涂炫若清算，断不能让她如此轻易的离开。那女人心狠手辣，我是怕伤了你。涵涵乖，好生在这等我回来。他好不容易才将涂炫若赶离李九明身边，怎么他又住进了他心里？他好不容易才住进了魔宫主殿，怎么不过几日时间，他又被送回这偏殿？他绝不允许到手的东西跑掉。殿外雪花漫天，他看着紧闭的大门，却忽然间生了惧怕，有些不敢推开那扇门。李九明抬手，6瓣雪花便落于他指尖，晶莹冰凉。若是他没记错的话，初雪之后
便是涂炫若的生辰。往年这时候，他便会央着自己同他一起吃那碗长寿面。魔君陛下，下去吧。魔士颤抖地跑远，李九明也从对涂炫若的回忆中彻底地回了神。李九明收敛了魔力，整个人如同平凡人类一般站在原地。萧瑟的冷风吹打在身上，整个人瞬间清醒了几分。李九明一把推开店门，主店的景象陌生又熟悉地展现在他眼前。那时涂炫若被训警带走后，他们便都不曾回来过。是以这寝殿还保持着当日的景象。屋内一片漆黑，不见一丝亮光。曾经涂炫若在时，不论他何时归来，这店内总是会给他留下那么一盏光亮的。可如今再没有人会如此做了。李九明抬手挥了挥衣袖，整个寝殿霎时被昏黄的烛火照亮，抬步朝着里面走去。屋内陡然升起的荒凉感让李九明很不适应，没有往日的温情，不似家，更像荒废许久的野屋。不远处的鲜血留下的黑色痕迹映入眼帘，可李九明想起的却不是楚楚可怜、满身伤痕的汉亚，而是满脸苍白的涂炫若。他这般是在做什么？他从怀中拿出那张和离书，上面明晃晃的指印，似是在嘲讽他。都和离了，为何还要想起他？都和离了，为何还要想起他？李九明将自己置身在床榻之上，似乎只有这里还存有涂炫若的微薄气息。他的脑中一起同涂炫若的种种，他的故意刁难，他的全部容忍，他的冷嘲热讽，他的委曲求全，他的强取豪夺，他的勾身承受，可终究是不一样了。李九明忽而暴起，怒气蔓延，魔气冲涌，一间完好的寝殿霎时成了废墟。训警进来时，正瞧见李九明左拥右抱，好生逍遥。阿离，今日怎么想起寻我出来吃酒？训警走到李九明对面落座。自然是有好事，才要来放纵一番。训警闻言顿了顿。好事？哪件好事能让阿离如此心悦？我同涂炫若和离了。那真是要恭喜你了。来，今夜我们不醉不归，我们不醉不归。恭喜魔君，贺喜魔君！魔女们高兴地捧起杯，凑近李九明的唇，静心服侍着。而训警只是僵硬地坐在原地，面前的酒杯从未拿起。训姐啊，在看什么啊？难道我们魔界大巫也春心萌动，看上了哪个魔？今日啊，我可是叫训警陪我吃酒的，你定要陪我喝个痛快，别被其他人吸引了。那就愿阿离日后觅得良人，从不有悔。他的声音随着歌舞声消失，而李九明的心却猛地一颤。得觅良人，从不有悔。当然不会有悔，一把推开身边的魔女，一杯接着一杯地灌着酒。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喝了多少，厢房外已经渐渐回归寂静，屋内的酒坛遍地而是，身边侍候的魔女也早就退下。满是酒气的厢房内，只有依旧清醒的训警和烂醉如泥的李九明。阿离，你感觉如何？训警真是小瞧我了，不过是几坛水酒而已，我能如何？我能如何？阿离，你如今当真快乐吗？训姐，如今我有多快乐，你当真瞧不出？我看你这酒还未吃，便已经醉了。来，我再陪你多吃些，说不准便醒了。你同涂炫若成婚500年，在一起生活500年，你对他当真不曾有一丝情意，哪怕是一点点？训姐，你是在同我说笑吗？你应当清楚，同涂炫若成婚500年，我不过是为了折磨他，报复他。若是我对他有情意，又怎会同他和离？李九明说完，脸上的笑容愈发的僵硬，甚至弥漫上浓厚的苦涩。也是他想多了。若是李九明对涂炫若当真有情意，又怎会在涂炫若最凄惨无助之时，选择弃之不顾，任其生灭？那若是涂炫若身陨了，从此魂飞魄散，消离这天地之间，你也不会有半分的难受吗？你也不会有半分的难受吗？李九明一口接着一口地喝着酒，直到那壶酒再也倒不出酒了。难受？训姐，你可知我巴不得他现在便身陨，别再让我瞧着他。说完这句，李九明便起身，晃着有些摇晃的身子，步伐挥晃地朝着外面走去。李九明啊，李九明，你明明不是这般狠心绝情之人，为何偏偏对涂炫若如此心狠？魔君陛下，
汉亚姑娘已经派人传了数次话了，您是否过去瞧一眼？不去。魔君陛下，您可要换个景点歇歇？涂炫若呢？要我回来，竟敢不等着！随着他的话落，魔氏忽的沉默。李九明在话落之后，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轻啧一声，站了起身，甩开魔氏想要搀扶的手，摇摇晃晃地走远。李九明躺在纯黑的床榻之上，睡意深沉，倏然只觉得一个温润的唇瓣印在他额头上。李九明蹙了蹙眉，只觉得是梦。柔软的唇瓣划过鼻梁，落在唇齿之间，肆虐婉转。李九明依旧合着眼，醉意未曾消退，随着唇间的触感，浑身发烫，身上陡然传来一人的体谅，唇舌挑动着李九明的心火。李九明一怔，忽而用力上下翻转。李九明合着眼，借着落在唇间的柔软，用力地吻了下去，唇齿交缠，难舍难分。循着熟悉的气息，李九明一路向下吻着，忽而一声娇嗔响起，李九明所有的动作瞬间停住，而后猛然起身。待看到床榻上汉亚通红的脸颊以及眼中的水润之时，李九明只觉得一股怒火袭来。汉亚，怎么是你？以为是谁？这一刻他也想问问自己，刚刚他以为是谁？涂炫若吗？不，一定是涂炫若给他下了咒术。狐族不是一向惯用此法吗？对，一定是如此，不是他的问题。以后不准踏临这间寝殿。而后他转身进了盥洗间，留在床榻边的汉亚怔愣地处在原地，眼底翻涌着满满的怨恨，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滑落。阿离哥哥，汉亚不是故意的，只是昨日汉亚寻人传了多次话，你都不曾过来，我便有些担心。涵涵，日后不准如此做了。他定要沉住气，他好不容易才搅得李九明和涂炫若和离，来日方长，他等得起。阿离哥哥，对不起，是汉亚不懂事，让你生气了。涵涵，你不用向我道歉，是我不好，我不该这么凶你。魔族还有些事要处理，你用过饭便好好歇息。那我今晚亲自下厨，给你做些你爱吃的菜，你处理完便早些回来。这种话在过去500年间，那个女人对他说过无数次。还不能确定要何时啊？便转身离开。他俯身坐在屋檐边，冷眼看着下面穿流而过的魔群。一只传音鸟忽而出现在眼前。魔君，今日传了个局，都是些旧事，可要来凑个热闹。旭阳，你今日怎么忽地起了心思？今天来的可都是些灵山时的旧友，好不容易约在了你这魔界，还不赶快过来？成，我这便过去。灯火通明的花檐楼内，一群人或倚或靠，满目亲民地看着乏味的歌舞。李九明进来时，几人已经喝了一阵儿。哟，嘿嘿，可算是将魔君陛下等来了啊，真是不容易啊！哎，来，魔君陛下快上座。李九明有些无奈，顺着他的意思坐了下去。我说，李九明可是我们这一批灵山里如今地位最高的了吧？今日这酒宴可得你掏银子了。来，让我们敬他一杯。厢房中的气氛被虚阳带得火热，李九明也从之前那种状态中回神。几杯清酒进去，在场的人都放松了许多。迅景呢？怎么不见他？不清楚，传音鸟寻了多遍也未曾寻到。去了巫师殿，魔士说他早就出去了。嘿，难道是被哪个魔女拐走逍遥去了？杯中酒空了又续，几番下来都有了些醉意。哎，李九明，听闻你同涂炫若和离了？没错，和离了，正好赶上今日，省得再同你们知会了。哎，是啊，来，正好我们都敬阿离一杯，算是恭贺他终于得偿所愿。既然如此，你同涂炫若和离了，那我也就没什么可忌讳的。多言两句，涂炫若是9尾狐族，天生的美貌，灵山求学时可谓是颇受追捧。重要的是，她不但貌美，性子上也是1等1的良善。想当初，我还曾兴过将人拐回去的念头，只是可惜，她心里头只有李九明，根本不曾看我一眼。你这话说的，阿离长得不知比你俊俏多少，若是我呀，怕是也不会看上你。就是，良善，涂炫若那女人，若是说得上心底良善，那这世间就不会有恶毒的人。你倒是说说看，她怎么个良善法啊？大抵是800年前吧，我们被师傅扔去了虚无之境的事，你们可有印象？那一次，阿离受到凶手暗算，就是涂炫若凭借一己之力将人背下来的。怎么可能？以李九明当时的身量，涂炫若那般纤细的身子，怎么可能背得起啊？徐阳，这件事赤霄并无谎话，我也是亲眼瞧着的。你们是不知，那时涂炫若将阿离背下来时，
样子狼狈极了。那虚无之境身处昆仑山之巅，处处危险。等他走出来时，浑身早就血肉模糊。刚将阿离交到我手上，他便晕了过去。徐阳，这件事赤霄并无谎话，我也是亲眼瞧着的。哎，这种事儿我们怎么不知啊？涂炫若不让我们说出去，许是觉得难为情吧，毕竟是个女儿家。坐在一旁的李九明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闷声喝着酒，一个字都不曾说。谁知道呢？想当初我为了讨他欢心，可是想了不少的法子，愣是没叫他动心。他眼里只能瞧见李九明。话说这事我可是记到了如今，求不得也放不下。说完，赤霄怅惘地坐了回去，拿着酒杯猛地喝完。哼，我怎不知何时开始，涂炫若那女人变得如此美好了。涂炫若一直很好，莫不是你眼瞎？赤霄忽地将酒杯砸在桌案上，李九明握着酒杯的手猛地攥紧。魔君陛下怎么不说话？不过如今倒也是好了，您与涂炫若和离，自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我倒是也有了机会同他续一续这几百年前的情缘。混说什么呢？莫不是醉了？徐阳，我可曾说错什么？还是说我不能去寻涂炫若？李九明放下手中的酒杯，只听得咔嚓一声，原本那完好的杯子竟是随着他手的离去而瞬间炸裂。赤霄，你若是想，自然可以去做。不过涂炫若好歹是九尾狐族唯一的后人，我李九明曾经的魔后，仅凭你这区小魔身份，怕是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回魔君陛下的话，昨日打扫偏殿时寻到了不少魔后，是涂炫若殿下。怎么？偏殿不知道为何有不少涂炫若殿下的旧物，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便尽数收拾在了一起。陛下，您可有什么安排？待触及到几样曾经确实在涂炫若身上见过之物，李九明的身子不由得一颤。且放着吧，本君会处理。李九明说完，挥袖便将地上的东西尽数收进了须弥袋，而后抬步离开了魔宫。偌大的魔宫大殿，李九明坐在魔君椅上，翻看着眼前成叠的奏章，却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自从和离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听闻过关于涂炫若的消息。涂炫若那女人，当真如此洒脱，当真如此舍得？如今他人都走了，他的物件凭什么要他来存着？想到这，李九明果断幻化出通镜，掐诀要同涂炫若联系。可时间匆匆，通镜却没有半分反应。不论如何，涂炫若的东西，他今日定是要让他拿走。等到他到青丘之时，才发现原来不止魔界，就连这儿也是满目的白雪皑皑。李九明看着近在咫尺的屋门，猛地停下了脚步。涂炫若那女人，如今便在其中吗？哼，她不过是来归还东西的，抬手便要推门。魔君陛下，你为何会在此啊？本君来寻涂炫若，有些物件要还给他。不过既然你还在，那便由你给他吧。涂炫若殿下不在青丘，也从未回来过。自那一战之后，便再没有过主人。涂炫若从未回来过？确实如此。他同涂炫若和离已然多时，若是不曾回青丘，那他会去何处？魔君陛下，小老儿不知你为何会来此寻殿下。若是你们办了口诀，还望魔君陛下别放在心上。殿下心肠好，不过就是倔强了些。我们青丘的殿下刚生下不久，便失去了父君和母后，一直被胡帝他老人家带在身边。如今成婚500年了，殿下能如愿同魔君陛下在一处，小老儿自是为他高兴啊。如今胡帝也身陨了，小老儿自知时日不多，还望陛下能善待他，毕竟他除了您一无所有了。回到魔界时，天色已然入夜，他惶然地走进寝殿。李九明浑噩地将自己摔在了床榻上，手掌一翻，整个寝殿便燃起星星点点的烛火。属于涂炫若的东西，此刻随着他的魔力，尽数漂浮在李九明眼前。一把折扇，一件外衫，一只发簪，这些其实都是涂炫若做给他的。曾经他如献宝一般捧至他面前，可惜他从未正眼瞧过一眼。玉珏，犹豫了一番，还是分出了一抹神石，探进了玉珏之中。他身子一软，从床榻上跌落，他
瘫坐在地上。整整500年，汉亚都是在装疯卖傻的欺骗他。李九明倏然回过神来，意识到最残酷的不是汉亚欺骗他整整500年，最残酷的却是他平白无故的冤枉、责怪、羞辱、折磨了那女人整整500年。默默最擅长寻人，这些均是涂轩若曾用过的物件。最晚明日，本君必须知晓他的去处。是，魔君陛下。李九明径直走进寝殿，看着躺在床榻之上好眠的汉亚，耳边倏然想起玉珏里听到的一切，突然只觉得一阵陌生。哈离哥哥，你怎的在这儿？既然醒了，便同我去个地方，本君在殿外等你。哈离哥哥，你这是要带汉亚去何处？涵涵，你这虎眼咒有段时日不曾发作。是啊，也许是近日魔力充裕，能够压制虎眼咒的发作了，所以才许多时日不曾发作吧。而当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魔兽也停在了一处府邸前。哈离哥哥，这是哪儿啊？你带我来此处是做什么？虎眼咒困了你500年，本君本也以为无术可解，偶然听闻林松君常年醉心于狐族巫术，前些日子正不巧得了破解之法，本君便带你来瞧瞧。早些将你这咒术去了，你也好少受些苦难。不，我不怕苦难的，哈离哥哥。更何况如今我的魔力已然可以压制虎眼咒了，就更无需麻烦林松君了，不是？就当汉汉求你了，哈离哥哥，你知晓我害怕见生人的，更何况还要叫他瞧病。哼，你这般害怕是做甚？莫不是做了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我没有，我不，哈离哥哥救我，汉亚不要死，涂雪若，你走开，你们都别过来！哼，他掌心魔力翻涌，直接将挣扎的汉亚捆绑起来，扔进了洞府。不，哈离哥哥救我，我不要！许是汉亚的声音太过吵闹，林松君刚一露面，便直接一个挥袖将人弄晕了过去。他看着手中已是这些日子数不清换的多少块铜镜，只觉得满心疲累。魔君陛下，李九明迅速回神看向铜镜，涂玄若殿下的事查到了。他人在何处？魔君陛下，您在何处啊？这件事还是同您见面说比较好。李九明当即便将林松君洞府所处的地方告知了曲阳。也在这时，林松君抽回了神识，看了眼还在昏迷的汉亚，起身对李九明道：魔君，想知道答案吗？李九明没说话，只是看着林松君。罢了，不逗你了，他根本就没有中过虎眼咒。林松君的话落，李九明没有半分的意外，而如今搅动着他心绪，让他难以安宁的是涂炫若，他究竟在何处？李九明有些坐立难安，倏然站起身，闪身出了洞府，甚至不曾看过汉亚一眼，脑中这500年来的记忆时闪时现。魔君，你查到了什么？我去了鬼界，借了昆仑镜，这是我存下来的有关涂玄若的所有过去。阿离，你当真要看？李九明喉咙一紧，咬了咬牙，分出一抹神识探入玉诀，活不过100年。旭阳，你当真不曾瞧错？阿离，那是昆仑镜，断不会出错，这是真的。他再次分出神识进了玉诀，可是眼前的一幕幕，迅景的一句句话，涂炫若落下的一滴滴泪，化作一把把利刃，狠狠地刺进李九明的心，眼泪氤晕了眼眶，最后缓缓流下。李九明一掌拍在了石柱上，一下又一下，不见魔力，唯有血肉之躯。哎，阿离，你如今这般又有何用啊？涂炫若的下落我也找人寻到了，离开魔界之后，他便穿过了荆棘林，回到了妖界，如今在昆仑山上静养。李九明闻言一愣，而后当即便要寻去。阿离，你做什么？我要去寻涂炫若，立刻便去。旭阳，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哈离哥哥，刚刚醒过来的汉亚浑身虚弱的扶着石壁，远远地站在洞口处，满目委屈地看着李九明。500年，整整500年，他便是用这样的神情困住了他，
将他禁锢在他身旁。哈利哥哥，我们回家可好？林松君，汉亚500年来深受虎眼咒折磨，痛不欲生。您对此道颇有研究，如今我将它交给您，请您务必将这咒术去除。不，哈利，你不要丢下我，你说过会一直陪着我的。可还未动作，便被定在了原地。汉亚拼命挣扎着，眼泪模糊了双眼。徐阳，吩咐个魔士好生看着。林松君，这人便交于你了。说完这句，李九明头都未回，飞身离去，抬眼望着高耸入云的山峰，涂炫若就在上面。被他弄丢了的涂炫若，而后沉了一口气，一步步地向上攀爬着。99999层阶梯，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李九明不知他走了多久，只是到达山门处时，他已经浑身麻木。来者何人？魔界，李九明。啊，原来是魔君陛下，不知您不远千里来这昆仑有何要事？李九明没有回话，依旧看着大门，一语不发，意味却是明显。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声音，叫他放行。门童虽是心有不愿，却也只能退到一旁，将路让开。他紧紧地盯着躺在槐树下脆弱无息的身影，一时间有些茫然。那是涂炫若吗？那道身影就那般安静无声地躺在那儿，满身疲惫。他想要上前将那人揽在怀中，却在步子将要迈出的那一刻霎时停住，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怪不得自那日花岩楼后便寻不见迅景的行踪，他原来是在这里。可是他为何会在这儿？只见迅景朝他所在的地方望了一眼，而后俯身不知同涂炫若说了什么，竟是直接将人抱起转身离去。等他回过神来，再想要追上去时，已是寻不见两人的行踪。昆仑山内禁用法术，李九明没有办法，只能一间一间地寻了过去，直到在角落中同那个熟悉的面容打了个照面。迅景，魔君陛下来此有何贵干？我来寻炫若。哼，都已经和离了，还来寻他作甚？今日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来此是为了瞧瞧他，想知晓他过得如何。若是如此，那魔君陛下可以请回了。他很好。迅景，魔君陛下，你不觉得如今的愧疚来得有些晚吗？你为何不早些过来？你既然会后悔，为何不是在我告诉你炫若病情之时？又为何在我同你说那些时，又说出那般的话？李九明却只能沉默。他要如何说？难道说他根本不知道涂炫若妖魂碎裂，也不知道自己误会了他500年？还是说他根本不知这1000年他折磨的他有多苦？迅景，你可否带我去见他一面？只一面。我有许多话想同他说。已经晚了，他不愿见你。他同我说，与你死生不相见。迅景，昆仑山的雪景你见过吗？不曾。接过迅景手中的汤碗，看着其中剔透的汤水，涂炫若的眼中划过抹抗拒，可最终他还是一勺接着一勺地喝了进去。等下带我出去瞧瞧吧，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雪景了。他接过涂炫若手中的汤碗，转身收拾道：不如等下次吧，眼看着……我还会有下次吗？抱歉，迅景，我寻不到法子，也不知该用什么方式谢你。他走上前，抬手拭去他眼角的泪珠。傻丫头，你若是真想谢我，便好生活着，日后也莫要再说这般的话。涂炫若闻言眨了眨眼，睫毛在他的掌心扫过，带来丝丝的痒意。他不适地收回手，退开2步。过些时候，等雪积得再厚一些，我再带你出去。涂炫若点了点头，慢慢挪动着身子躺下。再有意识时，涂炫若却只是闭着眼，不曾睁开。不是他不想睁开，而是不能。涂炫若胡思乱想着，忽然周身传来一阵温暖，鼻尖划过那人的衣衫，传来一道令他熟悉却又陌生的味道。这半月来，他每次入睡后，总有这样一个怀抱将他拥入怀中，而每次他都是紧闭着双眼，不曾睁开。他不曾后悔这1000年来经历的所有，却只是有些累了，也觉得够了。悠悠转醒时，他望着窗外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弯了弯唇角，身旁床榻边的冰凉，只有上面的褶皱坦明了那人曾经来过的事实。涂炫若撑着早已经麻木的双臂，
慢悠悠地从床榻上起身，走出了房门。凛冽的东风吹打着他单薄的身子，像极了随风摇曳的柳枝，一步步走着。漫天的飞雪将昆仑山尽数覆盖其中。抬手试图去接天上的雪花，却不想就是这一抬眸，便瞧见站在不远处的那道身影。终归是再见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他本以为他明白了他的意思，不会再出现，可终究……涂炫若心中闪过抹烦躁，漠然地收回手，转身。李九明跟在他身后，一眼不眨地看着他的背影。千年，他听惯了因果，却从不相信。可如今，他信了。他曾经亏欠、伤害他的，如今尽数还给了他。涂炫若不知李九明想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后背那道目光越来越炙热，而他的步子也越来越沉重，连带着整个人都踉跄了几分。李九明看着满目心疼，却不敢上前，他怕极了。他会将他一把扶开，用那种漠然的目光彰显着他的狼狈。涂炫若一步步挪着，不知何时，竟是觉得那股子沉重灰飞烟灭。他依旧走着，只是他看不到的是，那副孱弱的身体不知何时化成了一只九尾白虎，僵硬地倒在了雪地之中。李九明怔然地看着，而后俯身，缓缓伸出手，将那一抹白色揽入怀中。雪若。迅景看着那个高坐在魔君军椅上的男人，神色难辨。自从万年前涂炫若在李九明眼前灰飞烟灭，他就甚少开口，如同一个提线木偶一般，每日只是处理着魔族事务，而后抱着他留下的物时，一坐便是整日。你还是不肯放下吗？回答他的如万年间一般无二，只有沉默。李九明，你既然这般想着他，当初你又何必做出那些事来？是啊，一切不过是我咎由自取，是我弄丢了他。可是迅景，我从未想过，这一丢便是永世，这一丢便是永世。迅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再说不出什么责备李九明的话。毕竟涂炫若的死，于世上所有人来说，怕是都伤不过他。魔君陛下，让自己活得好一些吧。你现在的样子，若是炫若瞧着，是会心疼的。心疼，那已经是他不敢奢求的东西了。他如今希冀的不过是涂炫若还活着。迅景月白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空寂的大殿。李九明看着逆光的殿门缓缓合闭，他的心门也随之紧闭。东海禁地，迅景走进冰棺，看着其中熟悉的容颜，叹了口气。万年前涂炫若身陨之后，他只来得及留下一魂胎光，存于灭世黑莲之中，养于东海禁地，才得以保全。炫若啊炫若，你是不愿醒吗？终是转身离去，却忽略了冰棺内涂炫若颤动了一下的手指。迅姐，抱歉，再给我些时日，让我再想想。当日他本以为他会就此消弭于天地，却不想迅景竟有如此逆天法力将他救活。涂炫若起身踏出冰棺，却听得不远处一阵声响。他回身望去，刚好和走进来的迅景对视了个正着。炫若，你终于愿意醒了。不过既然已经如此了，他也不能再躺回去，不是？迅景，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剑魂的事，多谢。日后若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定不推辞。既然醒了，有什么打算？回去青丘看看吧，许久不曾回去了，有些想迷谷了。是该回去看看。迅景说着，目光却是没有离开他身上。迅景，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可你也该明白，这么些年我不愿醒，就是不愿应对这些事。可你也该明白，这么些年我不愿醒，就是不愿应对这些事。如今我只是想安静的过活，除却九尾狐族，一切我都不想管了。那李九明呢？迅姐，你忘了，如今的我不过是黑莲形成，无心无情。你说的那人早已是万年前的事了，又与现在的我何干呢？是啊，黑莲化形，无情无爱。炫若，既如此，那些记忆也都忘了吧。涂炫若闻言，先是一愣，而后抬眸对上迅景心疼的目光，沉默了半晌，最终勾起丝丝的笑意。好啊，
那训锦，你帮我吧。训锦看着涂炫若脑海中关于李九明的一切，手指绝咒变化，竟是将涂炫若所有的记忆一并除去，徒留他遇见李九明之前的。神识归位，训锦看着昏过去的涂炫若，轻声道：炫若，去过你该过的生活吧。魔界魔宫，李九明按着胀痛的额角，听着下面魔族大臣的争吵，只觉得烦躁非常。他暴怒而起，身子却忽然晃了晃。陛下，陛下，陛下！在李九明扯开虚空踏离之时，化为了惊呼叫喊，可也只能是站在原地，看着空无一人的军仪叹气。东海海境，李九明站在海上，脚底是波涛汹涌的海水。轩若，轩若，你在哪儿？轩若，你是不愿见我吗？而后整个人像是失了气力一般，就那么从云端坠落，沉入东海。东海境地，训锦，那人是谁？他识得我？训锦手一挥，将水镜打散，转头看向涂炫若。醒了？刚醒。不过刚刚那人是谁呀？他换的人好像是我。李九明，魔界魔君，也许是你幼时跟在胡帝身边见过吧？训锦，爷爷和我胡族众人可是亡于他手。是，不过轩若，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爷爷想要的不过是你活得安稳而已。你别多想，我知道事情的轻重，更何况已经过去万年，我便是再寻仇又有何用？我唯一不甘心的就是没能见着爷爷最后一面罢了。对了，我们何时离开？现在，我送你回青丘。训锦说着，拉过涂炫若的手，指尖掐诀，闪身离开。却不想，两人刚刚出了东海境地，竟是与突然而至的虚阳撞了个正着。训讲，你怎么啊？你还活着？你是梦魔虚阳，你不记得我了？这件事阿离可晓得？虚阳，我要送炫若回青丘，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训锦说着，拉着涂炫若闪身而去，可虚阳却是再次拦在身前。不急着一时半刻。你打不过我。不急着一时半刻。你打不过我。你是上古大巫后裔，我自是打不过你。可是阿离呢？所以训讲，在我没将事情告诉阿离之前，你最好说清楚。而且你别忘了，他是阿离的。许阳，你，训讲，你别忘了，你是阿离最亲近的人，你怎么？九明就在东海，许阳，让开。虚阳闻言沉默了一瞬，而后让开了路。训讲，我等你的解释。训锦闻言，脖子一顿，点了点头，飞身而去。待李九明寻来之时，东海境地已然空无一人。青丘，涂炫若和训锦站在门前，看着落满了灰尘的洞府，哑了声息。万年间，他不曾踏临青丘，自然是不知迷谷竟然已经魂归虚无。你没事吧？没事啊，只是感觉有什么堵在心口，怪不舒服的。训锦哑然，是啊，涂炫若无心，自然不知那种不舒服叫做伤心。人界，等一下，等一下，我要一串这个。挑了串最圆最大的糖葫芦，朝着人流聚集处蹦了过去。让一让，让一让啊！涂炫若踮着脚，却什么都瞧不见，转身闪了出去，趁着人不注意，隐了身影。这位施主，出家人不打妄语，贫僧未曾拿过一文钱，你为何要污蔑贫僧呢？我呸！涂炫若皱了皱眉，手一挥，眼前便显现出之前这里发生的事情。施主，贫僧该说的已经说了。这银两是家师给小僧路上用的盘缠，并非是店家的。您若是实在纠缠，不如唤来官府中人断个清楚如何？哼，谁不知道官老爷对你们佛门子弟一向宽厚？你根本就是有恃无恐。那施主想要如何？哼，将银子还给我们。孙魔边闪现手中，朝着店小二就挥了过去。哎呀，和尚，你还敢伤人？不是贫僧，出家人慈悲为怀，贫僧怎会出手伤人？这关和尚什么事儿？这鞭子是本姑娘打的。关和尚什么事儿？这鞭子是本姑娘打的。怎么着？就许你污蔑和尚，不许本姑娘行侠仗义？店小二，你真以为本姑娘不知道店家丢那银子，现如今还在你腰间藏着呢？手干净了吗？就敢栽赃和尚？真不怕晚上人家佛祖来找你呀？你胡说八道！众人一看便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当即纷纷嚷嚷地斥责了起来。涂炫若瞧着，连忙拉着和尚跑出了人群。
谢施主救了小僧。举手之劳。不过和尚，我听那店小二叫你玄若。是，小僧是灵渠寺僧人，拜入师父门下，刚好是玄字辈。师父给小僧取名玄若，是要小僧记着。停，我就问你一句，你解释的倒是多。我们有缘，我也叫炫若，不过是渲然若气、清若丽那2个字。你这是要去何处？贫僧奉师父之命，从灵渠寺一路宣扬佛法，如今要去离安城。离安城？这离安可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小僧不知，不过听香客们说起，离安城自开国以来便有乞巧的习俗，宴宴极其有趣。算算日子，刚好是这2日。乞巧？涂炫若呢喃这2个字，而后猝不及防拉着玄若的衣袖，朝着刚刚玄若所指的方向而去。施主。小二，上等房2间，2道素菜，1道卤牛肉，再来1壶若夏春，这是赏钱。哎，好嘞，2位客官，您等好吧。施主，贫僧……玄若一开口，就被涂炫若塞进了一块糕点。和尚，你已经念叨了一路了，本姑娘知道了，你们佛祖不会晚上出去吓人的，那是鬼魂的差事。施主，贫僧想说的是，我佛慈悲，一草一木皆为生，施主不该吃卤牛肉，更何况佛祖有云。停，和尚。你要知道，这吃肉呢是本姑娘的天性，改不了的。再说了，那牛还吃草呢，我吃它怎么了？端过小二刚拿上来的卤牛肉，便是一口。和尚，我跟着你宣扬佛法如何？我跟着你宣扬佛法如何？施主，你为何要跟着贫僧？你有趣啊！我活了这么久，还没见过你这样有趣的小和尚呢。要知道，灵山那些和尚一个个的不知道有多傲气，哪有你可爱？施主，宣扬佛法是很严肃的事情，贫僧知晓您不信仰佛祖，可是您不能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涂炫若眨了眨眼睛，一时语噎。施主，佛祖有云，一切皆流，无物永驻。贫僧与施主道不同，今日便就此离去了。朝涂炫若行了个合手礼，便转身离去。涂炫若瞧着，无奈地叹了口气，追了出去。客栈角落，涂炫若，你竟然还活着！小和尚，涂炫若将人用术法定在原地。你跑什么？不就是说了2句你不爱听的吗？怎么这么拗呢？玄若没说话，只是闭着眼不去看涂炫若，嘴里还振振有词地念着佛理。我好久没来人界了，好不容易碰到你这么个合心意的，自然要与你同行。不过你要是不愿，我也不会逼迫你。但是说好了，我放开你，你不能再乱跑了，你不能再乱跑了。手中绝咒轻捻，便将人放了开来。你不是人？我忘记说了吗？我当然不是人族了，我可是……拽过玄若躲过暗处射来的箭矢。谁在那？怎么，这才万年不见，魔后就忘了我是谁了？什么魔后？你莫不是认错人了？本姑娘乃是青丘九尾狐族，速速离去，我便不与你计较今日之事。哼，认错人了？我认错了谁，也断不会认错了你啊，涂炫若。那人的身影从林中显现。汉亚，你我不过是灵山求学时泛泛之交，今日为何对我下如此杀手？你都不记得了？我该记得什么？哼，你竟然忘了，我因你受了那般苦楚，可你竟然忘了。涂炫若，你怎么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之前受伤睡了万年，有些事着实记不清了。不过你刚刚说什么魔后？不如你将过往的事说一说，也许我就记起来了。你当真想知道？他不想，怪不得前些日子林松君寻来了魔祖，原来是要人跑了。汉亚，你是想我抓你回去，还是现在离去呢？汉亚闻言咬了咬唇，恨恨不甘地看了眼涂炫若，甩袖离去。他转过头，没有看涂炫若，目光倒是在玄若身上顿了顿，若有所思。迅姐，我不会动他，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何事？除了我，无论任何人同你说起有关你过去的任何事，你都不能相信。迅姐，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不是我，是你自己不愿记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玄若，除非我同你说起，否则任何人说的你都不能相信。我答应你。那他呢？他刚刚说我是什么魔后，你不是说是魔族灭了青丘狐族吗？我为何还会嫁给他？他骗你的，你不是，魔后早就死了，你只是涂炫若而已，你只是涂炫若而已。而后手腕翻转，掌心浮现一朵黑莲，这是父神留下的那株黑莲，你沉睡万年，
虽得造化有了神格，可终究神力低微，将他赠你也算是护身。迅景说着，将黑莲送入涂炫若掌心。迅景没有告诉涂炫若，他万年前曾身死，如今是黑莲化生，只让他以为他万年前受伤沉睡。那个和尚身上是有缘法的，你若想在人间待着，同他在一处也不错。迅景说着，抬手附上涂炫若的头。炫若，照顾好自己。迅景的身影便消失无踪，刚刚头顶的触感好温暖。和尚，你先回去，我过些时候来寻你。之后便追了上去。而刚刚踏进魔界的迅景抬手拦住袭来的一掌，后退了半步，看着来人道：你怎么？迅姐，你怎么走得这般快啊？我忽然想起。迅若。李九明伸出手，想要将涂迅若抱进怀中。魔君陛下，迅景同我说过你，可再怎么着，你我不过是点头之交，这迅若不是您能换的，你我是同辈，按着身份，您何该称我一声青丘女帝？你对他做了什么？迅景闻言淡淡的扫了眼，而后拉过涂迅若的手。魔君陛下，时候不早了，迅景该带迅若离开了。站住！魔君陛下还有什么想说的？迅姐，她是我妻子。魔君陛下怕是吃酒吃醉了，迅若受伤沉睡多年，不曾婚嫁。至于魔君陛下的魔后，早就身陨在昆仑山上了，如今魔后的坟冢还在魔宫立着。陛下若是忘了，不如回去瞧瞧。迅姐，我们走吧。李九明看着涂迅若拉着迅景的手，他掌心魔力翻涌，直直拍向二人紧握着的手，厉声道：你们别想走！魔君陛下，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你是要魔族同巫族开战吗？迅姐，是你不义在先的。你有完没完？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你。涂迅若掌心神力翻转，一掌拍开了拦在身前的李九明，他想要杀他，为了另一个男子，而那个人还是他视若兄弟的迅景。迅若，我们走吧，和尚不是还在等你？站住！阿离，有些事强求无用。他看着涂迅若，缓缓走至他面前。迅若，你当真不识得我？怎会不识得？魔君李九明灭了青丘狐族满门的仇，迅若不敢忘。迅若，你先回人间，过些时候我去寻你。可是他……放心吧，迅若，我没事，魔君也不会真要了我的命。看着迅景眼中的笃定，终是点了点头。如果你敢伤迅景，穷尽黄泉9天，我也不会放过你。话落，涂迅若的身影便消失在二人眼前。这万千年来，他头一次说要杀了我，不是为胡族，不是为他自己，却是为了你。迅景，你真是好大的本事啊！阿离，若我是你，便不会再去纠缠迅若。纠缠？涂迅若是我的妻，我若是不愿，纵使合理，他也只能是我的。纵使合理，他也只能是我的。可他已经因为你的不悦死了一次。阿离，他不是从前的迅若了，他不会再爱你。你怎知不会？若不是你对他做了什么，他怎么会忘了我？李九明掌心魔力翻涌，钳住迅景的咽喉，声色狠厉。因为如今的他不会恨任何人，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魔力消散，他冲上前攥住迅景的衣襟。什么叫再也不会爱上任何人？你这话是何意？阿离，迅若当初魂飞魄散，你以为我是怎么将他救活的？黑莲化形，魂魄重塑，记忆抽离。魔君陛下，如今的迅若早不是那只爱你入骨的九尾狐，而是一株无心无情的莲花，莲是没有情丝的。你觉得现在的他要如何爱人，又如何爱上你这个灭族仇人？李九明失神的退走，脚步踉跄，哪还有当初一夫当关的骁勇，活像一个失去控制的假身。阿离，为了迅若好，也为了你自己，放弃吧，至少他还活着，不是吗？我话尽于此，你好自为之。闪身离去。施主，七巧灯会要开始了，你不出去瞧瞧吗？可是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迅景的安危，对启灯会的兴趣早就淡了。不去了。玄若闻言点了点头，复又开始念起了佛经。和尚，你说这一个人为什么想要杀另一个人呢？施主，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你想知缘何，自是要问问那想要杀人之人才是。这人间的话本子总是说什么深入骨髓的情啊爱啊的，可是本姑娘却是半分也体会不到。和尚，你说这人为什么又为了旁人做出那般选择啊？施主，情爱之事贫僧不知，不过师父曾说，若想明白，须得亲身体会才是。亲身体会？谢了和尚，我知道该如何做了。迅若，迅姐，你没事吧？忙起身上前，拉过迅景坐回了椅子道：他没有为难你吧？没有，
倒是你，刚刚在说什么？却被涂炫若接下来的话吓得打翻了茶盏。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要入世。这些时日听了那么些话本子，我总是要感受一下他们口中的情爱到底是何物。口中的情爱到底是何物？迅景沉默地将茶盏放回桌上，指尖微动，定格了时间。涂炫若看着一动不动的四周人群，你不准？不会，炫若决定的事，我不会阻拦。但你可否告知我，为何会那般在意情爱之事？因为我总觉得，相比你们，我好像缺了些什么。人们总会因为各种事情心生波澜，可我却不会。就连你同我说起灭族之事，我也不过像个旁观者一般。就连他们说的那种报仇的想法都不曾升起。迅景，你不觉得我这样很奇怪吗？他曾深允之事，他还是不愿他知晓。你沉睡前的年纪也不过是个孩子，哪能知晓其多？既然你想知晓情爱的感觉，便封了记忆与神力入世。司命那边，我去说。那我去买些画本子，你一同带去给司命。我的命格他定然要写得曲折复杂些的。抬手轻敲了一下涂炫若光洁的额头，道：傻子，你看的那些画本子都是司命写出来的。涂炫若闻言鼓了鼓嘴，嘿嘿一笑。涂炫若闻言鼓了鼓嘴，嘿嘿一笑。好了，你是第一次入世，我给你留下有关和尚的记忆，之后你便跟在他身边，省得你人生地不熟的平白受些苦楚。迅景说着，指尖绝咒变换，封了涂炫若周身神力与记忆，而后隐了自己的身形。和尚，你发什么呆呢？走啊，说好的陪我看灯会的。隐去身形的迅景看着两人相握的手，眉心微微皱了一下，而后传音将涂炫若入世的事情告知了玄若，便转身离去。哟，这是什么风将大巫吹过来了？司命，炫若入世的事你应当知晓了。所以呢？司命闻言停下笔。你是大巫，应当明白，从黑莲化形伊始，他的命格便不是我能掌握的。只是人事也不成吗？当初炫若还是九尾狐之时，我还能更改一二。可你逆天改命将他救回之后，他的命格早就是一片空白了。手一挥，将涂炫若的命格本拿了出来。迅景接过，看着上面寥寥几句话，眉心紧锁。这是？眉心紧锁。这是？他醒过来时，这话便出现了。黑莲化生，那是神，我不过一个小小的司命，难道还能和天道相争？黑莲化形心不存，三魂七魄难健全。莫叫情丝色燃起，万般劫难是由生。轻拍了拍迅景的肩膀，道：若我是你，便不会再插手他的事。迅景，别忘了你的存在是为了什么。迅景身子一颤，对上司命那双洞察一切的双眼，心内死寂。放心，我知道该如何做。他站起身，我求你最后一件事，不管谁来寻你，炫若的事情你都不能说。我答应你。看着得到答案便离开的迅景，眸色深深。人界乞巧灯会，小和尚，你说这乞巧灯会意在相亲，可本姑娘怎么没见成双成对的？施主着相了，这乞巧原就是一种祈愿，凡事不可强求，得是缘分，不得则是时候未到。和尚，你说你的红线缠绕的是哪家姑娘啊？阿弥陀佛，施主切勿妄言，贫僧一心向佛，何来红线之说？小和尚，你生什么气啊？本姑娘不就是问问吗？那你说本姑娘的红线在谁的身啊？小心！玄若伸出手想要抓住涂炫若，可奈何身量轻，竟是被他拽得一个踉跄，也跟着摔倒。涂炫若从地上爬起来，而后将玄若扶了起来，转头看向撞人的人：你怎么走路的？没瞧见这儿有人吗？这位姑娘，你没事吧？我没事，可这小和尚身子单薄，要是出了什么事，你担待得起吗？在下姓魏，名唤子期，家住临安城北魏府。两位若是出了何事，便去那儿寻我，子期定不敢逃脱。这才像话。之后便拉着玄若离开了当场。而这一幕，循着涂炫若气息而来的李九明尽数看在眼里，他的目光落在涂炫若拉着玄若的手上，眼神冷冽。涂炫若躺在床榻上睡得正香，李九明的身影突然闪现在房中，他走上前，蹲下身子，握住他的手。玄若，再爱我一次，好不好？李九明下意识地隐匿了身形。谁呀？涂炫若睡眼惺忪地从床榻上爬起，开门。小和尚，这么晚了有事？施主，小僧刚刚好像听见你房中有男子的声音。涂炫若眨了眨眼，
转回头看着空无一人的屋内。没有啊，你听错了吧？也许吧，不过施主始终是女儿身，出门在外终归是要小心些许。涂炫若点了点头，而后关上了门。看着再次躺在床榻上的涂炫若，李九明没敢现形，只是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这一站便是天亮。迅景站在一侧，耳边是魔族群臣的争吵。迅景，你倒是说句话呀！徐阳，这是你们魔族之事，我不过一介大巫，不敢妄言。而后转身离开了大殿。迅景，你还欠我一个解释！迅景停住脚，转身看着他。涂炫若的事，你不该说点什么吗？说什么？我是巫族，就妖族之人本就是天经地义。徐阳，你想要什么解释？涂炫若是阿离的妻子，这万年来阿离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应当比我清楚。既然涂炫若还活着，你为何要瞒着阿离？那你当日为何又会放我和炫若离开？徐阳，你我都知晓，炫若万年前为阿离受尽了苦楚，我救他不是为了让他再次踏入深渊的。可是阿离爱上他了，不是吗？我是心疼他。可是迅景，论起亲疏，阿离才是我们应当帮的。你怎么不说话？徐阳，如果说我爱上炫若了呢？你在胡说什么？且不说涂炫若是阿离的妻子，就是你大巫的身份，也断不能爱上任何人。迅景，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也不知我在想什么。迅景说着，转过了身，朝着祭祀塔走去。迅景，徐阳，听我一句劝，阿离和炫若的事，不是你能插手的。祭祀塔，迅景刚刚踏进，就瞧见了站立其中的人影。他毫不诧异，径自地走近，坐在了软垫之上。该说的，那日我都说了。阿离，你还来做什么？炫若为何会入室？放下了手中的竹简，轻声道：“自然是炫若想如此。”迅景，你到底在谋划什么？我知是你救了炫若，可她不是你手中的棋子。不管你想做什么，换我替她。阿离，你想多了。救炫若只是我的私心而已，与任何事都无关。对于迅景的话，李九明不知该不该信。毕竟巫族之人至多近妖，更遑论是迅景这般的存在。还有，魔族还有大些事务等着你这个魔君处理。炫若那儿，你最好不要再出现。你在担心什么？这不是你该知晓的。那什么是我该知晓的？炫若活着的事儿你瞒着我，甚至帮着他躲离我。这万年你看着我痛苦，却从不曾透露半分给我。迅景，我还能信你吗？信不信由你。但是阿离，如果因为你的缘故，炫若再受半分苦楚，我不会再留情面。你爱上了他？他抬手推开李九明，别开眼道：“只是不忍而已。”李九明却是不信了。迅景是什么人？巫族之后，而巫族人向来是不在姻缘册上的，就连三生石上也寻不到。可迅景刚刚，你究竟做了什么？迅景眉心一皱，甩开他的手。与你无关。总之，在炫若这一事结束前，你不要再去打扰他。不可能。那你就试试看。李九明，别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毕竟不是所有事都有补偿的可能。李九明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出的祭祀塔的。他坐在军椅上，那种围绕了他万年的孤寂感陡然而生。阿离，你怎么样？是啊，如果你是炫若，恢复了记忆后，知晓了过往的一切，你还会同我在一处吗？徐阳张了张嘴，答案在口中迟疑了许久，却不忍说出。是啊，他也清楚的，他不会的。可是我怎么甘心？炫若，我才刚刚知道我爱你啊。人界修远寺，涂炫若看着坐在众人之间讲着佛法的玄若，无聊地叹了口气。整整2日，除了吃饭上茅厕，玄若就一直在同这些和尚讲着佛理，而他也足足在旁边待了2日，终是起身走远。涂炫若站在旁边，百无聊赖地朝着水中扔着石子。这位姑娘好生面熟啊！你是？在下魏子基，之前在离安城我们见过。哦，原来是撞人的那个。
不过你不是离安城人吗？怎么会在这儿？常闻修远寺荷花百里飘香，在下也是闻名而来，倒不想在这重遇了姑娘。倒是姑娘为何会在此处？要知道这修远寺上山之路难行，鲜少有姑娘前来祈愿呀。要知道这修远寺上山之路难行，鲜少有姑娘前来祈愿呀。关你什么事？本姑娘想来就来。姑娘不愿说，在下不问便是。那个，我刚刚心情不是太好，话有些不好听，你别介意啊。不会，姑娘说的极是，是在下冒犯了。对了，你可知这修远寺周围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姑娘无趣了？有还是没有？有，不过不在修远寺，在城里。城内有一家饭庄，其中既有舞姬、琴师，还有说书之人，而且饭菜也是一绝。姑娘，你不去吗？多谢公子告知，不过就不与你同行了。看着跪在佛像前诵经的玄若，撇了撇嘴，上前道：“和尚，我寻到一个好玩的去处，快陪我去。”施主，你这是做什么？我都陪你在这寺内待了2日了，你就陪我去城内转转，礼尚往来嘛。那施主不妨等小僧诵完这篇佛经。和尚，眼看着就要申时了，再过一会儿便又到了你做晚课的时间了。和尚，眼看着就要申时了，再过一会儿便又到了你做晚课的时间了。本姑娘若是再等下去，还出得去吗？施主，小僧……怎么，你不愿？不是不愿，只是不知施主为何要小僧一同前去。小僧是出家人，许多去处都登不得，施主一人怕是会方便些吧。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小和尚，你哪来那么多问题？本姑娘叫你去就去。涂炫若说着，拉过玄若的手腕，朝着寺外而去。阿弥陀佛，施主请自重。知道了，不拉你便是，你快去跟上。玄若抬步跟上，两人的身影在夕阳中慢慢不见。哼，我当时为了什么走这么快？原来是一个小和尚。涂炫若站在一家饭庄前，仰头看着店名。饕餮楼，这店名怎么这么奇怪？施主有所不知，古有恶兽名饕餮，姓贪婪，传至如今大多用来比作好吃之徒，店名这般也无错。哦，原来如此，希望照的吃食配得上这个名字。说罢，抬步走了进去。客官几位啊？2位，要个能视野好的相间。得嘞。店小二应着，引着涂炫若2人上了2楼。客官想要吃些什么？咱们这的卤味味道都是顶好的，梅糕也适合这位客官。在单子上点了几样，便叫人下去了。他透过敞开的内窗看着楼下的歌舞，眸中尽是好奇。小和尚，你说他们跳的是好还是不好啊？阿弥陀佛，施主，贫僧是出家人。哎，这不是魏子期吗？施主，这人你是在何处认识的？你不记得了？他就是那日在离安乞巧灯会时撞到我的那人呢。对了，这还是他给我说的。你们今日见过？是啊，修远寺后面有个荷塘，今日趁你传道时我去看了，正巧遇到他，顺便问了2句。日后你……打开门便瞧见刚刚站在楼下的魏子期。施主，这是……在下魏子期，之前在离安与大师和姑娘有过一面之缘，正巧在楼下看到2位，便想着拼个桌，2位不会介意吧？和尚，你堵着门做什么？不过是拼个桌而已，快进来！还上前拉过玄若坐在一侧。对了，还未请教姑娘芳名。施主，萍水相逢即是缘，姓名几字不过浮云梦幻，何必执着？大师所言极是，是子期着相了。魏子期没再说话，只是目光若有若无地游离在涂炫若身上，心中暗自深思。2杯酒下肚，涂炫若的眼神有些飘忽，而玄若则是一片清明。姑娘，你没事吧？涂炫若摆了摆手，作势要站起身来，却不想脚下一个踉跄，直接朝着玄若的方向栽倒而去。玄若下意识地伸手扶住。施主，天色不早了，贫僧2人便回去了。大师走可以，但是这位姑娘怕是得留下。魏施主此话何意？字面意思，大师可想好了？魏子期走上前，抬手欲揽过涂炫若的肩，却因玄若的一退落了个空。哼，看来大师是打定主意了，那就别怪我不给佛门中人面子。话落，魏子期再次出手，玄若去挡，却瞬间被掀翻，狠狠地砸在地上。原来是妖。大师似乎并不是很吃惊。阿弥陀佛，
施主，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修行道行得之不易，何必因为一时妄念断送了以后机缘？妄念？和尚，你可知他是何人？荼，那是青丘九尾狐的姓氏。得狐心，我便可少修行万年时间，白得万年修为，何乐而不为啊？阿弥陀佛。佛祖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魏施主又何必固执己见，被一时得失蒙蔽了双眼？既然你这般推崇佛理，那我这就去送你见你的如来。五指化形，指尖锋坠，直取玄若咽喉。他闭着眼，口中振振有词诵着佛经，平心静气地等候着死亡。可是下一秒，却听见魏子期的哀嚎。玄若睁眼望去，就见魏子期紧攥着自身的手腕，倒在地上。你到底是谁？阿弥陀佛，施主，小僧是出家人。和尚，你若是聪明，便自行离去，我不会伤你。但是他，你带不走。阿弥陀佛，魏施主，回头是岸。又是一声佛偈，魏子期心中杀意翻涌，却拿满身佛光的玄若没有办法。好一个佛门弟子！和尚，你且等着。魏子期杀语败退，忍着胸口翻涌的气血，起身将涂炫若扶了起来，放置在一旁的长凳上，自己则是寻了一个空荡的角落，打坐诵经。月落日升，夏夜格外短暂。涂炫若睁眼时，只觉得脑中一片阵痛，在瞧到玄若时，目光顿了顿。他轻巧起身上前：“和尚，小和尚。”施主，你醒了？既醒了，便同我回修远寺吧，还有一日的佛法要讲。玄若说完，慢慢起身。和尚，你怎么了？忙伸手扶住人，坐在一旁。魏施主是妖，若非必要，施主日后还是别再同他往来了。小和尚，抱歉，我……施主，世间种种皆为缘法，这本就是小僧该受的。寺中的师兄弟还在等着。施主，我们这便回去吧。刚到寺门口，涂炫若心神猛地一颤，他推开寺门，眼前的一切让他红了双目。和尚，这……阿弥陀佛！尸骸满地，血气冲天，怎么会？种如是因，受如是果。阿弥陀佛！随即委身于地，早已深刻脑海的往生咒从他口中传出，渐渐萦绕了整座修远寺。深刻脑海的往生咒从他口中传出，渐渐萦绕了整座修远寺。涂炫若静静地站在一旁，不曾言语。二人到寺时不过卯时刚过，离开时却已是申时过半。涂炫若看着修远寺的寺门被玄若缓缓关上，蓦然出声道：“那么些人命就这般没了？”玄若静默地看着涂炫若，沉默相对。是魏子期做的吗？是因为我？这是师兄弟们的因果，是他们该经历的。若是我非人，是妖，又或者也有那般夺人性命的术法，是不是他们就不会死了？至少不会因我而死。施主，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有时解决仇恨的方式只有仇恨。小僧要向北而行，入中心城，施主有何打算？和尚，你不打算替他们报仇吗？你明知是魏子期做的，施主，知晓如何，不知晓如何。小僧此次下山需要做的，只是宣扬佛法。至于所过之处发生何事，于出家人来说，不过是命中因果。那若是如今躺在那里的人是我呢？倘若死的人是我呢？扯着玄若的袈裟，哑声问道。施主说笑了，你不会出事，所以也不会有如此假设。玄若扯回袈裟，退后一步，行了佛礼道：“时候不早了，小僧该上路了，施主请便。”看着他迎着夕阳而去的身影，头一次没有追上去。你怎知我就不会出事呢？小和尚，你莫不是忘了，魏子期本就是冲着我来的。涂炫若孤身一人行在青石板上，那些因他而死之人的面容，一张一张清清楚楚的在脑海中像是走马灯一样变幻不停，却每一张都清楚异常。哟，这不是涂姑娘吗？你还敢出现？这话说的，
在下怎么就不敢出现了？怎么，那个和尚走了？修远寺那么多条人命，你怎么忍心？他们可曾招惹过你？我自卫也不曾冒犯过你，你又因何想要我性命，还累及修远寺僧人？你不知道，你要杀人，我怎知缘何？你身为青丘九尾狐族，你的心于妖族来说是上等的修为补药，你说我怎么会放过你？你刚刚说我是青丘九尾狐，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追着你不放？说起来，修远寺那帮和尚我倒是没想杀，要怪你也只能怪那个小和尚，他救下了你，我自然要找些玩物发发怒气，不是？我同你说了这般多，礼尚往来，你也应当告知我你的名字了。涂炫若。你说你叫什么？涂炫若。怎么了？你是涂炫若又如何？你的心我拿定了。魏子期看着被他钳住咽喉的涂炫若，眼中满是嘲弄。听说狐心要活着剖出时最有效用，待日后在下登顶妖族至尊之时，必不会忘姑娘与心之恩的。小和尚，若是知晓白日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定然不会同你生气。好痛，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事啊！炫若！一声惊呼从远处袭来，可涂炫若却是再也听不到了。他看着空无一物的手和涂炫若空荡的胸膛，满眼错愕。涂炫若竟然没有心。李九明没有看魏子期，只是俯下身试探地伸出手指去探他的鼻息，直到感觉到那鼻下微弱的气息打在指尖，李九明才觉得他活了过来，而不是整个人都僵硬成冰。是你伤了他，我伤了他的，不管是何物，都得死。便直接出手碾碎了魏子期的妖魂。炫若别怕，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李九明大横抱起涂炫若，闪身而去。魔族大殿，炫若，阿离，出去说吧，让炫若好生歇息。迅景跟在他身后。炫若怎样了？哼，迅景，这就是你说的不让我去寻炫若，这就是你说的他会无事。若不是我去寻，你可知他就死了？你可知看到他躺在那时，我……阿离，这件事确实是我的疏忽，但是如今炫若是人身，断不能在魔界久留，你必须将他送回去。你应当知道，魔界中人根本难以存活。我知道，不用你多言，但炫若转心，我便会送他回去。不成，现在迅景，我才是魔界君主，纵使夫君再是重用巫族，可如今魔族是我说了算，炫若是我的妻，如何做也是我的事，无需你多言。你是在拿魔君的身份压我吗？是又如何？你是在拿魔君的身份压我吗？是又如何？可你忘了，我是巫族，不是魔。炫若的命世有司命看护，身侧又有身负佛骨之人，不会有太大的灾祸。妖族那面我会摆平，但是你必须在炫若醒前将其送回人间。如果你做不到，我现在便可带他离开。你以为你打得过我？打不过，可是魔君陛下，你莫要忘了，如果你杀不了我，日后且不论你与炫若如何，只是魔族也别想有一日安宁。很好，迅景，记住你今日的话，我会如你所言将炫若送回人间，但是从今日起，魔族不会再给巫族之人半分庇护。迅景似乎早就料到了李九明会说什么，他拱了拱手，转身而去。李九明看着他的背影，垂在袖摆中的手紧攥长拳，周身魔力翻涌，竟是如何都压不下去。施主今日感觉如何？伤处可还痛？还好，伤口愈合的也差不多了。对了，和尚，我有件事想问你。何事？也没什么，不过是好奇你入夜都在做些什么。我宿在你隔壁，总是能听见些许声音。可能是诵经声吧。这些日子我一直在为修远寺的师兄弟念往生咒，音量可能大了一些，是不是扰到你了？没有，只是好奇而已。我今日不想出去了，你也早些回去歇息吧。玄若闻言点了点头，转身离去。涂炫若看着被玄若带上的房门，眼中闪过抹暗光。月上梢头，几丝云雾缥缈地缠绕在其中。涂炫若坐在窗边，托着腮望着，
与此同时，门口处传来吱呀的声响。和尚，你今日来的有些晚。晚课时间长了些，夜晚寒凉，将窗关了吧。玄若说着，便要上前动手关窗。和尚，你可还记得白日时我同你说的话？玄若的手顿了顿，避开涂炫若的眼睛，低声道：什么？涂炫若没有回答，而是抬手攥住了玄若的手腕。你不是和尚，你是谁？玄若眼神猛地一缩，沉声道：我是玄若。他从不会自称我。说，你到底是谁？假扮成和尚，到底想要做什么？是，我不是那个和尚，但是玄若，我不会伤你。而后抬袖一挥，整个人摇身一变。记住，我叫李九明，是你的夫君。这位公子，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我根本不认识你，更何况若是我成婚了，又怎么会同小和尚在一处？你又何必幻化作他的模样来见我？我不会骗你。李九明上前一步，想要伸手去触碰涂炫若。我不认识你，而且我凭什么相信你？你最好立刻离开，要不然我就叫人了。炫若，我知你不会信，若不是前些日子你受伤，我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你若实在不想看到我，我离开便是。但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这个你一定要带着。若是出了什么事，你就捏碎它，我会立刻出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的身份你不用知晓，炫若，你只要记得，我绝不会伤你。话落，李九明的身形就消散在了空气中，只有那枚玉简落在了涂炫若的手中。施主，小从明日起便要启程回灵去寺了，不知施主有何打算？玄若看着不知在想些什么的涂炫若，出声道：同你一路吧。和尚，回去之后你还会出来吗？小僧不知。施主，缘来则聚，缘去则散，万法缘生，皆系缘分，万物强求。和尚，你活了这么久，就没有什么是你舍不得的事情吗？阿弥陀佛，舍不得即是贪念、欲念、妄念。佛祖有云：得，不管我说什么，你都有一大堆的佛理，真不知道你们出家人这般执拗佛法，算不算得贪念、欲念、妄念？涂炫若说着这话，起身离去。执着佛法也是强求吗？寺门前，玄若站在门内，看着站在门外脚步不曾抬起的涂炫若，蹙了蹙眉。施主，和尚，你知道的，我最是不喜欢你们出家人张口闭口的佛祖有云，阿弥陀佛。这灵渠寺，我便不进去啦。涂炫若说着，嘴角扯出一抹笑，看得玄若心中莫名一慌。和尚，是你说的，缘来则聚，缘去则散。想来今日也是我们缘去该散之时，我走了。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人了。长安街上人来人往，吆喝叫卖声络绎不绝。涂炫若穿梭在其中，却是没了往常的欢喜心思，只觉孤寂。一壶花颜醉，酒来得很快，涂炫若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耳边是酒客的混言。不知为何，脑中忽然想起了李九明的面容，他下意识地将挂在腰间的玉简拿起，细细打量着，而后狠了狠心，掰断了它。涂炫若看着手中断裂的玉简，又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四周，自嘲一笑。他还真是傻，旁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涂炫若想着，摇摇晃晃地起身离去。炫若，涂炫若不敢置信地回身望去，正好将李九明担忧的目光看在眼中。你没事吧？是谁要伤你？抱歉啊，我以为你那日的话是假的，没想到。没关系，只要你没事就好。黎公子，你为何要对我这般？炫若，我说过的，你是我的妻。涂炫若哑然，突然不知该说什么，不知能说什么。那个和尚呢？怎么只你一人？自是回灵渠寺了，那儿才是他该去的地方。我向来无事，你可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陪你一起。涂炫若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非凡人，时间多得紧，不论你想去哪儿，我都可以陪你，也会护着你。无论何人，都不能动你。那你可否收我为徒？收你为徒？你想学法术？是，修远寺的人因我而死，我要替他们报仇。为何要报仇？为何不报仇？剩下几十条人命，我能做的只是为他们报仇而已。他们因我而死，我能做的
便是尽我所能杀了杀他们的人，替他们报仇而已。如今的他不爱自己了，如果他恢复了记忆，记起了他们之间的过往，他们还有在一起的可能吗？你不愿教我？没有，我可以教你，但是不能收你为徒。雪若，你忘了我说过的，你是我的妻。那我就当你答应了，从现在起你便开始教我吧。李九明看着他的背影，眸色温柔。好。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眨眼便是10载将过。人界某处林间，兽吼声震耳欲聋。你以为化成了兽形，我就收拾不了你了吗？紧接着便是白色光芒骤起，从妖兽头中央将一头妖兽一分为2，鲜血迸溅，走上前，弯腰拾起地上的妖珠。雪若，你说过的不会取了他性命。本来是没打算杀了他，不过后来想了想，他不知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失了多少人心，才修得此等境地。不杀了他，那些枉死的人如何心甘？涂炫若说着，将手中的妖珠扔给了李九明道：“这妖兽丑得出奇，妖珠倒是挺好看的，送你了。”如今你术法已经大成，日后你有何打算？入世10年了，我还是想到处走走。你呢？10年没回魔界，真的不要紧？李九明沉默。这些日子仙族躁动的厉害，他也确实该回去做准备。可是涂炫若，不用担心我也不是10年前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涂炫若了，我可以保护自己。我不是不喜你，只是不知为何你一靠近，我便心生烦闷。虽非我所愿，可为着我能舒服些，我还是想离你远些。轩若，那我便走了，待我处理好魔界之事，再来寻你。好啊，何时走？好啊，何时走？送你出去，我便离开。涂炫若停住了脚步，转过头看向李九明道：“我最讨厌告别，这样吧，我往前走，你往后走，谁都别回头，这样也不用说再见。”抬步离去。李九明站在原地，注视着他的背影，不曾挪动一步，直到再也望不到涂炫若的身影。哎，我说你这和尚怎么回事？我都说了，这是我的地盘，你若是要在这儿说那些个什么佛祖的，就给钱。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小僧在这讲述佛理已有多日，除去昨日你来吵闹了一番，并未说过这是你的地方。和尚。涂炫若拨开人群挤了进去，看着那个立于一旁身着袈裟身料纤直的身形，只觉得嗓中一片哑然。小和尚，真的是你啊！一别10年，他走遍了各处，除了宣扬佛法外，想的便是能不能再遇到他，阿弥陀佛，施主，又见面了。涂炫若转头看向一直站在一旁面容狠厉的妇人：“你刚刚说这儿是你的地盘？”“是啊，怎么的？”“没什么，就是……”涂炫若说着，而后猛地出手揪住他的衣襟，凑近冷声道：“本姑娘小脾气不大好，最是讨厌你这种欺善怕恶的人。既然你说这是你的地方，不如我们就去衙门走一趟，看看这地究竟是不是你的。”“你……哎，姑娘，你这是做什么？不就是个地方吗？你没用，我走就是了。”玄若站在一侧，从头到尾的看清楚，看着涂炫若的眼神也复杂了些许。“好了，小和尚，你不是要讲佛理吗？这回安静了。”涂炫若说着，而后人退到了一旁，也不打扰，就是静静的看着。这样的一幕，上一次已是10年。施主，小和尚。施主，今日佛礼已经结束了，你要往何处去？没打算，你呢？不如我与你同行吧。玄若看着涂炫若，心内叹了一口气，转身朝前走去，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心底升起的愉悦。“哎，和尚，你怎么不说话？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近些年世间出了个厉害的人物，杀了不少祸世的妖兽，你可听过？听过啊，多厉害啊！施主，那人便是你吧？你早就知道了？施主不必瞒着小僧，如何行事是施主的事，小僧也不会过多诘问。只是杀人者人恒杀之，施主还是要多加小心才是。玄若一路向前，涂炫若却是停在了原地。他从未想过玄若要跟他说的是这个。“小和尚，
停下！我还当是个什么样的妙人，竟夺了西决的命，原来是个臭丫头。涂炫若闻言，捏了个诀，将玄若保护在一旁，冷声道：“有本事就出来，装神弄鬼算什么本事？”好啊，既然你想见本座，本座出来就是。西决是我杀的，你是来寻仇的？当然不是，我们妖讲究的就是谁厉害就服从谁。你既然能杀了他，必然是他不敌你，我为何要来寻仇？那人话虽是这么说的，却不是这么做的。涂炫若抵挡着他的攻击，冷声道：“那你这是在做什么？取你的命！”女子说着，攻势愈加猛烈。涂炫若有些不敌，几招过去，竟是被掀翻在地。你到底是何人？本座是何人，你无需知晓。你只要记得，你的命是本座取的。说着，女子掌心妖力翻涌，直直地朝着涂炫若打去。炫若！涂炫若瞪着一双眼，看着狠狠砸在自己面前的玄若，浑身发冷。和尚，这般护着你，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和尚，你怎么样？小僧无碍，施主可还好？我没事。你伤到哪儿了？他看着他婆娑泪眼，终于明白这10年的愤愤难平是为了什么。那一掌，本座动用了不少妖力，你一介凡人没直接死就不错了，竟然还逞强。和尚，你骗我，你不是说出家人不打诳语的吗？是啊，出家人不打妄语。他想告诉他，他好像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他，涂炫若。可是他不能。施主，早些逃吧，好好活着，别为我报仇。和尚！涂炫若颤抖着手去触碰他了然无神的双目，可任凭他如何呼喊，他都不能浅笑地回他一句：“施主。”哼，死了？那接下来到你了。涂炫若踉跄着起身，抬袖擦去了玄若脸上的血。小和尚，你总是说一切都是命数，可我从不相信什么命数，是我害了你。说着，他看向站在不远处的女子，眼中杀意翻涌。想为她报仇，也得看你有没有。穿胸而过，女子低头看着胸口处的鞭子，神色终是郑重了起来。损魔鞭！涂炫若没有说话，只是攻了上来。被打飞，起身。涂炫若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整个人像是从血池中捞出来的一般。而那个自称本座的女子，竟也没好到哪儿去。她拭了嘴角的血，冷声道：“本座不会放过你。”下一瞬，只见她摇身一变，一只巨大的血蟒现于眼前。涂炫若眼神没有半分变化，依旧重复着之前的动作，可他终究是打不过那女子。涂炫若再也握不住损魔鞭，整个人被蛇身紧紧缠绕，蟒蛇巨口缓缓靠近。和尚，别怕，我这就来陪你了。100年后，训景仰着头看着坐在树上捧着花岩醉小口啄着的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你当真要取他性命？”他杀了玄若，我取他性命，不可吗？100年之前，他和玄若都死在那女人手上。训景来得及时，在他的身子被血蟒吞进去之前救了下来。妖又如何？训景，这10载的凡世生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妖也好，人也罢，都不能太善良。哪怕玄若自私一点，他不曾上前，他就不会死。所以，血蟒必须死。罢了，你既已想好了，我也拦不住你。妖族那边，我会替你处理。不了。杀了血蟒之后，妖族之人是要为他报仇也好，还是如何，我会一人解决，就不劳烦你了。涂炫若说着，从树上跳了下来，将酒壶抛给训景，转身欲走。那李九明呢？你打算如何？我念他救过我，又教我术法的恩，但哪日他有什么需我帮忙的，我定不推辞。此外，我与他再无关系，却不想一转身就看到不知何时站在那的李九明。这100年来，李九明几乎日日来这祭祀他，可涂炫若没有见过他。训姐，你来客人了，我先走了。李九明看着他的背影，久久不曾回神。不知魔君陛下来此，
有何贵干？青丝。魔君陛下的话，迅景不明白。迅景，你明白的告诉我，青丝是如何产生的？我不知道。迅景收回视线，朝前走去，声色泛冷。魔君陛下，你何苦呢？他是无心之人，生不了青丝的。纵使你上了9天，寻了月老，这青丝也不过是妄。李九明紧攥着拳，狠狠地砸在树上。难道除了迅景，真的没有人知道如何生情丝吗？9天如何，月老如何，只要能叫寻洛生情丝，他有什么？月老。李九明猛然抬起头，看向迅景离去的地方。迅景，谢谢。李九明的身影消失在原地，迅景的身影却是从转角处走出。他静静地看着树上的拳印，眼中看不出是悲是喜。幽都之地，万鬼朝宗，忘川河水平静无波，岸边三生石万年不动。月老站在一侧，看着跪在其前的李九明道：“这便是三生石，魔君陛下自己寻吧。”1遍、2遍、3遍。李九明红着一双眼，看着他名字旁空洞的石板，泪水倏然而下。魔君陛下，小老儿说过的，无心之人。魔君。只见李九明手中的魔剑陡然出鞘，竟是要朝三生石砍去。放开！哎，魔君陛下，魔君陛下呀，这上面没有名字，你便是砍了他的也没用啊。月老紧紧抱着李九明不敢松手，生怕一个疏忽，三生石就没了。李九明浑身魔气暴涨，直接将月老掀飞出去，而后提剑走进三生石，看着他名字后的空无，握着剑的手紧了紧，随即抬起，剑尖抵着三生石壁，一笔一笔的画下，可是没有用，三生石上不见分毫改变，甚至连痕迹都不曾出现。李九明似是发泄般的喊着，甚至将手中的魔剑扔进了忘川河中，搅得旗下亡魂躁动。李九明的身子有些摇晃，似是站不稳一般。月老看着这一幕，心中叹然：世间自是有情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魔君陛下，您没事吧？月老，你说无心之人没有情丝，那若是他有了心，是不是就能生情丝了？万把年前，他将人伤成那般，好不容易活了过来，不爱了，结果眼前这位又开始折腾了。月老只觉得那时候他就该狠心些，他俩的红线要断不断，就该直接剪了的。可这话他也不过在心里想想罢了。魔君陛下，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可事儿不是这么做的呀。一般的人心，那位怕是也不能要吧？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李九明纵身一跃，竟是直接跳进了忘川河中。忘川河下尽是冤魂，不管是鬼是仙是妖是魔，跳进其中无异于自寻死路。而李九明如今这般，月老怎能不怕？他一步一步地走着，一眼一眼地瞧着，终是在那数不清的亡魂之中，将当初死于他剑下的9尾狐族人亡魂一个一个地捞了起来。李九明茫然地看着手中的亡魂，却怎么也寻不到涂山旗，差一个便是失败。李九明紧抿着唇，将手中的亡魂尽数交给月老，而后转身重新走向忘川河。月老看着手中的亡魂，又抬头看向河中鲜血淋漓、魔气翻滚的李九明，叹了口气：魔君陛下，回来吧，狐帝的亡魂不在这儿。你什么意思？不在这儿？在哪儿？狐帝的魂体早就消散了，这是他唯一留下的东西。李九明飞身出来，拿过月老手中的物石，眯了眯眼，诧异道：神灵石。魔君陛下好眼力，确实是神灵石。狐帝陨灭之际将它交予小老儿，本意是想借我之手交予帝姬，不过万年前小老儿忙于琐事，等空出手来，帝姬已经是身陨了。月老何时离开的？李九明不知道，他紧握着神灵石，神色是从未有过的坚定。雪若，我一定会让你重新爱上我。魔界熔岩谷，自幽都离开之后，李九明便直接回了这里。他站在鼎炉前，透过外壁看着在火中漂浮的坚硬的神灵石，深吸了一口气，抬手出掌，掌心魔力翻涌，尽数朝着鼎炉而去。时间缓缓而过，李九明的额角冒出细密的汗，他却丝毫不敢松懈，眼都不敢眨地盯着鼎炉。迅景寻来时，已是81个时辰过去，他刚走近，就被其中的热气冲得一晃。阿离，
指尖绝咒清凝，将其中的晦气清了个干净。指尖绝咒清凝，将其中的晦气清了个干净。便瞧见李九明坐在地上，苍白着一张脸，却是看着手中的物时，嘴角含笑。你在做什么？迅景走上前，看着他手中的东西愣了愣。你真要如此做？李九明闻言没说话，晃晃悠悠地起了身，目光一直落在掌中之物上，轻声道：这是唯一的办法，不是吗？而且迅景，你不是也一早便打算好了，才会让我去寻月老的吗？迅景闻言脸色一僵，没有说话。既如此，你如今又何必来问？李九明甩开迅景的手，抬步走了出去。他身后，迅景的脸色在逆光中晦暗难明。妖界天雪山，涂炫若倚着冰树枝桠，眯着眼看着天边凝结的黑云，神色冰冷。怪不得这些日子没有声响，原是躲这儿渡劫来了。他跳下冰树，一步一步地朝着山顶而去，一步一步地朝着山顶而去。脚下缩地成尺，不过几息，涂炫若便到了山顶。他没有动作，而是看着那个长发白衣的女子不断闪退，避让着雷劫，好不狼狈。100年前不是很厉害吗？怎么如今这般无用，连个雷劫都渡得如此狼狈？那女子闻声吓了一跳，连雷劫都没躲过，硬生生地打在身上，劈得她浑身发焦。你怎么在这儿？看来你的记性不大好啊，这才不过100年，就将我的话给忘了。我说过的，我会杀了你。一道重雷随着涂炫若的话落，狠狠地劈在了雪蟒的身上。雪蟒被劈出了原形，在雪地上翻滚。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支持你，放过我好不好？雪蟒，我今日不会放过你。话落，涂炫若手腕翻转，泛着白光的损魔鞭狠狠甩向雪蟒，落在其身，留下一道焦黑的鞭痕。雪蟒疼得翻滚，终究还是不甘这般赴死，蟒身一缩，便朝着涂炫若所在的地上冲了过去。涂炫若沉寂地看着他，而后脚尖轻点，迎了上去。一人一蟒缠斗在一起，白光银光交错。可身负重伤的雪蟒终究是敌不过涂炫若，几息之后，整条蟒身直接被甩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他睁着眼，死死地盯着雪雾中慢慢走来的涂炫若，却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是不是很不甘心？你可知，那日的我与今日的你是同等的心情。那一日，他眼睁睁地看着玄若因他而死，却不能救他，甚至连报仇都做不到。我不会动你魂魄，只是记得，下一日眼睛擦亮些，别再动不该动的人。涂炫若低声说着，缓缓伸出手，直接破开了雪蟒的头，将妖珠取了出来。满手鲜血，妖珠却银光万丈，光洁非常。涂炫若看着倒在地上毫无声息的雪蟒尸体，又抬头看了看头顶散去的黑云，转身离去。魔界祭祀塔，迅景看着脚步匆匆闯进来的涂炫若，沉静地啄了杯茶。走吧。我有事问你。我知你想问什么，也知你从何处来，但抱歉，玄若，我不能告知。为何？这是你所愿。你的意思是我自己要将那段记忆忘掉的？迅景不可置否，涂炫若得到答案，陷入了沉默。他不知道过往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导致他选择抽离那些记忆。他唯一能确认的，就是那些记忆定然不是他能承受的。那迅景，我现在到底是什么？神。什么？还记得我交予你的那株黑莲吗？黑莲一体双生，除却你手中的那一株，另一株万年前我用掉了，也就是你如今这副身子，这也是你无心的原因。涂炫若看着自己纤细的手掌，却无半分喜悦，因为这个神位付出的代价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肉身尽毁，寄生黑莲才能活过来？如果我说我想将记忆找回来呢？找不回来。为何？且不说你无心，便是忆起往昔，也不过如听闻旁人之事，不过多惹烦恼。当初你抽离记忆时，便同我说过，你已经决定抛去那一段记忆，便不会再想着找回来。如果有一日你恢复了记忆，那只能是你神运之事。曾经的他原来是这般狠辣之人吗？又或者说，那段记忆于他而言，比自此消弭于天地还可怕？迅景，既然他不想我知道，那我便不问了。你不好奇？好奇又如何？
你也说了，我是无心之人，那些事便是知晓了也无用，而且我该知道的，你不是都告诉我了？我要去人界一趟，归期未定。那人上一世本该是修成正果的，因着你的缘故犯了戒，还需7世方可得西天上位。你这次去，莫要透露了身份，就算是那人有些劫难，你不准插手。但若实在瞧不惯，事后你做什么，我不会拦着。孩儿自幼便跟着祖母研习经文，你们从未多言半句。如今剃度皈依佛门，也是最合适孩儿的一条路，你们为何就不允呢？胡言乱语！我和你娘将你养这么大，是让你传宗接代。你想出家可以，等我死了，你爱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活着，你想都别想。男人甩袖离去。我的儿啊，你自幼娇生惯养，那清苦的和尚，你做不得的。听娘的话，别再惹你爹生气了。明儿，娘便找媒婆给你介绍门亲事，就当娘求你了。你当真这般想要出家？玄若被吓了一跳，惊愕地看着涂玄若，愣是说不出话来。别怕，我不会害你。不过你当真想要出家？要知道寺庙清苦，除却经文古佛更是无缺，哪有这尘世百变？姑娘这话说的不对，经文上写着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心在古佛，留在这尘世也不过是蹉跎岁月，为何不早早皈依佛门，研习经文，传扬佛法啊？你还真是一点没变。看着他疑惑的目光，涂玄若直了直身子，将袖中那颗血蟒的妖珠放在了他面前。这是一个害人妖物的妖珠，你与我有缘，这物时便交于你，若日后发生何事，也可救你一命。涂玄若说着，起身便要离开。等一下，怎么了？你究竟是何人？还有，无功不受禄，这东西我不能要。看着手中重量，我说了，不过与你有缘罢了。玄若闻言，却是执拗的不肯将妖珠收下。罢了，既然你不愿，我也不强求。涂玄若说着，走回桌边坐下。你曾帮过我，我是来报恩的。你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姑娘，你寻错人了吧？我并未见过你。没有，就是你。你不记得也是应该，毕竟这是上一世的事情。涂玄若说着，看着他犹疑的神色，解释道：你既然精通佛理，必然相信因果报应，上一世的因，这一世的果，所以你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在下并无事情要姑娘帮忙。出家人不打诳语，虽说你还未出家，但是满口谎言也是要不得的吧？姑娘何出此言？你想出家，你父母不允，这件事你难道不烦闷，不需我帮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出家无法侍奉父母，视为不孝。如今令父母为我忧心，更是不孝。我唯一担忧的是父母的身子。那你要放弃出家吗？不，身在红尘中，心在菩提里。只要我一心向佛，即使身处红尘，心自清明。涂玄若看着说这话的玄若，只觉得他的眼中俱是他不曾见过的光彩。倏尔，他在心中下了个决定。今日不早了，你早些休息吧，改日我再来寻你。而后手指掐诀，身影消失在玄若眼前。魔界祭祀塔，涂玄若从人界回来，刚刚来到祭祀塔前，就看到了守在那的李九明，视若无睹地越过他，朝着祭祀塔其中而去。玄若，我有件东西要送与你。我不会收，魔君陛下还是拿回去吧。说完，涂玄若便继续朝里走去。玄若，碗翻转，一颗闪着流光的形似湖心的石头便显露在他眼前。魔君陛下，这是何意？玄若，我问了月老，他说无心之人是不能产生情丝的。纵使你在人间经历百世，体会遍了七情六欲，但你回归真身之时，也不过是有那段记忆而已。这是由生灵石炼成的湖心，你炼化了它，便有了心，便可以产生情丝了。魔君陛下，你将这东西给我，是想要什么？玄若，我什么都不求，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至少我所做的一切不会是无用之功。将那颗心拿在了手中，仔细打量了几番后，又扔回了他手中。魔君陛下，你真是好打算，不过可惜我现在活得挺好，这颗心于我来说并无用处。涂玄若说完，转身便走。李九明站在他身后，眼中光芒泯灭，止于一片荒凉。祭祀塔，涂玄若进来时，训景正在占卜，他没有出声，只是看着他的背影，不知在想些什么。你在想什么？刚刚在塔前，我见到李九明了。那颗心，你见着了？你知道？哼，知道又如何？这世间的事，有什么是我不知晓的？那颗心是神灵石所造，能为万物所用。纵使你是黑莲化身，若有它为心，也是不错的。
你的话没说完，你想说什么？但李九明，你必须离他远远的，绝对不能爱上他。为何？我同李九明过去到底发生过什么？我说过，你与他之间的事我不会说，你只需记得，忘却你与他的过往，是你自己做的决定。迅景说着，上前一步。你可以爱上任何人，但绝技不能是他。涂炫若被迅景眼中的执拗吓得后退一步，迅景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的逾矩，眼神闪了闪，拉开了两人的距离。你来寻我，应该不只是为了这个吧？还有何事？我打算回青丘了。何时走？本是打算同你说一声便回去的，却没想到遇到了李九明。迅景，不管如何，这段时日都谢谢你。日后你若是有事，便来青丘寻我。这是玄蟒妖珠，本是打算给小和尚的，他不收，我留着也无甚用处。你拿着照亮吧。抬头看着涂炫若缓缓走出的背影，眸色悲切。炫若，你可知刚刚我正步的是何时？我该要如何才能护住你？魔族宫殿，守在殿前的魔士瞧到涂炫若的身影，都有些发愣。李九明呢？回魔后殿下的话，魔君正在正殿议事。魔后吗？看来他和李九明过往还真的是有不少的牵扯。涂炫若抬步朝着正殿而去。魔宫正殿，本君让你们驻守仙魔交汇之地，如今仙界大兵已经压境，你们却无一人知晓，是不是要等到仙族打过来，你们才能看到？陛下息怒！李九明看着跪倒在地的魔族大臣，只觉得烦躁。旭阳，你现在便前往仙魔交汇之地，若有仙族之人敢踏入魔族，杀无赦。是陛下。却在转身时，被站在殿门处的人影吓了一跳。涂炫若。而高坐在上的李九明抬头看到涂炫若时，更是怔愣。我此番来是来寻魔君陛下的。既如此，那我们便先退下了。不过几息，殿内便只剩下了李九明和涂炫若两人。炫若，你来寻我，可是为了那狐星？魔君陛下，我与你之间到底是何关系？夫妻。你灭了青丘一族，我为何要嫁与你？是啊，当初的涂炫若是为了什么呢？除了爱他，还能是为了什么？可那时的他看不清自己的心，还将他所做的一切看作是虚伪假象。魔君陛下，狐心拿来。炫若，你可是愿给我一个机会了？魔君陛下，我虽不记得过去种种，可我了解我自己，若非是伤透了心，我怎会甘愿将记忆尽数抛却，只为了与你再无牵扯？炫若。李九明听着他口中的言语，只觉得一颗心犹如万箭穿心，痛苦难耐。当然，狐心在魔君陛下手中，给或者不给，全在魔君度量。若不将狐心给他，他纵使做尽了一切，涂炫若也断无再爱上他的可能。他纵使做尽了一切，涂炫若也断无再爱上他的可能。可若将狐心给他，他又怕极了他会爱上别人。万年前涂炫若能爱上他，万年后他就不信他追不回他，便是穷极一生，他也要将他带回自己身边。给。他看了他一眼，才缓缓伸出手，将狐心拿在了手中。魔君就不怕人物两失？炫若，我不求别的，哪怕你不会爱上我，我只希望你别连挽回的机会都不给我。四目相对，涂炫若蓦然转头，闪身离去。涂炫若寻至玄若府邸，看着刻在灵府二字的牌匾周围的白灵，涂炫若却好像感知到了什么。刚进府，入耳便是声声啜泣。涂炫若站在当中，看着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妇人趴伏在棺椁上，神色悲戚。而玄若此时则跪在一旁，双目赤红，面色灰败。涂炫若没有掩去身形，直直走进了灵堂。节哀。父亲死了，被我气死的。父亲身子一向康健，若非我执意皈依佛门，惹得他心火大怒，怎会？佛家不是一向讲求因果缘法吗？如今不过是你与你父亲之间缘尽了而已。而后抬步上前，将哭得浑身发抖的妇人扶了起来。夫人请节哀，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灵府还得靠您才是。你还是要出家吗？是。好，你去吧。出了这个门，你就再也不是我的儿子，也不再是林家的人。鸣钟阵阵，香烟渺渺，剃刀划过，发丝尽断。涂炫若看着眼前恢复了记忆中形象的玄若，心头是说不出的怅然。若是没有他，他上一世就该修成正果的，却因着他平白累了7世。阿弥陀佛，多谢施主引路之恩。施主要往何处去？去，就此拜别，望果大师。小和尚，
再见了。两世相识，涂迅若终于是行了个佛礼，转身离去。魔界祭祀塔，这发生了何事？为何大门会紧闭？前些日子大巫做法占卜，便将祭祀塔的门关上了，谁都不准进。里面是什么情况，小的也不知啊。昨日魔君前来，也被挡在了外面。占卜世事，绝不至于这么些日子还未出关，除非他占卜的是他不该知晓之事。涂迅若眼神一凛，当即便要作势闯进去。迅若，紧接着涂迅若便感觉腰间一紧，冲势停住。你做什么？将腰间的魔力停断，神色不渝地看着李九。迅即下了禁止，硬闯祭祀塔者必饮9天雷法。你是疯了吗？我知道。那你还如此莽撞？迅锦的能力你比我更清楚，如今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你就不怕他出什么事？正是因为我清楚，所以我能确信他无事。魔君陛下想必也该知道，迅锦此番闭关是为了占卜何事了。是，仙界重兵压境，大战一触即发。迅锦此番正是为了仙魔大战做准备。魔君陛下还真是物尽其用，为了魔界，连迅锦的性命都不顾。圣灵石，你炼化了？托魔君的福，迅若也算是有了颗心。扔在6界中，也不那般扎眼了，倒是苦了魔君。为了将这神灵石炼化成狐心，甚至亲深入网传，将青丘一族的亡魂都收敛了回来。魔君放心，迅若身为青丘狐族，既然万年前不曾做出什么事，如今也断不会对魔族做出什么事。是也，魔君不必再次看着。你明知我不是，知又如何？不知又如何？我早就同魔君说过，即使炼化这颗狐心，我也不会爱上你。灭族之仇，迅若可以不报，却不能忘。迅若，过往种种是我的错，我不知该如何补偿。但从今以后，我只会护着你，不会再伤你一分一毫。涂迅若闻言没甚反应，只是静静地看着祭祀塔的大门。半个时辰后，祭祀塔上方凝结起层层阴郁的厚云。半个时辰后，祭祀塔上方凝结起层层阴郁的厚云。涂迅若紧抿着唇，看着其中落下的重雷，神色不明。直到第9道重雷落下，厚云依旧没有散去的迹象，他倏然转头看向李九明：“你究竟让迅锦推演了什么？”9道重雷已经是巫族占卜的重罚，可如今9道重雷已过，黑云依旧不散。李九明闻言也是紧盯着厚云，神色难辨。迅锦入关确实为了仙魔大战之时做占卜，而看如今这厚云的程度，迅锦明显做了些天道不容的推演。又是2道重雷落下，11道了。看着云中酝酿了许久都不曾落下的重雷，脚尖轻点，竟是直接迎了上去。晚间微转，损魔鞭立现。与此同时，重雷砸下，与损魔鞭相交，2道白光自魔界空中乍现，晃得人睁不开眼。而这一击之后，天上的厚云也渐渐散去。涂迅若的身影自天而降，损魔鞭消弭在掌心。他侧目看了眼李九明，转身推开了祭祀塔的大门，走了进去。而在他进去之后，祭祀塔的大门再次关闭。李九明看着紧闭的大门，眸色难辨，看着跪坐在软垫上神色清淡的身影，涂迅若松了口气：“你可有事？”迅锦没有回答，只是整理着桌案上的占卜用具，沉声道：“我能有什么事？倒是我小瞧了青丘地基，竟是以肉身与雷法作对，真是让迅锦开了眼界。若不是你闭关多日，再加上雷劫深重，我何至于此？”这么看来，倒是迅锦的错。雷的地基如此，那迅锦在这儿给地基赔不是了。迅锦，你这是作甚？我知晓刚才是我托大了，但我这不是没事吗？倒是你，李九明究竟叫你推演了何事，累得你如此虚弱？拖着手臂的力量不重，却很稳。迅锦侧头看着涂迅若袖口处露出的如藕般玉洁的手腕，闭了眼道：“迅若，放手。”你这般虚弱，我怎么放手？我无事，你松开。迅锦的话消音在涂迅若接下来的动作中，甚至惊得他连掩藏都来不及，直直地将人推开。迅锦，男女授受不亲，迅若，日后还是要避讳些的。抱歉，是我逾矩了。一会儿叫药魔给你瞧瞧，你这次替我扛了雷法，日后怕是会坏了姻缘。等过些日子，我好些替你推演日后之事，还了你机缘，省得日后出事。不用了，一道雷法而已。涂迅若择了个位置坐下，看着迅锦道：“万年前你救了我，还给了我一副这般好的身子，这次便当我还了你的情。”你这算盘打得倒是好啊。你之前究竟在推演什么？李九明说是仙魔大战之事，可若仅此而已，你绝不至于引来那般重的雷法。没什么，只是推演时出了些差错而已。迅姐，我们算是朋友吗？
他诧异地看着涂炫若。按你说的，我沉睡了万年，醒来的第一眼见到的就是你，我剩下的记忆中从未出现过你。但是在看到你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让我相信你。迅景，你知道吗？你与我从来不是恩人那么简单。我是个没有心的，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些情爱到底是个什么滋味。我只知道，你不能有任何事，任何人想要伤害你都不可以。后来我入世，想要知道情爱是个什么滋味，却阴差阳错的只体会了分别之苦。再后来，我得了一颗心，全新的，什么都不曾感受过的。炫若，别说了。为什么不说？迅姐，你其实知道我想说什么吧？你知道刚刚在门外，我看着雷罚一道一道的落下，我心里是个什么想法吗？我甚至在想，若是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迅景怔然地看着涂炫若，薄唇动作了几番，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迅姐，我现在不知道情爱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你。迅景猛然闭上眼，不去看涂炫若，他无比希望涂炫若口中的不能离开，是因为他爱他，这样他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同他在一起。可是他不能。炫若，这话你我知晓便可了，以后万物不可胡说。这是我推演出来的布局，你拿出去给魔君吧。我要闭关休养几日，这些日子你若是不觉无趣，便留在祭祀塔；若是无趣，便四处走走。你沉睡了万年，6界变化甚大，出去看看也是好的。涂炫若看着眼前的信件，又看了看迅景避开的眼眸，心下微颤。想好了吗？沉默相对，涂炫若缓缓伸出手，拿过眼前的信件，起身离去。身后迅景看着他的背影，神色凄迷。他不是涂炫若的良人，又何必累得他尝尽那一份情伤？迅景抬手拂过嘴角的血迹，伸出手，似是想要将逆进光影中的涂炫若握于掌心。陡然间，地转天旋，目光所及之处尽是黑暗。祭祀塔的大门缓缓打开，涂炫若的身影慢慢走出。这是你要的东西。迅景大巫要闭关，这些时日，还请魔君勿来叨扰，将信件扔给李九明，人便朝着远处走去，跟上前去。你怎么了？魔君的话，炫若不懂。若无事，炫若便回青丘了。许久未曾去过青丘了，不如我陪你前去。回身看着李九明道：“仙魔大战在即，魔君不想着如何抵御仙界重兵，何苦非要跟着我？仙族何足畏惧？炫若，我的心意你明白的。那魔君陛下大可消了这份心思。炫若对你口中的情爱不感兴趣，即使起了兴趣，也断不会同一个灭族仇人在一处。既然你不愿意听这般话，以后我不说便是。我们大可像在人间一般，我只是陪着你，什么都不会做，如何？”迅景避让开的眼眸，此刻在回忆中同此时李九明不闪不避的双眸合在一起，让他心头有些难受。不用了，魔君陛下还是在魔界待着吧。这万一要是因为炫若的缘故受了伤，导致仙魔大战出了差错，炫若可担待不起。抬步走进荆棘林，看着灰暗不明的前路，不知为何脑中忽地浮起一种景象，恍若以前他也曾走过这里。李九明跟在他身后，却见涂炫若的整个身子朝后倒去，而那后面是一整片的荆棘林。炫若，人垫在涂炫若身下，整个人狠狠栽入荆棘林中。李九明将涂炫若紧紧地护在怀里，待两人起身时，李九明的手臂、双腿、后背、脸颊处处都是划伤，可涂炫若除了发髻有些凌乱之外，不见丝毫伤处。你没事吧？涂炫若没出声，只是看着伤口溢着血的李九明，久久未语。炫若，李九明，你莫不是忘了，我现在半神之身，即使掉进荆棘林也不会如何。这些伤于我来说根本没什么，他怎会不知？可就算他知，难道他还能看着他栽倒进去不声不语吗？涂炫若掌心微动，你因我受了伤，我帮你治好，两不相欠。涂炫若抬步离去，没再看李九明一眼。青丘，涂炫若站在青丘之巅，原来除了祭祀塔，无论他去向何处，都是孤身一人。帝姬，您老人家怎么在这儿啊？看着藏在青草中不堪清楚的小小身形，挑了挑眉道：“什么老人家？我至今不过万余岁，怎么被你叫得恍若爷爷那般的存在？”小的口误。不过，帝姬，您为何不进去啊？涂炫若坐在草地上，手指轻点，将蚂蚱精幻化成人形。不想进去，青丘狐族只剩我一人，就算回去了，也是我一人。既如此，帝姬为何不去灵山呢？当年胡帝陛下送您去灵山求学，想必您到了那儿能遇到不少熟悉的人。我求学怎么算也是万年前的事了，你怎么知道？小的笨。
在这青丘修了万年，也不过是能人语，也不知在死前能否修得大道。手指轻点，便将蚂蚱精扔进了青丘他划的禁制里。狐狸洞里的灵气比这外面不知富足了多少，我送你进去，也算是报了你引路之恩。至于能修到何等境界，就看你自己了。来者何人？青丘涂炫若前来拜会师尊。一条闪着碧光的大道自灵山殿门延至涂炫若脚下，他抬步而上，脚下触感有如实质。既已忘却，又何必来此？炫若不知该去何处。罢了，进来吧。话落，门开，涂炫若走了进去，径直向里。涂炫若刚绕过隔扇，便瞧见一个宽厚的背影盘坐在软垫之上。您便是师尊？炫若丫头，本尊在这儿等了你10600年，你终于寻来了。是炫若不好，让师尊忧心了。涂炫若跪在地上，看着那人的背影。那人闻言叹了口气，转过了身，面容也显露在炫若眼前。师尊，你这丫头经历了这般多，怎么同当初见到本尊时一般的呆愣模样？师尊说着起身走上前，而后将人扶了起来。以往你从不唤我师尊，而是青阳。涂炫若闻言一愣，原来眼前之人便是青阳仙尊吗？算了，本就傻，忘了近乎1000年记忆，岂不是更傻？训锦不知你我二人的关系，10500年前你嫁与魔族那小子之后，便再未上过灵山，更不曾同我联系。我还以为你这丫头不打算认我这师傅了。涂炫若不知自己万年前同青阳关系究竟如何，如今只能是沉默应对着。哭丧着脸做什么？师尊，我的事你知道多少？脚步微顿，复又恢复正常，朝前走着。你要是问生死之类的大事，我知晓；但若是情爱之事，我也不知。青阳乃是当世大能，想要知道何事，掐指一算便知。为何？这些日子你便在灵山多待些时日吧。过2日灵山大宴，与你一同在灵山求学的人都会过来，你的事他们知晓的比我多。青阳说着推开了一扇门。这是你在灵山求学时的住处，我留了下来，你便住在这儿吧。自己则是转身离去。涂炫若站在其中，看着眼前屋内装饰，确实有几分熟悉之感。炫若，快来这儿！炫若，九明在那儿。炫若，你救了他，为何不说？炫若，你傻不傻呀？九明，李九明吗？他同李九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他会选择忘却所有？宴会开始，青阳便带着涂炫若坐在首位，下手是灵山一行老师，再往下则是按着身份尊卑排的座次。李九明的座位赫然在老师之下，万千学子之上。总是听闻这青丘地基同阿离合离之后便没了消息，不曾想竟是躲来这灵山求师尊庇佑呀。今日乃灵山大宴，云容，是谁给你的胆子在这儿大放厥词？哼，我大放厥词？赤霄，当时在灵山的同一批学子中，谁不知道你对涂炫若生了情？只不过人家心里眼里都是阿离。万年前他们2人合离之时，你不还因着这事儿同阿离大闹了一场吗？怎么今日再见到心上人，还想着再续前缘不成？更何况我刚刚的话可有半分不对，他自己都没说话，你替他出什么头？云容，这是灵山大宴，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仙尊，当年在灵山时，您便百般护着他，如今万年已过，您还是如此。云容倒真是小瞧了他的狐媚能力，真不愧是狐狸出身。师尊，炫若睡了万年，这不起眼的人都忘得差不多了。刚说话的那位是个什么身份？灵山大宴，您还未曾开口，他便说个不停。这般不知礼数，若是叫人知晓是灵山出身，岂不是抹黑了灵山的名望？他抬手轻弹了一下涂炫若的额头，笑声道：灵山何时有这种学子？本尊怎不知晓？这话虽是对着涂炫若说的，可其中之意明显就是在告诉在场之人，从此刻起，云容便从灵山除名。新尊，云容自幼便敬仰您的大能，却不想原来您也不过一介凡夫俗子，被一个狐狸精迷得神魂颠倒。放肆！而涂炫若的眼眸也彻底的冷了下来。他站起身，缓缓走下高台。云容仙子，损魔鞭现形，而后缠上云容的脖颈。他手腕一甩，云容整个人便被扔出，狠狠地砸在了一旁的石柱上。涂
涂玄若，你竟敢对本公主动手！流光剑握于掌中，朝着涂玄若刺去。他不是你能动的。而此时的云容则是被他踩在脚下。李九明，你是要为了这个女人同我仙界开战吗？这个他钟情的男子，为了涂玄若要杀了他。仙魔开战不过早晚的问题，与玄若何干？云容，记着本君的话，没有人能动涂玄若。你不行，我不行，谁都不行。若有人伤他，本君便是倾了魔界之力，也要让那人形神俱灭，消弭天地。魔君，灵山大宴不见血，这是自古的规矩。李九明闻言眯了眯眼，却是没有收手的意思。魔君，李九明直起身，深深地看了眼青阳，而后收回脚。六界有许多传言，本君一直未曾澄清过。今日借灵山大宴，本君就说个明白。说着，他走上前，拉过涂玄若的手，深情道：本君与玄若确实合理，但本君今日把话放在这儿，只要玄若愿意，只要本君还是魔界君主，那他就永远是魔后。本君的魔后只会有他一人。玄若，回来吧。他闻声眨了眨眼，看向青阳，而后又看了眼李九明，慢慢抽回了手，一步一步走回青阳身边落座。玄若，灵山不见血，出了灵山，想做什么都随你。无论如何，本尊会护着你。除却涂玄若，没有任何人听到。涂玄若侧头看了看青阳，惊诧于他话中的维护。至于李九明，玄若，万年前你曾经踏错了一步，这一次可要想清楚了。涂玄若站在鱼池边，看着池内青阳费了不少心血从极北之地移过来的雪莲，兀自出神。玄若，你是赤霄？你还记得我？我听旭阳说你睡了万年，忘却了不少事情，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弯了弯嘴角，也不好说他其实不记得。以前在灵山求学时，你就喜欢在这儿待着，没想到万年过去了，你还是没变。云容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帮你只是不想别人那么说你，没有别的想法。不会，不管如何，刚刚还是谢谢你。是不是只有在阿离面前，你才不会如此客气？涂玄若闻言一愣。话说回来，你为何会在灵山？当年你为学成，便跟着阿离离开了灵山，仙尊发了很大的怒气，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生了很大的气。赤霄，我同师尊的关系一向如此亲近吗？不清楚，青阳仙尊行踪不定，我们这些人很难见到，你同他如何相处我也没见过。不过见今日情况，你们应当很亲近吧？你莫不是连仙尊也忘了？罢了，时候不早了，明日还要早起同师傅们入灵山虚境，早些休息吧。却不想脚步刚一动作，整个人被拉着栽入池中，身下不是冰冷的池水，反而是人参的温暖。涂玄若猛地睁开眼，刚想掐诀，却发现浑身法力竟是被封住。起身看着身下当肉垫的人时，愣了愣。李九明，你没事吧？抬手附上那人的鼻息，温润的触感喷洒在肌肤上，惹得涂玄若心神一阵战栗。知道李九明不会死，他便退了开来，打量着两人身处的地方。涂玄若还记得他此前是身处池边，然而两人现在所处估计是池中虚境，他会栽倒进来，绝对是有人想要害他。这儿应该是师尊设下的虚境，不能动用任何法力，你感觉怎么样？没什么大事。这儿竟然是他们在灵山求学时被扔进的那个虚境，若是他还记得那些往事，看着如今的场景，他会说些什么？你可知要如何出去？此乃灵山虚无之境，下山之路只有一条，只是周边凶兽出没，如今你我二人不能动用术法，根本无法应对。那要如何？难道要等着师尊寻来？两条路，我们走下去，或者明日灵山众人进来，一同出去。既如此，那便走吧。涂玄若迈开步子朝前走着，李九明跟在他身后，眼中尽是他的身影，慢慢伸出手拉住。虚无幻境这些年不知有什么，还是牵着手比较安全。涂玄若跟在他身后，手掌传来的炙热触感让他有些不习惯，可却也没有甩开李九明的手。万年前我可是来过这里。李九明闻言心中一愕，脚下一个踩空，整个人便朝着山下翻滚而去。涂玄若惊慌地看着滚落下去的李九明，忙快步追赶。他是想起什么来了吗？他为何会这般问？急促的脚步声自耳畔响起，眼前出现涂玄若担忧的面孔。你刚刚为何那般问？可是想起来了。你还有闲心问这些？你怎么样了？可有事情？
先回答我，你可是想起了什么？不曾，只是觉得这里有些眼熟，好像曾经来过。当然熟悉，当年我们都曾来过这儿。盘腿坐在他身边，不如你给我讲讲那时的事。当时的他根本就不在意涂炫若，怎会知道那时他发生了何事？只得道：我知道的不多，不过赤霄说，当时在这虚无之境，我被凶兽所伤，是你将我背出去的。也不知那时的你是如何做到的。想必曾经的我定然是爱极了你，若不然他大可将你扔下，自己出去。是啊，那时的你爱极了我。那你又做了什么，才叫他做出了忘却一切的决定？涂炫若的话就像是一把刀，狠狠地插进他的心口。所以如今的涂炫若不爱他了，甚至将他忘得一干二净。时候不早了，我们接着走吧。涂炫若没有说什么，只是站起了身。可终究是有不同了。李九明不敢伸出手去牵涂炫若，涂炫若也只是跟在他身后，中间隔了一整个身位，泾渭分明，再无瓜葛。右侧忽然传来一声兽吼，他闻声望去，赫然是一张满是腥膻气息的血盆大口。让开！涂炫若皱眉，看着横亘在两人之间的庞大身躯，眉头紧皱。独角狮鹫，虚无幻境中最恐怖的存在。我们打不过，先躲开再说。涂炫若应了一声，转身朝着一旁的树林跑去。李九明也是一样，可独角狮鹫不知为何一直跟在涂炫若身后，紧追不放。炫若，回来！李九明高声叫着，而后疾步朝着涂炫若的地方追去。李九明一个纵跃扑了过去，抱住涂炫若的身子，避开了狮鹫兽的咬噬。两人摔落在地，眼看着狮鹫兽掉转头朝着两人走来。李九明挡在涂炫若面前，神色冰冷地看着狮鹫兽。眼看着狮鹫兽就要咬了下来，忽然一道剑光闪过，只见狮鹫兽的身体僵直了一瞬，轰然倒塌。而后青阳仙尊的身影便从后走了出来。师尊！涂炫若看着走来的青阳，不知为何升腾起了几分危险的感觉，转瞬却又消失了干净。青阳没看涂炫若，倒是皱着眉扫了两眼李九明，转身冷声道：跟我出来。三人沉默地走出了虚无之境。李九明被青阳打发走了，只有涂炫若站在屋内。想说什么便说。师尊，你怎会那么巧的在那时去了虚无之境？谁跟你说？本尊才去的。拎出一个药瓶扔向了涂炫若道：看了你们半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一个半神之体，一个魔界尊主，差点陨身在狮鹫兽口中，说出去本尊都觉得丢人。那不是虚无之境中用不了法力吗？不能用法力就不能用阵法。丫头，你睡了万年还没睡醒。涂炫若闻言一时哑然。还有，之前本尊就与你说过，凡事要小心。狮鹫兽一事，本尊就不多说什么了。可你竟大意到被人害得落进虚无之境。师尊怎么知道的？灵山发生的事，能避开我的眼吗？明日的虚无之境延后一日，这一日该如何做，你清楚的。炫若明白。行了，没事你便出去吧。涂炫若得言，转身离去。他看了眼手中的药膏，想了想，朝着院外而去。涂炫若寻来时，李九明坐在床榻之上，手中执着通镜，正交谈着什么。见到他前来，便将通镜收了起来。怎么了？这是师尊给我的药，今日在虚境中，多谢你了。炫若，你不用同我道谢。起身上前，拿过他手中的药瓶，而后便挖出一块药膏，抬手朝着涂炫若的脸而去。涂炫若下意识地避开，蹙眉看着李九明：你脸上有伤，青阳仙尊的药自然不是凡品，相比起来，还是你的伤重要些。涂炫若没有再避开，冰凉的药膏涂抹在脸上，带来丝丝的清凉。可涂炫若的心上却像是有蚂蚁噬咬一般，传来一阵细细密密、似痒似麻的感觉。云容看着这一幕，李九明眼中的深情像是一根根刺一般扎进了他的眼中。涂炫若，狮鹫兽的爪子有毒，即使半神之体也不能马虎，只要你留着，日日记得涂。说着，掌中魔力运转，手臂上的伤口一秒消失不见。都是生灵，受过的伤即使能治愈，也会伤到身子。涂炫若想要说些什么，可看着他毫不在意的样子，不知为何心中升腾起些许的烦躁。我的事就不劳魔君惦念了。翌日，云容刚打开门，便看到站在门口的涂炫若。你在这儿做什么？自是找云容仙子有事相商了。我和你没什么话好说。可步子刚迈开一步，只觉得脚踝处一阵细密的疼痛。
涂炫若，你敢伤本公主！流光剑现形，朝着脚踝处的鞭子砍去，兵器相交。灵山大宴禁止打斗，涂炫若，你是要违逆先尊的话吗？炫若自是不敢违逆师尊的话，可云容公主别忘了，这规矩是您先破的。是我将你扔进虚无之境的又如何？只能怪你学艺不精，连这点危险都感知不到。哼，那今日云容公主也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了。这般公平公正的比试，你不是照样赢不过我？赢不过你又如何？有本事你就杀了我，若不然，我定禀告父君，土变青丘，寸草不生。哼，云容公主好大的口气，左不过青丘只剩我一人，我倒是要看看，便是本地姬杀了你，天地能奈我何？涂炫若手中损魔鞭狠狠一挥，直接穿过肉身，抽在了神魂之上。一边又一边落下，云容的哀嚎充斥着整个院落。仙界的人站在院落外，看着这一幕，却是不敢上前。李九明到来之时，云容几乎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停下手，侧目看着走上前的李九明。魔君这是何意？她是天帝之女，我知晓。她若死了，天帝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不怕。雪若，别任性。他低头看着手中的损魔鞭，又看了看有些自得的云容，沉声道：“李九明，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雪若，土变青丘，寸草不生。万年前这事发生过一次，若不是本地姬知晓是何缘故，我还以为我涂氏一族满门尽灭，是仙魔两界商量好的。李九明，青丘和魔族的仇，本地姬尚未报，如今与仙界的事，你也没资格插手。损魔鞭扬起，朝着云容挥下，伸手拦下了损魔鞭，鲜血横流。涂炫若眯着眼看着他手中的鲜红，突然觉得这一幕好像曾经经历过一般，好像曾经李九明也这样站在他的对面，倾尽一生温柔地护着别人。涂炫若此时的目光看得李九明如芒在背，抬步走向前，站在涂炫若眼前，伸出手握住他手中的损魔鞭。雪若，我说了你不能动手，所以我替你。涂炫若闻言眼睫一颤，有些茫然地看着李九明。不，你不能，阿离，李九明，你不能这么做，你放了我，放了我好不好？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放过我。他钟情他万年，他却要为了他曾经不屑一顾的女人杀了他，甚至不惜同仙界开战。李九明，你根本就没有心，怪不得万年前他宁死也要离开你，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有人如此爱你。李九明握着损魔鞭的手紧了紧，而后扬起，重重落下，碎裂的魂体从肉身溢出，慢慢消散在天地之中。我说了，有我在，没人能伤害你。魔君好大的架势，看来是将灵山的规矩尽数忘了个干净。师尊，青阳横了他一眼，将他扯到了身后，看向李九明道：“他既是死在魔君手中，那天地问起，本尊可就实话实说了。本君的事，不劳仙尊思量。”而后冷然的目光扫过院落外的众人，朗声道：“既然各位瞧得清楚，日后天地问起，可别说错了话。”师尊，我……可青阳直接封了涂炫若的口，拉着人便闪身离去。莲池边，涂炫若看着神色甚是不快的青阳，抿了抿唇，开口道：“师尊，刚刚之前我同你说过什么？灵山大宴期间不准见血，若想做什么，待出了灵山随我信念。可是教训云容也是您应允的，若不然，您何必将虚境之行移到明日？可本尊没让你今日夺了他的性命，甚至连神魂都不留。事已至此，师尊若是怪罪，炫若无话可说。丫头，你应当知晓，若是今日李九明不替你担了这件事，日后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是仙族不死不灭的劫杀。我知晓，可那又如何？师尊，族人是我的底线，任何人都不得智慧。当初胡帝将你送过来，本是想借我的手收收你的性子。万年前秦丘覆灭时，我没收到别的消息，以为你懂了，却不想万年过去了，你半分都没变。师尊，我的性子一向如此。炫若无意让师尊为难，待灵山大宴结束，炫若便自行离去，以免灵山受仙界之人叨扰。罢了，事已至此，难道我偌大灵山还护不住你吗？唉，起来吧。涂炫若起身，抿唇不语，叮嘱了几句，便将人遣了出去。青阳看着关上的房门，神色暗了暗。云容死了，天帝必然大怒，你确定还要护着他？自是要护着的。
而后2天的灵山大宴平静的出奇，可暗中的人心涌动也是不露痕迹。结束那日，涂炫若跟在青阳身后，身侧是灵山众人。大道3000，各有缘法，愿诸君珍重。抱拳作揖，就此拜离。学子3三2两离去，到最后只剩青阳、涂炫若、李九明和赤霄4人。炫若，同我回魔界。青阳蹙了蹙眉，倒是没有说话，只是看向涂炫若。为何？前日训警传来消息，说有事找你，但是传音鸟寻不到你，知晓你我同在灵山大宴，便叫我带你回去。涂炫若想着，咬了咬唇，刚要开口，一道人影便闪现在4人面前。本君刚踏出灵山，天帝就到了。看来你们仙界眼线还真是不少啊。来人也就是天帝，仙界之主，名唤浩阳。仙尊，本帝为何而来，想必您心中清楚。若是灵山不想与仙界为敌，还请仙尊不要插手此事。天帝这是在威胁本尊？不敢，只是这杀女之仇，本帝必报。眼神却是看向青阳身后的涂炫若。青阳动了动身子，挡住了浩阳的视线。浩阳，杀云容的人是魔君，你可莫要寻错了人。浩阳先帝闻言，脸色沉了沉。云容是李九明杀的，没错，可他不过是替人动手而已。浩阳看着青阳身后的涂炫若，垂在宽大袖口中的手紧攥成拳。可青阳的修为早已登峰造极，即使是他，也根本无法越过他，杀了涂炫若。仙尊想好了，当真是要护着他。浩阳，本尊可没有护着魔君，这仙魔之事，本尊是万万不敢插手的。浩阳闻言沉默了一瞬，而后敛了敛神色道：是，仙尊说的没错，云容死在魔君手中，仙魔2界的事，自该是由我们来解决。李九明看着躲开浩阳重剑的李九明，舒了一口气。我还当先帝是个可尊敬的人，原来也不过是个偷袭的小人。手中浩阳剑熠熠发光，朝着李九明再次的挥了过去。李九明也毫不退缩，掌中魔力汇聚，一柄浑身泛着浓重魔气的黑剑便现于掌中，与浩阳剑相撞，铿锵相鸣，剑光闪耀。涂炫若站在一侧，看着这一幕，眉心微皱。丫头，李九明，你是如何打算的？涂炫若闻言愣了一下，落在打斗上面的心思陡然收回。师尊何故有此问？你很担心他？涂炫若一僵，而后道：云容之事毕竟因我而起，我只是什么？涂炫若的话突然消音，因为他找不到借口来开脱。生杀予夺本就是6界之中的规则，更何况一开始云容会害他，便是因为李九明而起。仙魔本就2立，他们打起来本就是早晚的事情，他有什么可担心的？青阳见涂炫若哑了声息，眼光流转看向缠斗在一起，搅得天地变色的2人，手中青光划过，灵山结界重塑，外面的人再瞧不见其中光景。一声巨响，浩阳与李九明2人朝2个方向倒飞而去。浩阳看着李九明，眼中满是深思。李九明继任魔君之位不过1万年，但却不曾想他竟是已有如此修为，而李九明则是扫了眼手中的魔剑，眉心蹙了一下。今日之事不如到此为止。青阳走上前，看着浩阳说道：仙界事务繁忙，你下来这一遭，怕是耽误了不少事，早些回去吧。仙尊所言，浩阳明白。不过浩阳也希望仙尊明白，今日浩阳罢手，不过是给仙尊面子。若日后再遇，本帝定然不会留手。浩阳说着话时，看了眼李九明，而后却是看向涂炫若。青阳脸色也沉了沉，但是依旧是含笑的。那本尊就先谢过天帝了。浩阳闻言冷哼了一声，飞身而去。李九明见状，手中漆黑魔剑也收了起来。丫头，你送送他们吧，灵山还有些事要处理，本尊便先回去了。青阳说着转身离去。涂炫若侧头看着青阳离去的背影，而后转头看向李九明。我没事，李九明。涂炫若下意识的伸手将人扶住，眉心紧皱在一起。怎么回事？可是刚刚受了伤？抬袖抹掉嘴边的鲜血，摇了摇头。我没事，你也不必迁就，至少与浩阳无关。涂炫若闻言抿了抿唇，倒是站在一旁的赤霄若有所思地看着李九明的手，想要说的话在他冷峭的目光中咽了回去。我送你回魔界。涂炫若说着结了个咒印，便扶着人走进了通道之中。魔界，你也说了，不过一把武器而已，
身为魔族之物，若是连我都不能驾驭，它留在世界的意义何在？萱姐，我没事，不过有些不习惯而已。李九明说着，慢慢坐起身子，低头看了眼手掌。当年夫君留下他，本就是望着我能将他炼化，为魔族所用。我不过是在完成夫君的遗愿而已。你为了他的死，覆灭了青丘，弄丢了血肉，还不够，如今还要搭上你自己的命不成？别忘了，他再如何也陨灭万年了。如今，你才是魔界君主。可若没有他，何来的我？我是魔气所化，天生应当魔界之主。可除你我之外，6界之人怎么晓得？若是没有夫君，我这个魔气所化的天命魔族早就死在幼年了，怎会有命活到现在？我劝不了你，不过日后还是少用它为妙。魔族不易修行，因在心正，他最善钻空子，你莫要小瞧了去。放心吧，你去寻轩若吧，别让他等太久了。刚刚的话，只有你我知晓。迅景闻言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外间，涂炫若倚着柱子，百无聊赖地抬头看着掩埋在云雾之中的天，兀自出神。雪若，跟我来。涂炫若回神跟上。占卜台前，迅景抬手拉过涂炫若的手，食指在他腕侧一点，引出一条血线画在镜石上，而后松开了手。涂炫若虽然不解迅景为何如此做，但也知道他在推演，不宜分神，便也压下了疑惑，等着。半炷香过去，迅景指尖颤了颤，猛地逼出一滴血，滴在了镜石上。迅景睁开眼，看着镜石，神色陡然犀利。涂炫若侧头看去，却只能看见白花花、雾茫茫的一片。迅景，这次灵山，除了云容和浩洋，你同他还发生了什么？虚无幻境，云容使的小手段。他为了救我，2个人一同栽了进去，是师尊将我们2人救出来的，还杀了独角狮鹫。你是说青阳仙尊？是。你刚刚是在推演什么？没什么，不过是替你占卜一下云容之事的吉凶，有惊无险，你该如何就如何便可。你每次推演都要用到自身的血吗？哦，一般不会用到，只是如今你位列半神，我想知道有关你的事，便只能自发。涂炫若虽觉得没有这么简单，但又说不出什么不对，只能作罢。啊，还有，日后你若无去处，便去东海，不管如何，那儿也是妖族的地界，以你如今的身份，他们不敢动你。迅景说着，而后走向后室的书架，从其上拿出一个木盒，交给了涂炫若。这是什么？涂炫若说着，打开了盒子，却在瞧见其中物件时，霎时顿住。万年前，我曾去了一趟青丘，迷狗给我的，如今给你，也算物归原主。迅景看着双目含泪的涂炫若，转了个话题。还有，日后你要寻我的话，也不必来魔界了，我要走了。去哪儿？巫族本就不是魔族的人，自然是要回妖族。仙魔大战之后，还了上界魔君的恩，我便会带着族人离去。提前与你说，只是怕到时候没有机会，平白惹你担忧。可当初不就是因为巫妖大战，你们才来到魔族的吗？迅景，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迅景抬眸看他，没有说话，四目相对，一个平静，一个疑惑。迅景率先败下阵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玄若，巫族在魔族的位置一直很尴尬，即使我心知李九明信我又如何？悠悠众口，不是那么好堵住的。更何况，若只是偏居一隅，日后你若是发生什么，我根本护不住你。只有回到妖族，得到那个位置，我才有一点点的底气。后一句话，迅景深深地埋在心里，就像是他对涂炫若的感情一样。他知道吗？不知。仙魔大战之后，我会告诉他。你既然已想好，我自然不会说些什么。以前的话依旧作数。你若是有何事需我帮忙，同我开口便是。我会记着。啊，对了，迅景，不知为何，自从炼化了神灵石之后，我脑中就会时不时地浮现起一些场景，可我再想多记起些什么，却又什么都想不起。你可知缘故？你都想起什么了？大多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就好像上次在魔族时，便觉得有些景象有些熟悉，但是又想不起那时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许是那时清除记忆之时落了些片段，你看到熟悉的场景就想起来了吧？时间差不多了，魔君也该醒了，我还有些事要处理。玄若，你过去瞧瞧吧。涂炫若闻言不疑有他，应了声，转身离去。在他的身影消失在转弯处时，迅景缓缓抬起了头，神色矛盾。他骗了他。涂炫若之所以会想起，是因为他不曾消除，不曾抽离，只是将他的记忆封印，而解除封印的唯一办法就是涂炫若生了情丝。迅景缓缓闭上眼，无奈苦笑。果然，即使重来，
涂炫若依旧还会爱上李九明。迅景如此想着，心中那个将下未下的决定，终于是慢慢沉淀了下去，生了根。灵山，青阳皱眉，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身影，神色微微泛冷。你不该来。为何不该呀？林松君。青阳站起身。青阳，不必这么大声，外面我下了禁止，偏是我们打起来，灵山的人也不会有分毫感知的。林松君说着，抬步走上前，坐在旁边的软垫之上，叹声道：多日不曾过来，怎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那丫头呢？我告诫过你，不准打她的主意。青阳啊，神魂重聚，肉身重塑，神灵始作仙，这样的人，你叫我不打他的主意，真是有些为难呐。若动了他，那便是得罪了魔族、巫族和我。林松君，你当真就不怕吗？当然怕。可是青阳啊，你懂我的，就像你对大道的执拗一般，他与我是一样的。你是在走歪路，已经走了数万年了。青阳，万年前你不曾劝着我，万年后亦然。更何况，青阳啊，你就不想要黑莲吗？青阳闻言，面容一僵，陡然看向林松君。哼，别这么瞧着我。万年前，你为着胡心对那丫头好到灵山万千学子眼红；万年后，为了那株黑莲，你又有何不能与我合作的？再者，你若真的是过不去县里那道关，你便当作是我逼你的，如何呀？良久，青阳荒凉一笑，像是放弃了什么一般，摔坐在椅子上，闭上了眼。哼，你想让我做什么？仙魔大战之后，无论谁胜谁负，李九明都会忙于魔族之事。我要你在那时把涂炫若带去我那里。好，还有吗？没了。青阳啊，别想太多，规则如此。林松君说着，起身朝外走去。出了灵山，林松君站在山脚下，转头看着半空中的大殿，嘴角微勾。县君，回来了。是，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好了。看来当日没按着李九明的意思杀了你，还真是个不错的决定啊！县君饶命之恩，汉亚不敢忘。既已经办好，那之前擅自逃离的事，本君就不与你计较了。从明日起，你便去仙界，在本君没有命令之前，不准妄动。是，县君。仙魔大战打响的猝不及防，仙界率先出兵，打的则是为云容报仇的旗子，打得天翻地覆，仙力与魔力翻涌，以至于那些时日，幽都的鬼差工作量都增大不少。不过好在时日不多，只消10日，这场大战便因为迅锦的未卜先知而结束。结果自然是魔界大胜，仙界败北。不过不管是李九明还是浩洋，在这场战争中好像说好了一般，都不曾出手。魔界虚阳领兵，而仙界则是浩洋最为倚重的仙将叶鸾。涂炫若站在祭祀塔内，看着神情都没什么变化的迅锦和李九明，轻咳了一声道：既然已经说开了，那迅锦打算何时带着巫族众人离去？迅锦，你可想好了，一旦巫族离开魔界，届时即使妖族不接受巫族的回归，魔界你们也是回不来的。迅锦闻言点了点头，他自是想好了，已经想了100年。既然你都已考量好，我没什么说的。只是迅锦，妖界疆界不算小，你打算去何处？东海。可李九明闻言却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看了眼涂炫若。你这般走是拿巫族做赌注，孤注一掷，你就不怕赌输吗？不怕，输与赢不过是旁人恒定，我只求心安。迅锦说着站起了身。不论如何，这些年还是要谢谢你，魔君，日后再见怕就是敌人了。李九明闻言沉默了一瞬，而后抬手拍了拍迅锦的肩，转身离去。涂炫若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迅锦落在他背后的目光，有些犹疑。炫若，替我去陪陪他吧，这件事是我对不住他。涂炫若闻言，脚步只是略微一踟蹰，便跟上了李九明的身影。魔界断崖边，李九明迎风而立，满身肃杀之气。涂炫若看着只觉得浑身发冷，可他好像浑然未觉一般，只是闭着眼，不知在想些什么。你没事吧？问着。没事。涂炫若抿了抿唇，走上前。迅锦在做他觉得正确的事，若非必要，想必他也不愿离开这里。我知道，可是炫若，我并不想在你口中听到为他辩解的话。眼中是奔涌的情意。涂炫若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蹙了蹙眉。万年前的事，你尽数忘却，忘记了我这个人，也忘记了你爱我这件事。可我不觉得遗憾，甚至庆幸。我不知道，有朝一日你想起过往的一切，会不会做出同万年前一样的选择？可无论如何，在我看清自己的心之后，
我不想就这么放开你，甚至不想看到你为了别的男人做任何事。我爱你，我想同你在一处。所以玄若，无论万年前发生过什么，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让我们重新开始，忘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重新来过。涂炫若沉默地看着他，不曾开口说只言片语。李九明眼中的希冀随着时间的离去慢慢熄灭。李九明，我给不了你答案。事实上，我没有那些记忆，我不知道你爱的是曾经那个爱你的我，还是发现你爱上我之后的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李九明闻言愣了一下，皱了皱眉，想要辩驳。虽然我的脑海中总是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要同你扯上关系，不要再爱上你，但是不知道为何，我还是想说，李九明，我并不讨厌你，但是说真的，我没有办法爱上你，因为现在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涂炫若的话让李九明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有些摸不着头脑。可是看着他眼中的清亮，又好像明白了什么，他倏然伸手将人揽入怀中，紧紧抱住。炫若，我可以的，我等你爱上我。鼻尖充斥着李九明的气息，不知为何，他却有一种想要流泪的冲动。迅景离开那日，李九明没有到场，只有涂炫若一人。祭祀塔一如既往的人迹罕至，涂炫若站在门前，看着浅笑的迅景，轻声道：“当初你说我若是不想回青丘，便去东海，我还在想你为何会那般说。现在看来，这东海我是必去不可了。”是啊，你若是不来啊，我就得去青丘寻你了。你不打算去见见他？涂炫若扬了扬下颚，朝着魔宫的方向。迅景望去，而后收回了视线，摇了摇头道：“不了，该见面的时候自然会见到。不过炫若，你可想好了，你们过去……”迅景，你也说过了，那是过去。虽然我不知道过往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既然那般爱他，我与他总归是深刻的。迅景闻言，一张薄唇张了又合，终是没有说什么，只是道：“希望你想起一切时不会后悔。”我也希望。好了，时辰到了，走吧。迅景点了点头，看了眼身后沉默的巫族众人，抬手结了咒印，闪身离去。涂炫若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不见，眼角的笑淡了淡。走了。涂炫若转头看去，没瞧见人影。涂炫若没有回话，而是飞身朝着魔宫而去。仙魔大战之后，李九明一直很忙，整日地处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涂炫若寻来的时候，他也正拿着笔墨批阅着奏折。涂炫若走上前，想了想，开口道：“我也要走了。”青丘？不是，师尊昨日传来消息，让我回灵山，说有事相商。青阳仙尊？是，我问了他何事，不过传音鸟不太方便，他执意让我走一趟。我陪你。别了，你不是还有事务要处理？我一个人便可。李九明闻言，挫败地看了眼桌案上呈落的奏折，头一次觉得魔君这个位子该换个人坐。既如此，那你小心，若是见着仙气之人，别同我说。放心，我一人可以的。涂炫若无奈一笑，李九明总是太过担心他，甚至忘了他如今是半神之体，只是不要对上浩洋这样的人物，根本不会落入下乘。待我处理完这些事，便去灵山寻你。涂炫若点了点头，闪身离去。灵山脚下一片寂静，涂炫若踏步而上。往日灵山也没有什么喧嚣，可不知为何今日静得出奇。涂炫若一步一步朝着灵山大殿而去，一路上竟是一个人都不曾看到。走进后室，看着坐在软垫上打坐的青阳，涂炫若提了一路的心，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师尊，您要我来所谓何事？涂炫若的目光落在一动不动的青阳身上，眉心微蹙。师尊？可是青阳依旧是那副样子，坐在那里不曾动作。涂炫若心中一凛，忙走上前，却在步子刚踏出的那一步突觉不对。可待他要往后撤时，脚下阵法已成。他蹙眉看着脚下的困阵，而后抬眸看向不知何时睁开眼的青阳，满心不可置信。师尊这是何意？丫头，再睁眼时也不知到了何处。涂炫若自石床上坐起身，打量着周遭的环境，而此时洞府外，青阳与林松君相对而立，气氛有些紧张。青阳，你不觉得这时再来阻止我有些晚了吗？你没说过要将丫头变成傀儡？傀儡不好吗？这样她还活着，你也没有害死她，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呀？你炼制的傀儡不在少数，不差这一个。哼，那怎么能一样呢？一般重塑的魂体都很脆弱，可她不同，甚至要比万年前她本身的魂体还要牢固，我怎么能不感兴趣呢？林松君，哼，青阳，我要做的事你阻拦不了，若是你不想要黑莲了，那便滚出去，别扰了我的好事。
林松君说着，挥了挥衣袖，转身走进了洞府。青阳与他的亲近，他怀疑过，却不曾想，原来他是为着黑莲如此。涂炫若低头看了看掌心那抹黑莲印记，神情微动。那是训景给他的黑莲分珠，本是想将他同隼魔鞭一同炼化，可惜一直没有时间，拖到了现在。攥了攥掌心，脚步声渐响。涂炫若抬头看向林松君，神色冰冷。这洞府下了禁制，除了我，任何人都无法动用术法，纵使李九明来了也是一样。常听闻林松君的大名，竟不想见面是这般情景。而后看了眼他身后走进来的青阳，眼神一变。哼，是啊，本君也是没想到。要知道万年前李九明将汉亚送到本君这儿时，神色可不是一般的焦急呀。汉亚，涂炫若皱了皱眉，从记忆深处挖出了那个他醒来后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子。不过于现在的涂炫若来说，她不过是个陌生人而已。师尊没什么要同我说的吗？丫头，我同青阳的话，想必刚刚你也听见了。不是青阳不帮你，涂炫若实在是你太过不同了。那林松君打算何时动手？你不怕？怕有用吗？林松君沉默。涂炫若动了动身子，从石板上走了下来，低头看了眼手腕，轻声道：不过就是不知林松君会不会怕了。哼，本君有何可怕？哼，你不敢直接动手掳我，只能借青阳仙尊的手将我带来此地，为的难道不是避开李九明的耳目，不想被他知晓背后之人是你吗？好伶俐的口齿啊！可惜你说错了，李九明于本君而言有何可怕？不过是个几万岁的小辈而已。小辈？林松君，若是真打起来，你未必是他的对手吧？你想激怒我？杜航，放手！林松君扫了青阳一眼，狠厉地看了眼涂炫若，松开了手。盯着青阳关切的目光，涂炫若只觉得可笑。他并未看青阳，目光游离在林松君身上，一直到他们二人离去。魔界，李九明看着再次断掉的传音术，脸上愈发的冷峻。来人，魔君，去查灵山发生了何事，还有炫若现如今在何处。而后走出了大殿，直奔东海而去。东海禁地，李九明刚刚踏进，便瞧见了横亘在其中的一副冰棺。你来了。训景不知从何处走出来，站在他身侧，顺着他的视线看向冰棺。那是炫若之前养魂用的，我带着巫族人回来后，便自请来了这儿。不管如何，我在这儿待了万年，总是熟悉许多的。李九明闻言收回了视线，那是他错过的万年。我今日来意，想必你应是清楚的。但很可惜，炫若在何处，我推演不到，只能知道他有惊无险，无性命之余。为何推演不到？李九明，我是大巫不错，可终归是要受天道摆布。他不想我知道的事，我便是以自身相换，也是推演不出的。自从炫若醒来的那一刻，他的命格我便看不到了，就连司命那儿也是没有的。你应该知道的，司命掌管6阶命格，就连青阳都难逃其外。可是他同我说，涂炫若的名字，在他醒来的那一刻，便消失不见了。训景说着，转头看向李九明，沉声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是不被天道承认的。李九明沉默。借助黑莲重生，当初我只是不想看着他那般死去，可是在听见司命如此说时，我甚至在想，我是不是错了？因为他的重生只会让他承受更多。不管如何，我会护着他。他看着那副冰棺，神色坚定。万年前我错过，可万年后我不会了。便是天道又如何？纵是逆天而行，我也要护着他。李九明留下这样一句话，转身便走。训景站在原地，没有关心李九明的去留，而是看着那副冰棺，神色难辨。涂炫若坐在石床上，看着走进来的女子，眼中闪过抹意外。哼，没想到我会来。不是没想到他没有将你做成傀儡。韩亚，你来见我，他不知道吧？你比万年前聪明了很多啊。你就不好奇我为何而来？哼，总不会是放了我？哦，你怎知不是？他诧异地看着汉亚，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些什么。你可知他为何没有将我做成傀儡？涂炫若没有说话，
汉亚倒是也不介意，他低头看着手心，哼，因为我是他最得意的药人，我受了很多苦，才变成如今这模样。可是自从你苏醒后，他的兴趣便从我身上移开了。涂炫若，为何你总是要同我过不去呢？唉，若不是今日你寻来，我根本不知你与他之间的关系。汉亚，从不是我与你过不去。哼，是啊，从不是你同我过不去，是天命如此。万年前是，万年后也是。可万年前我活着，你死了，哼，万年后你依旧赢不了我。汉亚说着，眼中陡然浮现了几许杀意。涂炫若见了，忙后臂闪开。可汉亚的攻势丝毫不减，煞有取他性命的架势。涂炫若见此，心一沉，躲避他攻击的同时，脚下方位变换。汉亚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脚下闪着暗光的阵法，眼神冰冷。哦，怪不得你一点都不担心。可是没有法力维持的阵法，只要我动一动手指，便碎了吧？是，可这儿是他的地方，只要你动用魔力，他很快便能知道吧？汉亚闻言，眼神倏然充满了狠厉。汉亚，我不知万年前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但万年的时间还不能让你忘却那些吗？他是忘记了，重新活过，李九明爱着他，迅景帮着他，就连林松君都对他满含兴趣。可是他呢？谁知道万年前他被李九明亲手送到林松君手上时的绝望？谁能替他承受这万年来的经历的所有？他不是忘记了一切吗？他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吗？他就看着他再次爱上李九明，等着看他想起一切时会是何种的绝望。涂炫若，你只是知道李九明覆灭了青丘狐族，那你可知他还害死了你们的孩子？脚下魔力微转，直接敲碎了阵法，闪身离去。涂炫若，我等着看。一句话没头没尾，下一瞬，林松君便出现在了洞府内。看来我是小看了你啊！刚才来人是谁呀？你说呢？涂炫若扔下一句不清不楚的话，坐到了石床上，闭上了眼。林松君站在原地，神色难辨。仙界，汉亚站在南天门前，台秀换了副面容，抬步走了进去。月老宫，月老正看着手中的红线发愁，见到来人，眼睛猛地一亮，道：“你怎么才来呀？我都让门童找你好多次了。哎，快过来看看这个红线怎么解。”来人闻言，习惯性的接过，而后看向红线尽头的姓名李九明。来人声音沉了些许，连带着手中的动作有些大，本就纤弱的红线要断不断的拴在那儿，看得月老一阵后怕。哎呀，你可悠着些呀！可不是嘛，4万年前他的红线断了之后就没连接起来过，谁晓得我就这几日不曾看顾，竟然缠成这个模样。我都解了一整日了，还是没解开，这才叫人去寻你呀。来人闻言默了默，转头看向另一根红线的尽头，状似无意的道：“那是谁的红线？你不是总说魔君是石头托生，红线都不待见他吗？”哎，还能是谁呀？还不是万年前的那位啊！我本是以为这两人没缘分，竟不想这红线还是缠上了。月老说着，起身去解别的红线，将这2根扔在了这儿。来人看到月老的背影，低头又看了看手中的红线，眼神微凉。哼，那还真是情深意重啊！指尖猛然画出一片利刃，利落地割断了红线之间的缠连，而后拿过另一旁的不知谁的红线，同李九明的那一根缠绕在了一处，打了个死结。而属于涂炫若的那一根，则是被扔在了一旁。月老，你瞧错了吧？那根可不是你说的那人啊！月老闻言一愣，忙跑过来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他连拍大腿，惊叫道：“我的乖乖呀，怎么会这样啊？哎，不成，你先回去吧，这事儿我得去找司命问问。”说着，月老便跑出了宫。那人看着月老离去的身影，低头看了看红线，又抬头看向姻缘树，而后缓缓抬步走出。而那张脸，赫然同汉亚有着几分的相像。司命宫，月老跑了进来，看着依旧在写着命格的司命，忙伸手夺下了笔，高声道：“你个写书的怎么回事啊？那李九明的红线怎么同那位祖宗连到一起了呀？那个解死的，我解了一上午都解不开。”你说什么呢？姻缘呐，魔君的姻缘怎么和极北雪女的姻缘连起来了呀？司命闻言一愣，手腕翻转，记载着2人的命格书便现于掌中。他看着上面的字迹，而后抬头看向月老道：“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老眼昏花，看错了？这命格上写着2人的红线都是断的。”
月老闻言一噎，下意识的想要对回去，可又想到宫内的情景，忙道：“你若不信，同我去看看便是了。”说着，他便拉着司命朝着月老宫而去。可真到了月老宫，他扯过李九明的红线，刚要同司命说些什么，就瞧见李九明的红线确实是断了的，根本没有和任何人连在一起。月老眉心紧皱，松开手，复又去看雪女的红线，也是断的。怎么了？司命瞧他脸色不对，出声问道。月老没说话，转头不知去寻什么，直到他指尖捏着同样断掉的涂炫若的红线时，才眯了眯眼。哎，司命，你可知道云荣宫中喜好白衣的小仙是何来历呀？到底发生了何事？他剪断了李九明和涂炫若的红线呢。身处魔界的李九明看着手下查回来的灵山的事情，眉心微蹙，神色微冷。阿离，灵山根本未发生任何事，炫若会不会根本没有去灵山？不会。手指轻敲着桌案，音色沉闷。可查到青阳近日的去向？不曾。青阳一向见首不见尾，更何况以他的修为，我们……魔君，司命和月老来了。传音鸟骤然飞进大殿，带来的话更是令李九明诧异的一瞬。你们是说那个剪断了我和炫若红线的人是汉亚？是，不过他是身为魔族之人，是如何混进仙界的呀？而且还在云荣宫中。李九明闻言也是不解，按着道理来说，魔界之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混进仙界之中，毕竟南天门上的照妖镜可以看出本身的。万年前我将他送去了林松君那儿，看来这事想要个答案，就只能去问他了。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我和司命便先回去了。在你找到答案之前，我得好好看着他。他同他关系很好，却不想被骗了这么久，有点怨气正常。我们先走了。便拉着月老走出了大殿。李九明站在原地，眼睛微迷。阿离，没事，这些日子你替我处理一下魔族的事务，我去林松君那走一趟。而后便闪身离去。曲阳要说的话噎在口中，只得对着空无的大殿叹了口气。林松君洞府，他看着突然而至的李九明，心中一凛。不知魔君陛下来此有何贵干？万年前本君将一人送了过来，林松君可还记得？自是记得，魔君万年不过送来这么一个人，本君怎么会忘了？不过就是不知魔君提起他是为何呀？自是想问问林松君，他可还活着？魔君这话问的可是让本君有些不解呀。当初您把人留下来可是放了话的，如今又来关心起，哼，本君实在是有些捉摸不透您的想法了。林松君大可放心，本君不是来寻你麻烦的，只是您要告诉我，汉亚可还活着？自是活着的，不过可能叫魔君失望了。100年前他就从本君这儿逃了出去，不知所踪。逃了出去？是啊，当时本君可是同魔君说了的，难不成您忘了？李九明深深地看着林松君，而后扯了扯唇道：既然如此，那本君就不叨扰林松君了，只是希望林松君帮本君注意些许，若是哪日瞧见了，定然要告诉本君。魔君陛下既然开了口，本君自然不会推却。林松君笑着，而后送着李九明走出了洞府。眼见着李九明要离开，林松君松了口气，却不想两人刚走到门口，竟同走进来的青阳撞了个正着。青阳仙尊，好久不见。青阳也是没想到，看着李九明在这儿，下意识地看向林松君。青阳，万年不见，你今日怎么过来了？万年不见了，便想着过来看看魔君陛下来此有事。李九明的目光在青阳和林松君之间打转，闻言点了点头。不过是些不重要的小事。倒是仙尊，那日寻炫若可是有些着急，不知是为了何事？说起来，本君也有好些日子没联系上炫若了，不知仙尊这些日子可是瞧见炫若了？魔君这话，本尊倒是有些不明白了。那日本尊叫炫若丫头是有些事相上，不过之后她便离开了，本尊也不知她去了何处，也许是回青丘了吧？是吗？说起来，仙尊许久不曾去过魔界了，不如今日同本君去转一转。杨闻言脸色有些难看，林松君也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他轻咳了声，而后道：不如改日吧。青阳今日来寻本君，便是有些旧要续的。等过些日子，本君同青阳一同去魔界，只希望到时候魔君陛下不要觉得叨扰才是。炫若究竟在哪儿？魔君这话，
本君听不懂。林松君脸上的笑也落了下来，看着李九明垂在袖间的手心，仙力聚集。青阳，炫若很信任你。青阳闻言，眼中闪过抹异样，沉默不语。李九明见状，确定了心中所想，掌心魔力翻涌，通体漆黑的魔剑再次现形，直指青阳。既如此，那就别怪本君不留情面。青阳闪避，林松君见状，暗骂青阳的软弱，迎了上去。魔力仙力交错，可林松君根本不是李九明的对手，再加上李九明一心怒火，不过几息，林松君便被李九明一掌拍落，撞在了石壁上，一口血喷出，整个洞府的静止随着他的受伤不由得一晃。而被关在洞府内的涂炫若自然是没有错过这样的异样，他看了看洞口处闪着光的屏障，眯了眯眼。青阳将林松君扶起，看着还欲上前的李九明道：本尊不想同你打。青阳，今日你若是不将炫若所在告知于我，你们两个一个都别想离开。李九明说着，手中魔剑周身的魔气更深。青阳的目光落在剑上，猛地一顿：你竟然炼化了他！这与你无关。说，炫若在哪？这把剑是不祥之剑，你不该用它。不祥之人用不祥之剑，不是刚好？青阳，我耐心有限，我最后问你一遍，炫若在何处？你没有炼化。李九明没得到想要的答案，眼中弥漫起杀意，拎着剑朝着青阳而去。两人缠斗在一起，打得天地变色。林松君的洞府更是惨遭蹂躏，他站在角落看着两人，眼神流转，而后便趁他们不注意钻进了洞府。洞府内，涂炫若看着这跌跌撞撞走进来，嘴角还挂着丝丝血迹的林松君，挑了挑眉：你在得意什么？林松君挥手加固了静止，走上前看着涂炫若：你以为李九明来了便能救你离开？有青阳拦着，你还是别痴心妄想了。林松君说着，手中仙力运转，一个抬手便将涂炫若抓在了手里。本君要把你做成傀儡，我倒是要看看李九明进来又能如何。林松君说着，另一只掌心浮现出傀儡丝，朝着涂炫若的七窍而去。掌中黑莲闪现，化花为刃，直接将傀儡丝斩成两段，落在地上，而后便朝着林松君的手腕而去。他下意识地松开了手。你竟然能破了我的禁制！说着，他回身看了看门边的屏障。别这般紧张，我何时说你的禁制破了？涂炫若说着，黑莲再次闪现，而后缓缓飘至心口，引了进去。紧接着，损魔鞭现形，抽向林松君。他躲得狼狈，看着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涂炫若，他的眼中不见丝毫的害怕，反而更多的是激动和兴趣。半神之体便已经如此了。以前在人界之时，我常听佛理，初时不觉，可见你这般模样，我才明白，心魔、执念是多可怕的东西。哼，你懂什么？你知道魂体重聚是多难得的事吗？你知道黑莲是什么样的存在吗？半神之体，你以为是这么好得到的吗？我从不觉得简单，可是这不是你能如此做的理由。涂炫若说着，损魔鞭幻化成刃，狠狠地插进林松君的心口，盯住他的魂体，不给他逃生的可能。告诉我，师尊为何要帮你？除了黑莲之外，还有什么原因？能为什么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黑莲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上等的补品，青阳这般做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已是禁神的存在，即使拿了黑莲，与他现在也并无区别。禁神又如何？终究不是神，就像你一样，半神又如何？没有神格的你，只是一个生了神智的补药罢了。涂炫若看着他，却半分不相信他的话。他同青阳接触的时间不长，甚至想不起万年前两人是怎样关系。可他总觉得青阳不是一个为了黑莲便害人的人。损魔鞭扬起，破了屏障，他拎着林松君走出了洞府，却不想刚出来就瞧见李九明手中的魔剑朝着青阳的颈间划去。不要！涂炫若将手中的损魔鞭甩了出去，卷住了李九明手中的魔剑，救下了青阳。剑尖划过石壁，发出刺耳的声响。李九明看着站在不远处的涂炫若，没有动作，但是眼中的杀意淡了不少。师尊，事到如今，你有没有什么要同我说的？放了他吧。师尊，除此之外呢？青阳的沉默让涂炫若没有了再问下去的心思。他手腕微动，钉在林松君心口的刀刃便飞了出去，插在石壁上。他走上前，损魔鞭划过衣摆，割断颈部。今日起，炫若不再是你的徒弟，日后万载，还望您珍重。
涂炫若说完，走向李九明。青阳闻言身子一晃，下意识地闭上了眼。可他没想到，下一瞬耳边便响起了2声闷哼。他眨眼看着涂炫若后背上插着的银针，回头看向林松君，却也正好瞧见李九明的魔剑狠狠地插进他心口。青阳忙上前扶住那个倒下的身影，却不敢触碰他心口的魔剑。杜恒看着青阳，刚要说话，只觉得心口处一阵吸力，魂体顺着那股力量，竟是尽数钻进魔剑中去。青阳看着这一幕，眼中微红。这柄魔剑之所以被称为不祥之剑，就是因为它杀生之后便会将魂体尽数吸进去，不给丝毫的转生机会。而在剑主身陨后，它也会将剑主的魂体吸入，然后自行封印，等待下个主人。轩若，你怎么样？涂炫若刚开口说了一个字，突感无力，晕了过去，忙将人大横抱起，脚下轻点，便朝着魔界而去。魔界药魔殿，轩若如何？回陛下的话，小魔也不知。不过地基是黑莲重生，这等针应是伤不到他的。给勋锦传消息，让他来魔界一趟。李九明说着，抬手示意药魔下去，自己则是来到了床榻边上，看着双眸紧闭的涂炫若。而此时的涂炫若则是站在一片黑寂之中，眉心紧蹙。他只记得后背一痛，而后便晕了过去。但是他现在所处的地方既不是魔界，也不是林松君的洞府，这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你可知这是何处？突然一道声音响起，涂炫若下意识地转身去看，可目光所及依旧是一片黑暗。你是谁？你看不到我，你可知这是何处？不知。涂炫若回答着，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可一脚踏空，整个人跌了下去。不知。涂炫若回答着，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可一脚踏空，整个人跌了下去。可想象中的疼痛并未袭来，他落在了一个很软的地方。他睁开眼看着四周，同刚才的黑寂不同，眼前竟是一片莲池，而他正跻身在一只巨大的黑莲之上。这是莲池偌大无边，可其中竟只有4朵莲花，且颜色各异。你可知现在身在何地？混沌。黑莲脱生，怪不得会来到此处。你究竟是谁？涂炫若再次问道，可那人依旧没有回答的意思。涂炫若皱了皱眉，试探地往前迈了一步，脚下结实的触感让他心中一松，而后朝前走去。黑莲终是有尽头的，涂炫若站在边界，看着头顶硕大的莲瓣，一时有些无所适从。他深知他不可能是真的身处混沌，而看到此景的唯一可能，便是他昏迷之后因为黑莲的缘故陷入了这个梦境。可是要如何出去，他却半点思绪都没有。你出不去的。黑莲，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如何看出来的？父神生于混沌，却早已化生天地，你不可能是他，还有能力造出这般真实梦境的存在。且不说我这样的存在，在他们的眼中也不过是蝼蚁，一根手指就可以泯灭。光是以现在6界的情景，他们也不会贸然现身。是以你只能是黑莲。你很聪慧，那你觉得吾为何将你带来此处？你有话想要同我说，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你只能用这种方式。不愧是青丘狐族，和你先祖一样狡猾。所以你想同我说的是与先祖有关？6界一直有传言，其他3株莲的去从，只有吾没有消息。你可知为何？为何？因为吾一旦盛放，6界必临大祸。是以吾被封印在混沌之中，直至你的先祖寻来。当年他寻到吾时，吾不过刚生神智，而后他将吾带了出去，让吾看遍了世间所有的肮脏邪恶。最后他死在了他心爱之人手中，而他在临死前一刻却放弃了神魂逃离的机会，将吾封印在了东海，最后落到了巫族手中。青丘族谱上记载着从上古到如今所有青丘之人，每个人的故事他都听爷爷讲过，却从未听过黑莲口中的事。你不信？成王败寇，他死了，自然不会有人记得他，甚至连名姓都从6界被抹除。除了吾，也只有吾，千万载也不敢忘。你口中之人叫什么？涂南行，听起来像是个男子，可他却实实在在是个女子。若不然，也不会为了那个人落得那样的下场。你同我说这个，是想让我做什么？吾可以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修为、
道行都可以，吾唯一的要求便是你要找到那个男人，替吾杀了他，让他为当年的一切付出代价。我若不帮你，你又能这般将我困到何时？且不说你只是一株黑莲，更何况你本体被我的神智操纵，我就算不同意，你也奈何不了我。是，你既然有了神智，早就可以脱离本体，你开出的条件任何人都会同意，为何是我？吾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他的存在。黑莲口中之人既是他的先祖，自然同他是有些渊源的，让黑莲熟悉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人呢？你说的他心爱之人是何身份？他生于污秽，长于污秽，肮脏之气，我要他离他远些，可他却同我说他有着6界中最纯洁的双眸，是个好人。确实是个好人，所以在6界污蔑他是祸害时，他亲手杀了他。涂炫若闻言，脑中好像想起了什么。那个男人叫什么？吾不知，只是他总是唤他一声建军。若是那人已经死了呢？不可能，他是那里的人，幽都不灭，他便不会死。幽都。涂炫若听闻这2个字时，心口猛地抽痛。你怎么了？无事。同你说了这么多，你可想好了？我拒绝。你若不愿，吾也无可奈何。你走吧。魔界药魔殿。勋姐，炫若如何？被拉入了梦境，林松君的针没造成伤害，只是他身子有些虚弱，待他醒过来，好些养养便可。被拉入梦境，有谁会如此做？待他醒过来，便知晓了。迅景话音刚落，便听到了涂炫若微弱的声音：“建军。”建军是谁？又是他在人界结识的人。6界中没有唤建军之人，若是他没有口误，你也不曾听错。这个人唯有可能便是千万载前的那位，也就是由神入魔的那位建军帝。他怎会识得那人？迅景闻言也是摸不着头脑，看着涂炫若的目光中有着探究，还有着李九明也不曾瞧出来的压抑。涂炫若醒来时，迅景已经离去，李九明依旧守在榻前，见着他醒来，一直吊着的心终是落了下去。感觉如何？可有哪不舒服？李九明问着，还紧攥着他的手。涂炫若不自在的想要将手抽回来，却是被他更紧的握住。我没事。我昏迷了多久？1整日。迅景刚走没多久。青阳呢？我没有动他，他带着林松君的尸身走了。就在这时，门口处传来敲门声响。阿离，是我，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结果了。李九明皱了皱眉，挥了挥衣袖，打开了房门，将人放了进去。查到了什么？汉雅从林松君那逃走之后，却是换了身份，隐蔽在仙界。去同浩洋说，战败条件再加一条，将汉雅带回来。虚阳闻言顿了一下，下意识地看向涂炫若。第七可是认识汉亚？炫若，我将他带回来不是要救他，我……李九明下意识地想要解释，毕竟万年前他因为汉亚误会了涂炫若太多，如今他不想他误会伤心。可涂炫若却是平静地看向李九明，其中的淡漠让他辩解的话一下子便咽了回去，喉中一片苦涩。他怎么忘了？涂炫若不记得那些过往了，也将他曾犯过的那些错事一并遗忘。我在林松君那时，他来寻过我，同我说了些事情。他是林松君的要人，混进仙界，应当是林松君的授意，不会那般简单的。我有些累了，想睡一会儿。如果你们要是有事，便出去说吧。李九明闻言，深深地看了眼涂炫若，而后起身道：“那你好好休息，我过会儿再来陪你。”涂炫若没有再说话，闭上了眼睛。关门声响起，涂炫若睁开眼，其中尽是深沉。其实他并不想睡，只是脑中有太多的事情，他需要一个人静一静，整理一番。尤其是黑莲同他说的话。他抬起手举至眼前，看着掌心处的黑莲印记。你既已生了神智，若想帮他报仇，何不自己来？不过化形而已，你能做到的。更何况除却我这具身子，还有另一株黑莲，不是吗？可没有人回答他，脑海中一片寂静，就好像之前梦中的一切都不过是他的臆想。迅景过来时，涂炫若已经起身坐在一旁的桌案处沏着茶。涂炫若将茶盏放至迅景面前，我当真没事，倒是搅得你从东海过来，巫族安置的如何了？东海禁地虽然也不好四处游走，但总比祭祀塔要好上很多。迅景说着，俯首下了口茶。那就好，总归会越来越好的。梦中发生了何事？
涂炫若端着茶盏的手一顿，若有所思地看着迅景道：“为何这么问？”你知道吗？炫若善用左手。一句话，两人间的气氛瞬间焦灼了起来。两人的目光都落在涂炫若端着茶盏的右手上，表情各不相同。你想多了，我只是觉得如此拿着舒服些。迅景没有说话，依旧看着他。从他体内出来。涂炫若看着他，眯了眯眼，而后放下了茶盏，笑了笑道：“你不信，我也没办法。”迅景深深地看着他，最后似是放弃了一般，移开了目光。黑莲化形，涂炫若的神魂早已与其炼化，你便是夺了这躯壳也没用。涂炫若的眼睛闪了闪，看向迅景，幽声道：“你是如何发现的？”涂炫若的眼睛闪了闪，看向迅景，幽声道：“你是如何发现的？”我说了，炫若惯用左手。你知晓我是谁？能在李九明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占用了他身体的，除了一直在他体内的你外，不会再有别人。黑莲，我早就知晓你有了神智，但是当年我动用你时，你并未现身，我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所以你今日又出现是为了什么？我引了他入梦，想必你也是瞧出来了。我本想让他帮我找一个人，他拒绝了，所以我来找你。我为何要帮你？你想要的我都可以帮你。建军地的事情是你同他说的，除此之外你还说了什么？没有，我只是说了他与南行的结局。千万载前的事，你何必念念不忘？你身为巫族后人，知晓万般事，也更该明白生离死别皆是命数。万年前又何必用自身修为换了他的重生？也是这时，迅景才明白，原来黑莲与他是一样的，终归是心有不甘罢了。我很想帮你，但是很可惜，建军地早在很久之前便没了消息，是否还在，未曾可知。你要我如何帮你？迅景低头拨弄着茶盏，出声问道。黑莲闻言笑了笑，手心翻转向上，其中出现了一枚黑玉髓。他将黑玉髓放在了桌案上，声音中带着些许的不舍。这是南行唯一留下的东西，里面是那人的精血。你拿着这个，若他还活着，必能寻到他的踪迹。你为何不自己去做？黑莲闻言看了看自己的手心上的裂缝，而后展示给迅景道：我何曾不想，可惜天道不准，我只要动用体内的力量，必会受到天罚，所以只能拜托你。迅景闻言看了眼他掌心的伤痕，眉头微微蹙起。这是他的身体。你同那时候的大巫很不像。这与你无关，既然事情已经说清楚了，我答应的事情必会做到。你可以回去了，以后若非我寻你，你不可再占用这副身子。迅景声音泛冷，黑莲默了一瞬，再无声息。涂炫若的身子陷入僵直，双目不见一丝光彩。迅景看着，叹了口气，站起身，走上前，伸手将人大横抱起，放回床榻上，而后才手指掐诀，念了个咒。半个时辰后，涂炫若醒了过来。你醒了？你何时来的？怎么不叫醒我？左右也没事，见你有些疲累，便没叫醒你。迅景说着，伸手将人扶坐起。你既已醒了，我便放心了。明日我便回东海，若有事可以去寻我，但不管如何，要照顾好自己。这样的事以后莫要发生了。我知晓，倒是你，巫族在妖族的地位本就尴尬，回去之后才是要小心行事。迅景没再应声，只是看着他，眼中满是平静，心底涌动的无限情绪只有他自己知晓。李九明进来时看到的便是这样的一幕，四目相对，缱绻情深。李九明心中一涩。雪若，你醒了。迅景见他过来，主动让开了位置，走到了一侧，给两人留出空间。汉亚可是带回来了？李九明看向迅景，只见他摇了摇头，便意识到他并未告诉涂迅若他们三人过去的纠缠。并未，汉亚不见了。魔界他不会回来，其他几界也躲不过魔族眼线，他只能留在仙界。若是寻不到他的行踪，便只能是有人将他藏了起来。没错，而且我觉得汉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留在仙界的目的。林松君不是一个喜欢做无用之功的人，更何况是汉亚这种令他满意的药人，他更不会放他自由。想必定是吩咐了些什么事才对。你确定林松君已经死了，神魂都不曾逃出去？若那日在洞府之人是真的林松君，那他确实是死了。李九明的话一出，三人陷入了沉寂。林松君的尸身被青阳带走，真假已经无从辨认。过几日我去灵山寻青阳。不行，
这是唯一能知晓杜恒是否活着的办法。司命的命格本上也可以确认。司命毕竟是仙界之人，若是与魔界之人交往过密，会让浩洋心生猜忌。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将司命推到那种境地。好，那我陪你去见青阳。迅景站在一旁，沉默地看着两相对峙的两人，心中忧叹。灵山，涂炫若和李九明站在山脚下，看着面前闪着波光的屏障，眉头紧锁。这是灵山的锁山阵法，若不是危机时刻，必然不会开启。李九明掌心翻转，魔力涌现，朝着锁山大阵推去。可下一秒，他便被大阵挡了回来，整个人朝后倒退了2步。我来吧，师尊。青阳曾经教过我如何进这大阵。涂炫若说着，双手合十，而后捏了几个手诀。只见原本毫无缝隙的屏障，突然出现了容一人而过的通道，率先抬步走了进去。踏入屏障的那一刻，李九明和涂炫若就蹙起了眉。无关其他，而是鼻尖充斥着浓厚的血腥味，让二人心有些发沉。两人加快了步子，迅速地朝着灵山大殿而去。一路上遍地尸骸，可涂炫若顾不上许多，大殿中传来的枪鸣声让他加快了步子。一路飞奔到后室，涂炫若看着同人纠缠在一起的青阳，眸色微惊，因为青阳的身上遍布鲜血。杜恒，青阳与杜恒分立两侧，目光看着对方，不敢有丝毫的分神。丫头，你来做甚？快离开这儿！哼，离开？青阳，你将我放在了何处？等我杀了你，他们2个一个也跑不掉。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说着，李九明就飞身而上，手中魔剑现形，朝着杜恒挥了过去。两人纠缠在一起，不分上下。涂炫若借此上前，走到了青阳身边，看着浑身鲜血的青阳，手中神力运转，替青阳疗伤。师尊，您可有事？杜恒他……是我的错，若不是我，他也进不来这灵山。我灵山那些子弟……涂炫若闻言沉默。刚刚一路上横尸遍野的场景，突然让他想起了在人世间的修远寺，那时候也是这般的场景。那日我带着他的尸身回到灵山，本是想着好生将他安葬，却不想他根本没死，那不过是他炼制的傀儡而已。今日他寻上门来，我本是诧异来人为何会顶着他的名号，不想真的是他。骤然之下没有防备，被他伤了，也没护住。师尊，你好生歇歇，这人便交给我了。丫头，青阳拽住涂炫若的手臂，摇了摇头道：你不能去，之前的事是我对不住你，他本就是奔着你来的，你若是还认我这个师傅，便赶紧离开这儿。涂炫若深深地看了青阳一眼，缓缓将他的手扶了下去。师尊，您忘了，炫若不是你的徒弟了，您也说了他是为我而来，灵山因我遭此大祸，我怎么可能会苟且逃走？您放心，生死自有天定，便是赔上炫若这条命，我也会为灵山的师兄弟报仇。说着，涂炫若掌心神力凝结，损魔鞭现形，朝着杜恒而去。青阳拦不住涂炫若，本欲起身，却不想涂炫若竟是施了定身术，将他定在了这里。若是强行破了禁止，涂炫若必然受到反噬。青阳看着已经同杜恒打在一起的涂炫若，哪还敢动作？而李九明自从损魔鞭挥上来之后，便明白了涂炫若的意思，人朝着一旁退去。下一瞬，涂炫若迎了上来，损魔鞭回到手中，鞭尾缠绕上杜恒的脚腕，向上一扬，杜恒整个人底盘不稳，朝着一侧栽倒。涂炫若顺势而上，带着神力的一掌拍向杜恒胸口。杜恒抬手擦去嘴角的血，低头看了看，眼中满是势在必得的疯狂。李九明的脸黑了黑，握着魔剑的手紧了又紧。他在觊觎你的人，杀了他，杀了他！一道声音自脑海中响起，李九明蹙了蹙眉，心生不悦。滚开！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想我滚哪儿去？多好的一件作品啊！丫头，跟我走吧，只要你跟我走，我绝对不杀你，也不杀他，更不杀青阳，如何呀？看啊，他要将他带走，你马上就要再一次的失去他了。乖，听我的，将身体给我，我替你留下他。李九明眉头紧皱，可是同杜恒对峙的涂炫若根本注意不到，他只是冷眼看着杜恒，手中的损魔鞭闪耀着白光，神力缠绕。看啊，他没有拒绝，他要离开你了。可惜紧接着一声鞭子抽地的声响，将李九明有些溃散的神智猛地收了回来。我知道你是什么，别妄想控制我，否则我不介意将你扔回魔族禁地，让你再体会一下什么叫孤寂。李九明说着，
看了眼手中的魔剑，其中的冷意冻得魔剑身上的黑光都暗了几分。杜恒惊愕地看着涂炫若，有些狼狈地闪躲着鞭子，眼中闪烁的却是比害怕更要炙热的疯狂。涂炫若不过半神，却竟是这般的厉害，更何况有黑莲做身，只要不是尽毁，便可以自生，这简直就是不死之身，就连最接近神的青阳也做不到的事啊！杜恒看着他，激动的双手有些发颤，他要得到他，一定要得到他！杜恒如此想着，忽地一改刚刚的颓势，手中仙力翻转，竟是同平常仙界之人的荧光不同，还是带着几丝的乌黑之色。涂炫若心一沉，当下决定闪避，可他还未动作，便瞧见身前突然出现一道身影，生生地替他受了这一掌，一如人界时玄若替他受死一般无二。涂炫若怔怔地看着依旧站在他身前的宽厚背影，眼中涌着泪意，有些发热。而杜恒看着眼前的男人，脸上有些难看，那可是他炼制了数万年的巫毒才得到的一点点的蛊虫，竟是尽数下到了李九明身上。炫若，你无事吧？涂炫若没有说话，或者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有得到回答的李九明心微微一慌，忙转过身看向涂炫若，上下打量着他，生怕他哪儿受了伤，伸手将李九明的手扶下，却没有放开，而是握在了手中。你尽数都挡下了，我能有何事？李九明根本没听见涂炫若说什么，他的目光落在两人相握的手上，不敢移开半分，甚至连呼吸都轻轻巧巧的，生怕这一幕只是他的幻想。他轻咳了一声，松开了手，看向李九明身后的杜恒，眼中杀意十足。他走上前一步，手中损魔鞭腾空而起，另一只手掌心黑莲浮动，单手掐诀，黑莲同损魔鞭合二为一，竟是游鞭化剑，通体银白。杜恒见此，身形微愣，目光紧紧地盯着那柄剑，神色惊愕。黑莲，你不是黑莲？涂炫若没有回答，只是握着剑的手直指他心口，另一只手神力翻涌，将剑推了出去，而后便是剑入血肉的声音。杜恒没有动作，只是看着涂炫若，满心疑惑。可是那柄穿胸而过的剑，让他没有心力再问出口。他不仅毁了他的肉身，更是直接将仙魂禁锢在了肉身中，且待肉体死去，仙魂随着陨灭。直到这一刻，杜恒的眼中才划过抹惊慌，他挣扎着想要脱身，可任是他想破了脑袋，也没有想到逃脱之法。眼见着杜恒不能再做什么，涂炫若抬手消掉了对青阳下的禁制，看着脸色有些灰败的人，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而青阳走上前，目光深切地看着杜恒。唉，你这又是何必呢？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那你又何必呢？我不想放过他，我想他活过来。你却是不想放过自己，才一直停留在这儿。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一样的。杜恒的声音越来越弱，眼中的光彩也越来越暗，最后回归一片静寂，一片静寂。随着肉身的死亡，杜恒的神魂从头顶慢慢散去，消失在天地之间。青阳缓缓闭上眼，满脸悲戚，而涂炫若则是沉浸在杜恒和青阳的话中。丫头，他死了，你们走吧。那你呢？我，不知道去何处，不过不会再回灵山了，以后6界也不会再有灵山。出了灵山地界，涂炫若才算是松了口气。炫若，李九明的声音自身后响起，涂炫若闻声看去，就瞧见他晶亮的双眸看得他面色微难。刚要说些什么，手便被李九明牵住，紧接着人便被他拥入了怀中，腰间的大力钳得他有些微痛，眉心微蹙。李九明，松手！可回答他的话是李九明再次收紧的手臂。灵山时，你牵了我的手。涂炫若闻言愣了下，而后有些无奈，又有些想笑。谁能想到李九明这么一个魔界君主，竟有如此孩子气的一面？是我牵你的手，可是你如今这么用力，是想将我勒死在你怀中吗？李九明，我要喘不过气了。李九明闻言愣愣地松了手。我不记得以前的事，但是我还是想再试一试。你之前问过我可不可以重新开始，我现在告诉你，李九明，我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你的所有于我而言都是重新开始。那你呢？你愿意忘记过去那些只有你记得的一切，重新开始吗？玄若，我爱你，父神为证，若所言有谎，必天地诛之。
涂炫若嘴角牵起一抹笑。青阳说着，转身抬步离去，背影萧索。刚刚杜恒说的他是谁？青阳脚步一顿，却没有转头，只是道：你不认识的，那是千万载之前的事了。前些日子我听闻了一个人，他叫做南行，涂南行。青阳闻言猛然转身，不敢置信地看着涂炫若。你是如何得知的？所以当初爷爷将我送来灵山，您会收下我，也是因为他吗？我同他真的很像吗？像，也不像。青阳的话意有所指，他的目光在李九明同涂炫若之间打了个转，幽声道：丫头，别太为难自己了。而后转身离去。涂炫若深深地看着他离去的身影，而后抬步走出灵山大殿。李九明跟在他身后，没有出声，只是眸子中的情意浓重深切。两人踏出灵山大殿的那一刻，身后浮空的建筑陡然坍塌，尽数砸在地上。涂炫若转头看去，只见那座教会了万千学子的灵山，顷刻间化为乌有，如同青阳离去时的话一般，6界之中再无灵山。而李九明看着这样的涂炫若，俯首吻了上去。二人回到魔界之时，才从虚阳口中得知，两人刚走，迅景便离去，回了东海，只给二人留下一句话。涂炫若接过虚阳手中的海螺，凑近耳畔：炫若，我已知晓你的选择，不宜多言，望自珍重，切勿为难自己，随心而行。涂炫若闻言，看向一旁的李九明，将海螺递了过去，没有说话。不知为何，他总有一种迅景知晓什么却不告诉他的错觉。青阳也是一样，他们都在同他说不要为难自己。他曾经做过什么为难自己的事吗？涂炫若如此想着，抬头看向李九明，想要问些什么，可转念一想，他刚同他说过忘却一切，又提起从前，总归是不好的，便自己压抑了这个心思，没有发问。而李九明听过海螺中的话后，兀自沉默。他知道迅姐的意思，但他同涂炫若已经决定忘记过去，那他也不愿再提起。仙界，汉亚正在说着什么，忽觉脑中一阵剧痛，可仅仅是一瞬，那种痛便消失不见。可汉亚却像是被雷劫劈了一般，怔忪地站在原地，满眼惊愕。你怎么了？我还有些事，今日先说到这里，后续的事情过2日我再来寻您。汉亚说着，竟是不待那人发话，便慌张地转身离去，连带着脚步都有些踉跄。坐在椅子上的男人看着他的背影，眼中闪过抹疑虑。可到了灵山，他看着破败的断壁残垣，怔怔顿住。他茫然低下头，手掌翻转，一颗胶珠陡然出现，紧接着另一只手手腕转动，绝术骤成。眼见灵山之中各种残碎的魂体纷纷涌出，汉亚的眼中满是冷意，竟是灵力碾压，直接碎了所有。直到他看到那一抹龟缩在角落中毫无生意的魂体时，眼中猛然一热。他快步走了过去，手中胶珠光芒更甚，眼前的魂体赫然是杜恒。汉亚蹲下身看着他，眼前的魂体已经没有肉身时的张扬恣意，反倒是沉寂的让人发慌。汉亚见此，心中也明白，如今的杜恒不过是剩了抹残缺不堪的爽灵，便是连复生都没有希望。值得吗？汉亚难声问着，也不知是在问口不能言的杜恒，还是在问他自己。汉亚沉了一口气，指尖做法，将杜恒的残魂收在了胶珠之中。汉亚站起身，扫了眼空寂无声的灵山，嘴角微微勾起，说不出是讽刺还是什么。回到仙界，汉亚将胶珠拿出，看着藏在其中的杜恒的残魂，眼中情绪难辨。姑娘，天帝来了。仙婢的声音自门外响起，汉亚闻言手腕翻转，将胶珠收起，起身开门。看着站在门前的浩洋，汉亚眼中划过抹惊愕与不解。帝君今日怎么会亲自前来？浩洋并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走进了屋内，瞟了瞟屋内，寻到桌旁坐下。昨日你不辞而别，本帝自是来看看，究竟是何人惹得你如此重视。我与你不同，我如今算不得是妖界之人，便是去了仙界也无妨，更不会挑起2界之争。而你是魔界君主，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应当懂得轻重。是不是若我不是魔界君主，便可同你一起了？李九明，你不是孩子，日后莫要再说这般的话了。仙界我定然会去，你不准跟着我，也不准出兵。涂炫若说着往殿外而去，李九明没有跟上去，只是坐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来者何人？
青丘地基涂炫若拜访天帝。涂炫若的话出口，天逼的眼神有些异样，而后竟是没再问过什么，便将涂炫若带了进去。仙界正殿，涂炫若等了不过一席，便跟着引路的仙婢走了进去。可这脚步刚迈进，便察觉到了几分不对。原因无他，着实是落在身上的目光太多，以至于没有办法忽略。青丘地基涂炫若见过浩阳天帝，不知地基来此有何贵干呢？涂炫若闻言，扫了扫身边的仙界朝臣，朗声道：“无事，只是炫若始觉青丘无人，便想着寻一些根底较好的近亲，列进青丘族谱。只是这事事关重大，炫若总是要同各界之主商榷一二才是。”哼，地基所言甚是，不过这终究是青丘内部的事情，本地这儿断不会有什么异议。既如此，那炫若便谢过天帝了。你便是他们说的同我一样莲花座身子的人？你就是三太子？没错，本小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三太子是也。他说着，眼神却是在上下打量着涂炫若，而后皱了皱眉道：“你怎么同苏妲己差这么多啊？同是青丘九尾，你怎么这么不像只狐狸？”三太子，别胡闹！涂炫若朝后看去，便瞧见手中托塔的天王，眼中满是冷意地看着自己。既然天帝已经知晓了，那炫若便不打扰诸位议事了。涂炫若说着，朝三太子眨了眨眼，退了出去。司命宫，涂炫若隐身走近，看着坐在桌案前写着命格的司命，慢慢现了形。来就来了，偷偷摸摸的作甚？还不是怕扰了你？你说你每日写这些命格，连动都不动一下，怕是连幽都的判官都没你这般忙吧？他批写死后亡灵，我撰写生前命数。你说这六界中，是活着的人多一些，还是死人多一些？炫景替我推演了一卦，说不大好，让我来寻你问问。司命闻言皱了皱眉，停下笔，抬头看向涂炫若：“怎么了？”“是不大好。”司命说着，手中毛笔一挥，墨朝着涂炫若的核心而去，直直地点在了中间。涂炫若下意识地想要闪避，可是转念一想，炫景既是叫他来，想必发生什么他都知晓。他既没说别的，那司命便是可信的。额间的清凉让涂炫若浑身一震，只觉有什么东西被司命这一滴墨点散了。我没什么，信景若是问起，你便说来过了。司命说着，又低下了头，继续写着命格。涂炫若抬手覆上额头，只见一点黑墨，总觉有些奇异。擦了吧，刚刚不过是手中正好是笔墨，便用了。你要是晚些过来，说不定就不用一脸墨迹了。涂炫若哑口无言，心中却是腹诽着：一丘之貉，我去寻月老了，你也动一动。你看看幽都那位，活不过100年便要转世重来一回。涂炫若说着朝外走着，却听到身后司命声音响起：转世重来？那还不是因为6道轮回在幽都？若是在仙界，你当我不想？涂炫若停住脚，回头看看浑身散发着哀怨气息的司命，忙加快了脚步。地基！涂炫若抬眸望去，就瞧见园内桃花树上三太子正坐在上面。三太子怎么在这儿？自然是来寻你的。三太子说着，从树上蹦了下来。你可要比那些人好玩多了，也好看多了。哎，不过说起来，你真的是狐狸吗？怎么看怎么不像啊。可能你要是看到以前的我，更像是狐狸吧。毕竟我现在是莲花呀。不知为何，他看到三太子的第一眼，就觉得想要亲近，就好像他本该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身边一般。对了，你刚刚是想去哪儿啊？月老宫。哎，你别去了，月老不在。你要是有事儿寻他，我带你去幽都3生石寻他。三太子，我是妖族，你同我走在一处，对你怕是不太好。有什么不好啊？该做不该做的事儿，我当年哪样没做过？如今又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了，妖族怎么啦？妖怪成仙的还少吗？幽都忘川河畔3生石旁，两人刚刚到边上，就看到了站在3生石前来来回回走动的月老。三太子也不疏离，直接走上前，蹑手蹑脚地拍了拍月老的肩膀。谁家的熊孩子？信不信我把你红线缠元帅身上？哼，除了这个，你还能拿什么威胁我？而月老瞧见涂炫若的身影时，脸上的笑意猛地一顿。地基怎么来这儿啊？见过月老，去仙界寻司命有些事，便想着多日不见，便来看看你。路上偶遇三太子，得知您在这儿，便一起过来了。倒是您老人家在这做什么啊？没什么，这年纪大了，怕是将红线给搭错了啊，过来瞧瞧。涂炫若闻言点了点头，
便要越过月老看看三生石上的名字。月老下意识地挡住涂炫若的动作，却在对上他似笑非笑的目光时，心中咯噔一下。想来我活了这么些年，还未看过这三生石是什么样的。涂炫若说着，便抬袖一挥，三生石上的姓名便显露在眼前。月老的脸色有些难看，心内叫苦，这诅咒什么时候来不好，非得这时候。月老想着，瞪了站在一旁的三太子一眼，若不是他，涂炫若怎么会知晓他在此处？李九明，这不是魔界君主的名字吗？三太子说着，却忽略了身后月老越发苦涩的脸。啊，他旁边那个是谁啊？怎么没听过？你当然是没听过呀，那是极北之地那位祖宗。哎呀，不过三生石上的红线是会变的，之前的名字旁写的是你。涂炫若闻言却是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李九明旁边的名字，眼神难辨。而后他手腕一挥，三生石上的名字换了又换，月老的脸色愈发的晦暗。够了，那不如你来告诉我，为何三生石上没有我的名字？涂炫若的问话让月老陷入了沉默。他要如何说？难不成要告诉他，他的名字从醒来那一刻便从三生石上消失了？难不成要告诉他，之前他的名字出现过，也生了红线，可自汉亚那事之后，他的红线便又消失了？极北之地，那不是雪女的地盘吗？月老，你不会想说，那魔君和雪女是一对吧？雪女要是真的同李九明在一处，极北之地与魔族联合，那浩洋可真的是要发怒了。而涂炫若没有想那么多，他睡了万年，顶多是年幼时听涂山奇提过一次雪女的脾性，哪记得那许多。不过他不信命，当初天道说他要死，可他没死成，成了如今模样。如今三生石上没有他的名字，难不成他和李九明就当真不能在一处吗？他还在等我，我便先回去了。涂炫若说着，朝月老和三太子弯了弯唇，转身离去。幽都阎罗殿，判官坐在屏障后，手下不停地批着卷宗，耳边是幽都鬼差的话：判官大人，月老、三太子、青丘地基如今都在忘川河畔。在便在吧，三生石虽说在幽都，但终归是六界之物，看看而已，也搬不走。判官大人，那我们可要请人来坐坐？判官闻言，手中动作一停，抬眸透过屏障看着鬼差：你确定会有人喜欢来这儿坐坐？鬼差闻言，下意识地扫了眼阎罗殿，看着周遭摆放的鬼气四溢、阴森难言的物时，摇了摇头，退了出去。谁让阎罗大人喜欢这种风格呢？魔界，李九明坐在军椅上，神色冷冽。虚阳站在大殿上，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自己在这儿是干嘛的。阿离，你唤我来可有事？虚阳，现在是何时了？虚时一刻。虚阳回答着，而后顺着李九明的目光看向夜空中的月亮，看向夜空中的月亮。下一瞬，他便看到涂炫若的身影从殿外走了进来。可是出乎他的意料，李九明并未起身，只是坐在椅子上看着涂炫若。可他眼中的情愫却是如何都掩盖不住。涂炫若一路上想了很多，可在此时看到李九明，他才猛然反应过来，他一路上想了那么多，却从未有那么一瞬是要同他分开。虚阳，你先走吧，我有事要同他说。虚阳闻言，下意识地看向李九明，而后迅速离开。偌大的大殿上，剩下了涂炫若和李九明两个人。你要同我说什么？涂炫若没有回答，而是一步一步走上前，而后伸手揽住李九明的腰身，轻声道：阿离，我喜欢你。虚若，你怎么了？没什么。阿离，你相信命吗？我从不信命，若是信，虚若，我早就失去你了，所以我不信命。你今日去仙界，可发生了何事？没有。而后他便转头看向李九明：阿离，你可知道雪女？怎么会提起她？她不是一直在极北之地不曾出世吗？你见过她了？她怎么你了？我没事，也没遇见她，只是从别人口中听到了而已。雪女的本体好像是雪狐，我记得当时妖界盛宴之时曾有人谈起过，不过那时候她好像是有师傅的。不过她的师傅想必是个很厉害的人物。时辰不早了，今日早些歇着吧。李九明点了点头，站起身，同涂炫若一路回了寝殿。只是站在门外，他看着拦在身前的涂炫若：炫若，我累了，您早见。随着他话音的落下，便是一声关门响，
李九明看着眼前紧闭的店门，无奈失笑，而后转身离去。你刚刚说这是浩洋差人送来的？哦，是仙界的人，将请柬送过来，只说了句“天帝等着魔君大驾光临”，便离开了。仙界盛宴，我会去。既如此，那便叫虚阳备下礼吧。不过，轩若你就别去了。为何？你昨日刚刚离开仙界，第二日浩洋便送来了这封请柬。他打的什么主意？很明显。而且我不确定这次宴会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你若是去了，我会想着你，会分心。浩洋这次的宴会叫了各界之主，他若是趁此机会想要做些什么小手段，那无异于是在同其他几界开战。他不会这么做。李九明闻言沉默，可是这次的沉默没有太久，因为训警来了。浩洋也请了你？并没，只是仙界送去妖界的请柬，妖皇不愿动，便将请柬扔给了我。巫妖两族向来不和，他这般将请柬扔给你，没说些别的。轩若，你想问什么？没什么，那我就同你一起吧。不管怎样，青丘算是妖族。李九明闻言眉心一皱，刚要拒绝，就听得训警道：可以，刚好这次雪女会来，妖皇让我将雪女带去东海，届时你同我一起。雪女二字一出，店内的气氛一下子就僵住了。你同雪女发生了什么？没有，只是她不是一直在极北，这次怎么出来了？没有，只是她不是一直在极北，这次怎么出来了？我也不知，只是妖皇与雪女关系很好，这次估计也是想去东海瞧瞧吧。我们这边走。李九明和涂炫若闻言互看了一眼，而后点了点头。仙界，涂炫若刚刚踏足南天门，身前陡然冲出一个小人儿，撞得他差点摔倒。而相比之下，李九明的脸色要难看许多。哪个不长眼的狐狸？嘿，你怎么在这儿？涂炫若还没来得及说话，便听得一道浑厚却又含着怒气的声音愈来愈近，紧接着便是闪着金光的宝塔朝着他冲了过来。李九明眼见着手中魔剑陡然现形，直接将宝塔打了出去。你个逆子，还不滚回来！天王，三太子不过孩童心性，您何必如此动怒？这是我的家里事，与地基无关，还希望地基不要多管闲事。还不过来，小心我将你关在塔里！若不是师傅当年给了你那破塔，你以为你能管得住我？再说，谁和你是家里的事儿？我没有家，你逼我自杀时，我同你就不是家人了。现在同我回去。我不回，一个破仙界有什么好待的？天王，时候不早了，仙界盛宴要开始了吧？天王闻言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是恨恨地瞪了三太子一眼，带着三人往仙界宴会举办地而去。他便是我与你说的训警，如何？旁边那女子闻言，目光在训警身上打了个转，最后却是落在了李九明身上，眼中闪过抹异样。训警，那两人是？紫色长袍的是妖皇三东，他身边一身白衣的便是雪女脚下。妖皇不是说抱恙不来了吗？怎么又出现了？谁知道他在想什么？训警说着，却是抬步朝着两人所在的位置而去。涂炫若看着，皱了皱眉，也是抬步跟了上去。李九明自然是跟在涂炫若身后。三东，好久不见了，还是烦请三太子别惦记了，不然咱这东海又该有只龙没了龙亲了。嘿嘿，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哎，这个狐狸你知道的吧？青丘的，我看着可比苏妲己好看多了。是好看，就是不像狐狸，跟我身边这个一样。确实。既然妖皇大人来了，那训警这便回东海。将那封请柬放在了桌案上。巫师大人，别急着走啊，既然来了，那便等结束，同本座一起回去吧。还请妖皇自重。训警说着，转身朝下走去。涂炫若看着训警的背影，目光若有所思地落在三东的脸上，神色难辨。九下的目光则是落在了李九明身上，目光缱绻。明明两人不过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可九下的目光中却充满着怀念。他这样炙热的目光，李九明自然是感受得到。可是于他而言，除却涂炫若，谁都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青丘一族，本座着实是好久不曾见过了。是，青丘只剩炫若一人，又沉睡了万年，妖皇自然是没见过。不过炫若沉睡时宿在东海禁地，想必妖皇应是知晓的。本座自然知晓，训警那人从不曾瞒着本座什么。所以这妖皇是星月训警吗？那天在三生时，狐狸你瞧见的是不是？三太子，时候不早了，天王还在等着你呢，你也过去吧，虚阳还在那等着你。李九明闻言，眼中闪过抹担忧。魔君尽管去便是，本座便是再无用，护住一个妖族还是绰绰有余的。李九明看着他的模样，蹙了蹙眉，转头要对涂炫若说些什么，便瞧见他朝着他点了点头，而后落坐在三东身侧，便只得转身朝着位置走去。他坐在位子上，目光却是落在涂炫若身上。劳烦各界之主前来仙界参加这次宴会。
浩洋高站在台上，端着酒盏。不知帝君如此大张旗鼓，将我们都请来是为了什么？总不会是为了当真请我们来尝这果酒？人主所言也是浩洋接下来要说的。众所周知，本地之女云容身陨灵山，而灵山不知出了何事，在前些日子竟彻底塌毁。青阳仙尊则是放话，从此以后6界之内再无灵山。灵山一事，本尊也觉得可惜。不过青阳仙尊既如此说，那想必也是没有改变的可能了。凤竹说着，手中酒盏转了转，再次开口道：帝君如此说，想必是有些想法了。本帝今日召各位前来，便是想问问诸位，可有重开灵山的想法？灵山于我们的确非必要，可于那些求仙问道之人，可以说是重要至极。本帝有此想法，也是为了6界中人好啊。可灵山能有如此威名，且不说用了多少时间，我们心中都清楚，若是灵山没有青阳仙尊，他根本不会有如此高的声望。青阳不在，我们便是重开灵山，想来也没什么效用。人主这话没错，青阳虽是6界大能，可灵山若是由我们坐镇，想必也不差些什么吧。我幽都之人入不得灵山，更何况大人不在，在下也不好做主。今日之事，幽都便不多言了，谢过天帝的好酒，在下公务繁忙，这便回去了。那诸位呢？也同幽都一般？天帝的主意是好，只是我妖族偏居东海，灵山与我族有无饥渴，所以今日这事妖族也不掺和。而后拉着玄女和涂炫若便朝着外面走去。而李九明见到这一幕，自然也跟着起身朝外走去。一时间，偌大的殿内便只剩下了浩洋和人主凤竹。看来其他几位君主都不太领帝君的情分啊。看来人主也要不领本帝的情分了。帝君这话从何说起啊？本尊可是什么都没说。这灵山重开之事，于人界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这坐镇灵山的人，帝君可是要好生想想，毕竟不是谁都有资格取青阳而代之的。目送着凤竹的身影走出大殿，浩洋的脸色猛然沉了下来。我说过，他们不会同意的。你知道什么？妖皇判官我不熟，但是人主我却是听过不少。帝君，人主在灵山万年，师从青阳，人界总是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这般大张旗鼓的想要将青阳踩在脚下，他怎么可能会同你站在一处？汉雅，本帝的耐心有限。帝君何必动怒？汉雅知道你想要将灵山收入手中，可人主不是那么好相遇的。与其如此，倒不如同妖皇谈谈。当初你身死是训景求到本座这儿，本座才将东海禁地给了他。话说起来，这么些年了，本座还是头一次瞧见他心急的模样。妖皇的话，炫若不明白。不明白？你是青丘后人，按照道理来说，本座不该多言些什么。只是涂炫若，这魔君终归是灭了青丘一族，你不报仇便罢了，却同他搅在一处，是不是有些不该啊？妖皇不觉得此时说这话有些晚了吗？涂炫若脸上的笑，若是当初妖皇可出兵相助，我青丘一族也不会这般惨烈，只剩炫若一人。涂炫若说着上前了2步，看着三东的眼睛冷声道，又或者说当年妖皇也是忌惮着青丘的势力，想用着魔族的手除掉青丘，不是吗？若不然青丘明明隶属妖族，为何妖族视而不见？真是伶牙俐齿啊！不比妖皇心思深重。而后扫了眼他身边的血壶，九夏转身而去。九夏，你真的确定要留下他？我想要知道他分出来的这一丝神智转生成这个身份，爱上的女子是什么样的，我和她之间又有多少的不同？你何必呢？是啊，我也经常问我何必呢。出了东海，涂炫若便看到了站在一旁不知说着什么的训景和李九明。宴上的事我听说了，炫若，我知道青阳与你的意义，但是在我让你们做什么之前，不管浩洋做了什么，你们都不能擅自动手。放心，我知晓轻重，不过他再如何也是一方大能，浩洋如此做就不怕惹怒灵山学子？为何会惹怒？灵山的规矩，离了灵山便不再是灵山人，效力哪界哪方哪主都是你自己的决定，与灵山无关。而灵山出了何事，青阳有何事，自然也同他们无关。对了，刚刚妖皇留你下来，所为何事？没什么，你早些回去吧，免得他寻你麻烦，我们就先走了。训景闻言，深深地看了涂炫若一眼。好，若是有什么事，便来东海禁地寻我；若是不方便，便叫青鸟传个信给我。好，涂炫若说着，便同李九明离开了。训景站在原地，看着空无一人的海面，眼中闪过些许不明的意味。人都走远了，还看什么？若是舍不得，
何不追上去？殉景的事与妖皇无关，还望妖皇自重。与我无关。殉景，你莫不是忘了，如今巫族回了东海，便是妖族的人，本座是妖皇，怎么就与本座无关了？殉景闻言，深深地看了三东一眼，看得他有些不自在，才转回了头，沉声道：“是殉景说错了，还望妖皇不要见怪。”说着，他便踏入了东海，朝着禁地之处而去。三东站在原地，看着他挺直的背影，眼中满是不甘。三东，我走了，你这么多留些时日了，你不是还想看看？是想，可我更想回极北，他还在等我。他当年既然是能为了那个女子如此选择，便是九夏你再做什么，他也不会爱上你，你为何不能换个人？你说你一个狐狸，为了他硬是将自己逼成如今这模样，有哪个人瞧见你能看出你是个狐狸的？明明就是一块冰。已经错了千万年了，错又如何？我已经习惯了这般的等待，甚至连所有的希冀都磨平在了时间中。三东，我还有什么不能等的？我现在唯一想的便是他醒过来，哪怕他爱的人不是我，只要他醒过来，不是像现在这般任我如何他都没有半分反应。唉，罢了，你既是已经想清楚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与其担心我，不如好好想想你的事。殉景那儿，你打算如何做？九夏见三东陷入了思绪中，叹了口气，无声无息地远离。等到三东从思绪中抽回神时，九夏已经不见了身影。您怎么会在这儿？哼，不过是听闻妖魔界交界处有凶兽出没，便来瞧瞧。你们这是？浩洋邀请，想要重开灵山。哼，原来是为了这个。他若是想，便去做呗。我已经离开灵山了，日后他便是重开，也与我无关。魔君，那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青阳眼中。你怎会在此？你们认识？九夏见过青阳仙尊，前些日子出来去了东海，同三东见了一面。刚忽然想起有些事想同魔君说，便追了上来。倒是不想在这儿见到了仙尊。既如此，你便说吧，本尊便先走了。仙尊留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倒是九夏与仙尊多年不见，如今既是遇到了，那九夏便多叨扰仙尊一会儿吧。既如此，那不如两位同我和阿林一起去魔界坐坐。薛若说的是，两位便同我们一起吧。那就麻烦魔君了。九夏，他如何了？九夏闻言，端着酒盏的手顿了顿，目光不自主地朝李九明所在的地方游离而去，可很快便收了回来，惹得仙尊担忧，他还是那般。那你打算继续这么守下去？他这般事，你还不过是个孩童，如今都已经这般年岁，极北那些老家伙就没问过你。仙尊，若是叫叔叔们知晓，你还是这般称呼他们，他们怕是会冲出极北来寻仇的。哎，那就叫他们来，本尊还怕了他们不成？哎，那就叫他们来，本尊还怕了他们不成？倒是你，我能有什么？千万年都过去了，千万年前他们做不了什么，日后也同样做不了什么。这极北终究是我的，我唯一担心的只是他。他不愿醒，你便是守上多少年也无用，平白误了你的年岁，从一个孩子熬成了长辈，日后可还嫁得出去？仙尊勿要胡言，这一切都是九夏自愿的，与他无关。便是日后他醒了，要离开极北，也是九夏自己没本事，怪不得他的。涂炫若听着，却是越听越不解。那日在三生石上看到的名字却是九夏不错，可如今听着青阳与他二人谈话的意思，九夏明明是有喜欢的人的，为何姻缘会同李九明连在一起呢？对了，师尊，那日杜恒死时，你问他的话是何意？丫头，怎么想起问这件事了？没什么，那日便想问了，不过是您离开的太快，炫若来不及而已。那件事还不到你知晓的时候，若是到了时间，本尊会告诉你的。那刚刚您同雪女谈及的又是何人？那个人呀，你该是没听过的，九夏的师尊。那时候本尊也不过是个年轻人。确实，若是叫人知晓那时的青阳仙尊是那般妙人，想必也不会觉得谈及您都是一种亵渎了。怎么说话呢？好歹按着辈分，你该叫我一声叔叔的。在此之前，青阳叔叔不如再同九夏去一次花楼。九夏倒是很想知道，那时候你背着师尊将九夏带去花楼，说是看些好玩的，怎么偏生只顾着自己，将九夏扔在了那儿？那时年幼，九夏何必抓着不放？再说，他不是将你救出来了？是，后果便是九夏在寒冰池跪了100年，师尊才原谅九夏。
九夏，若是他醒着，怕也是希望见到你笑着的模样。青阳的话一出，九夏脸上的笑僵在当场。仙尊说的是，只是九夏自己放不过自己，总觉得当初若是自己强大些，他便不会如此。可这一切都是他的选择，不是吗？你不欠他的，是他亏欠了你。师尊，话说回来，玄女的师尊到底是何人啊？剑君。他惊愕地看着青阳，而后转头看向九夏，满眼不敢置信。你知道他？知道，只是不知他原是玄女的师尊。剑君弟没有身陨是吗？是，只是也不算活着。师尊封了六感，陷入了沉睡，千万年我日日守着，只希望有朝一日他会愿意醒过来。可惜这么久了，这六界好像没有什么值得他醒过来的东西。玄女打算何时回极北之地？明日便回。帝姬可是想要去瞧瞧？是有此意，玄女不会不准吧？自然不会，帝姬能前去极北，是极北的荣耀。轩若，你忘了训景之前说过，不过去极北走一走，训景不会说什么。就这样，涂炫若和九夏回到了极北，而李九明则是因为灵山重开的事情，只能留在魔界。到了。涂炫若闻言，抬头看向整个建筑，说是冰堡，毫不过分。整个宫殿似是用一整块冰做出的，包括上面的一些浮雕，亦或者形状。涂炫若跟在九夏的身后走了进去。整个宫殿似是用一整块冰做出的，包括上面的一些浮雕，亦或者形状。涂炫若跟在九夏的身后走了进去。这里只有我，你不用担心会遇到别的人。极北之地的人都住在离这儿100里远的冰城，叔叔们无事也不会过来。九夏说着，带着涂炫若到了间卧房。你先休息，明日我再带你去见师尊。躺在床榻上，涂炫若却怎么也睡不着。那日的谈话中，明显可以看出九夏是喜欢建军帝的，可那又为何会同李九明的红线牵在一起？他抿了抿唇，忽地起身走出了门。涂炫若四处走着，没有目标，闲逛着。不知过了多久，他站在了一副冰棺前，怔然出神。可正当他看到其中的人的时候，他愣住了。你来早了。涂炫若慢慢转身看着他，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不是很像？其实不像的，他可是要比他无情得多。当初他同我说要抽一丝神识转世时，我不能阻止，当时便想着神智又如何，总归不是真的他。他既然想沉睡，我等他便是。可是千万年了，他没醒过一次。我从未想过要去寻那一丝神识，这次出去也不过是为了三东，倒是不想就这般瞧见了。也没想到他的一缕神智，如今竟成了魔界君主。也不曾想到，那一抹神智竟是会爱一个人。我不知他为何会爱上你，所以我想着瞧瞧你，看看你有什么值得他爱的。可是很可惜，到现在我也不知晓，他不是他。哼，我知道的，可总归他是他的一部分，总是有些相似的。可是我什么都瞧不出来。这几日我甚至在怀疑，我是不是一点都不了解他，不然怎么会瞧不出来相像的地方？不是你不了解他，不管人也好，妖也罢，都是会变的。即使有他的一抹神识又如何，终归不是一个人了。涂炫若说着，目光落在关中人的面容上。他为何会想要沉睡？我同你讲个故事吧。千万年前，他从幽都鬼地而生，是六界之中最污秽之地的存在。他生来便身负鬼气，不用修行便能成神。可他不愿，他始终觉得神界太过冷清，唯有像人类一般活着才有意思。于是他入世了，可他却没想到，这一入世便遇到了那个女子，让他至今都走不出来。他以人的身份同她相交，却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他会爱上那个女子，更不曾想过有朝一日他迫不得已必须将那女子杀死，形神俱灭。很可笑吧？亲手杀死自己最爱的女子，可那女子的族人却从不寻仇，甚至同其他几界的人一般，将她奉若神明。所以他倦了，女子已死，世上再无他可留恋的。他想要随女子而去，可他天生鬼气，竟是如何都无法杀死自己。后来他见到了我，收了我为徒，再之后他便沉睡了。而涂炫若闻言，看着关中的建军帝，神色微凉。所以呢，你还是没有说他为何要杀了那女子？既然是爱她，难道不该护着吗？是啊，我也问过他，可是他说有些事有些人不是你想护便能护住的。
涂炫若的眼中不知为何涌上些泪意，落在冰棺上的手紧紧地攥着，似是要将冰棺捏碎。好了，很晚了，早些回去歇息吧。翌日，涂炫若还未起身，便听见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叫声。他睁开眼，便瞧见青鸟的尖喙在他耳边开开合合，手指微动。玄若，我同妖皇到了极北之地，现在在大殿，你过来寻我，我有事同你说。三东挂在九夏身上，撒娇般的道：万年前我同你说要来极北，你不准，这次却轻易的带着涂炫若来了。九夏，你偏心，还请大巫管教一下妖皇，这般行派未免有些不合礼数吧。训锦不过巫族中人，妖界之事与训锦无关。九夏有些诧异，毕竟训锦无论何时都是进退有礼的做派。想着，九夏看向三东，便瞧见了他眼中的失落。既如此，大巫便去歇息一番，我叫人筹备酒宴，届时再去请大巫过来。训锦闻言点了点头，而后转身走了出去。你说他怎么这样啊？说吧，那日我离开后，你又做了何事？我什么都没做啊！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可能做什么？九夏闻言没说话，只是看着三东。好好，我说便是。唉，那日你走后，我便去禁地寻他，本意是想好好同他谈谈的，但是他一见到我，脸就冷了下来。我一时没控制好脾气，便说他若是再违逆我的意思，便让巫族在妖族没有立足之地，然后就成了这个样子。刚要劝说什么，眼神却是猛地一凛，整个人便朝着一处飞去。三东见状，连忙跟上，而在殿外本意是等着涂炫若的训锦，见状连忙跟上两人的身影。住手！手中妖力翻涌，朝着那人拍了过去。那人分毫不躲，手握成拳，迎上了九夏的攻势。怎么是你？你同我来极北之地，就是想要杀他？对了一半。这就是你的承诺？可事实上，真正寻到他的人是我，所以承诺不作数。涂炫若说着，看向建军帝的目光中只剩冷凝。你不是涂炫若，你是谁？黑莲，你就不怕你杀了建军帝，那人知晓了会恨你吗？若是那人还活着，便是恨我又如何？你是来为他报仇的吗？我等了你千万年，你终于来了。你这话是何意？他沉睡前同我说会有人来替他报仇，可是我等了千万年，等到青丘尽灭也没有等到。我甚至以为他是在骗我，可如今你来了，原来他说的是真的。他说等那人来时，他便会醒来，而如今你来了，他是不是就要醒了？那他可又说他何时会醒？他只是说报仇的人来了，他便会醒。若你是那人，他该是醒了。九夏话音刚落，冰棺内便传出来一道声音：黑莲，我等了你好久，总归是不负所望。一直躺在冰棺中的人影从冰棺中走了出来。九夏见过师尊。九夏单膝跪在地上，头低垂着，竟是不敢抬起。三东，见过建军帝。场上唯有三人站着，除了建军帝，就只有训锦和顶着涂炫若身子的黑莲。建军帝说着，转头看向黑莲：千万年了，你可还好？相比起他神形俱灭，我自然是好的。黑莲说着，手中幻化出一把利剑，直指建军帝。既然你醒了，那千万年前的事，我们便好好算一算。说着，他便朝建军帝冲去。建军帝见状，不闪不躲，只是在剑尖戳进心口时，侧身一避，伸手夺了黑莲手中的剑道。原来他在你这儿，怪不得我寻了那么久都不曾寻到。是啊，若不是我被他封印时顺手将他带走。是啊，除了经历过当年事的人，这6界中还有谁记得他呢？既然你醒了，那就帮个忙，给黑莲找副身子。你们如何我不管，但是你不能伤了炫若的这副身子。黑莲，千万年不见，连夺人身子的事你都做得出来，看来我确实该替他好好的教教你。这身子本就是我的，万年前你娶了我复生他，便该知晓这副身子他能操控，我亦能。哼，黑莲，若我是你，绝对不会想要试图惹怒他。既然是你毁诺在先，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训锦说着，手指捏诀，简易的替魂阵便这般出现在他指尖。黑莲惊愕地看着这一幕，满眼不敢置信。他看向建军，只瞧见他一脸见怪不怪的模样。我提醒过你的，你不听，不怪我。而后黑莲便再也没有了说话的机会。替魂阵落在头顶，黑莲便是想要避让也无法，只能被禁锢在原地。千万年前你便会这一招，当时为何不帮我？他生来便身负鬼气，
不用修行便能成神，可他不愿，他始终觉得神界太过冷清，唯有像人类一般活着才有意思。于是他入世了，可他却没想到，这一入世便遇到了那个女子，让他至今都走不出来。建军帝若真的想知道，不如去幽都寻阎罗，将那位大巫的残魂寻来，好生问问。迅景说着，手中动作未停，画了一个符，便朝着黑莲点了过去。他还在幽都？不，判官在。阎罗早就不知转世成何人，到人界逍遥去了。迅景的话音落下，替魂也结束了。看着渐渐恢复清明的涂炫若，迅景的目光落在了被困在替魂阵中黑莲的魂体。他一步一步朝着黑莲而去，眼中杀意凛然。不如看在过去的份上，这次留他一命。不管如何，记得他的人总是死一个少一个，留下他，起码别让我觉得除了我没人记得他了。迅景脚步一顿，转头看着建军帝，这种话不适合你，你为何想要留下他？他是他的东西，就算是死也该我动手，只是我不想杀他。迅景闻言，看着黑莲的魂体，沉默了许久。而清醒过来的涂炫若看着眼前这一幕，着实有些发愣。且不说跪在地上的三东和九夏，光是清醒过来的建军帝便让他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无关其他，实在是他的脸同李九明一般无二，可周身的气势却有着些偏差。建军帝更肃杀。迅景，你怎么在这儿？而后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便瞧见了被困在阵中的黑莲。这是黑莲的魂体，他刚刚夺了这副身子的控制权，想要杀建军帝，被玄女阻止了。我知道你想杀了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南行先祖也像你这般想吗？更何况比起报仇，他更想的是让你好好的活着吧。若不然，那时他何至于将你封印？黑莲的力量你是清楚的，他若是真的想要反抗，便是建军帝也未必能轻而易举的杀了他。你是青丘狐族？是，晚辈涂炫若。这我来处理即可，你回魔界吧。迅姐，之前你瞒着我，可如今也该告诉我了吧？我说过，时候到了我会同你说，现在时候未到。那不如你同我说说，何时才算是时候到了？玄若，你即使知晓他是谁，想必也应该知道他与李九明的关系，而且三生石的事情你也应该清楚了。你早就知道三生石的事情？知道，但是那不重要。之所以不告诉你，是因为你不论知道与否，都不会选择同他分开，不是吗？可这并不是你隐瞒我的理由。涂炫若说着，而后看向惊讶抬头的雪女九夏道：你应该还不知道，那日我寻月老去了幽都三生石，那上面李九明的名字后面写着的是你的名字。那时我不知你是谁，如今却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是吗？我倒是不知，原来我的名字竟是同他连在一起的。是啊，我也没想到，毕竟在此之前你们几乎未曾相识，可现在你们很熟悉才对。不过就是不知当初您分这一抹神石出去时，抱着的是个什么打算？师尊，是您，是吗？九夏，师尊不可能一直陪着你，我终归是要去寻他的。他跪在地上，看着建军帝，缓缓闭上眼。九夏谢师尊体谅，可九夏不愿。若是师尊觉得九夏碍事，九夏离去便是。只希望师尊保重身体，从此九夏会避让师尊，只希望您不要再多此一举。九夏说着，慢慢起身。九夏不孝，让师尊忧心。这是当年九夏拜师时您赠予的，如今九夏将它还给您。从此刻起，九夏不会再以您徒弟的身份自居，也不会让您困扰。这冰宝原是为了师尊您建的，若是您不嫌弃，便留着；若是觉得是个累赘，离开时便毁了吧。九夏不会再踏临一步。话落，九夏松开手，指尖的玉佩滑落在地，一声碎成两半，如同九夏的心一般。建军帝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脚边的玉佩，没有半分反应。三东看着这一幕，目光在迅景的身上停顿了半晌，而后起身追着九夏而去。而涂炫若看着这一幕，却只觉得似曾相识，就好像他曾经也如此卑微过，卑微到尘埃里，却仍旧换不来那人一眼垂青。你是如何知晓是我做的？我不知，只是猜测而已。事实证明我对了。涂炫若说着，没有再看建军帝一眼，对着迅景道：不管如何，我都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我不是需要你保护的菟丝花，有什么事我们一起商议不成吗？迅景沉默地看着涂炫若远走的背影，神色深重。他交给我便可，你还是赶快去追他吧。建军帝说着，抬步向黑莲走着，顺便拂袖去了替魂阵，将黑莲的魂体放了出来。建军帝，别什么都同月老学，
红线不是这般牵的，想知道什么便去魔界见见那位，或者同他聊聊万年前发生了何事，便会知道为何九夏会这般了。迅景说完便走。建军帝闻言皱了皱眉，手中捏着黑莲的魂体朝外走去，缩地成尺，不过几步，他便踏出了冰堡。他转头看着高耸的冰堡，脑中想起刚刚九夏冷漠的神情，只觉得有些不对，手指微微一顿，一声巨响凭空而起，紧接着冰堡便塌毁在他眼前。而不远处的冰山上，九夏站在那儿，身边是满面担忧的三洞。眼见这一幕，像是心中有什么轰然坍塌一般。九夏，我没事，早就知道的事情了，不是吗？他一把抓住九夏的手，看着已经散落在血地中的晶亮碎末，满目怔忡，更是心疼。九夏，值得吗？三东，没有什么值不值了。这缕情丝缠了我千万年，如今我将它抽出，也算是一种解脱。最起码我不再爱他了，不是吗？我再也不会爱他了。三东不知道有朝一日建军帝会不会后悔。妖皇殿下，时辰不早了，您该回东海了。迅景的声音自不远处响起，他转身看向迅景，眼中充斥着难以言喻的情绪。可迅景好像没有瞧见一般，只是道：妖皇殿下，请。本尊今日不回了，大巫自便吧。殿下如何做是殿下的事，不过刚才东海传信过来，仙界派人来想要面见妖皇，如今正在东海等着。殿下若是不回去，别忘了寻个理由给仙界一个交代。去吧，仙界之人无事不登三宝殿，别让浩洋抓了把柄。我没事儿，放心。千万年我都过来了，这次不算什么，更何况我不爱他了，不是吗？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处理完东海的事，我便过来寻你。魔界，轩若，你回来了。涂炫若闻言没有说话，脑中却是建军帝的脸。怎么了？可是出了什么事？没什么，阿离，我见到建军帝了，他醒过来了，而且阿离，他同你长得一模一样。什么叫一模一样？阿离，你是他千万年前抽离的一抹神识，你同建军帝是一个人。你还有何事瞒着我？我前些日子去了仙界之事，我还去了一趟幽都。三生石上，你的名字后面写着的是玄女九夏的名字。李九梅闻言没说话。你早就知道？是，可是轩若，我说过的，我不信天命，我只信你。我相信你不会因为这种事放弃我们的感情。同样的，我也希望你如此相信我。我信你，所以阿离，别让我失望。见过妖皇，大巫，小女并非仙界之人，此番前来不过是替天帝传个话罢了。什么话？灵山重开一事，天帝想与妖皇好生商议一番，是以请您3日后昆仑山一见。灵山与妖界之人无关，本座为何要趟这趟浑水？回去告诉浩洋，就说本座无意。他若当真想要重开灵山，另寻他人便是。小女劝妖皇殿下还是好生想想，至少小女觉得仙妖两界的关系没有必要因为这等小事而变得尴尬，不是？浩洋还真是寻了个不怕死的人来游说啊！你就不怕本座杀了你？要知道，这6界之中能威胁本座的人，还未出生呢。殿下息怒，小女这不是威胁，只是劝说而已。至于听不听，还是要看殿下的意思。大巫没有什么要说的吗？汉亚，我倒是没想过你会为浩洋做事。大巫这话说的倒是让汉亚不解。汉亚以前是魔族人，自然是要为魔族办事。可如今汉亚非魔非妖，非仙非人，更非鬼非神，自然是想要为谁做事便为谁做事。既然天帝能给汉亚想要的，汉亚又有什么不能做的？就像大巫如今不也是弃了魔族回了妖界吗？良禽择木而栖，汉亚自认并未有何做错的。万年前阿离没有杀你，如今看来倒是个错了。大巫这么说倒也没错，更何况汉亚还要感谢大巫的不杀之恩。若不是100年前您放了我一命，汉亚怕是也到不得这一步。脑中猛然浮现了涂炫若刚刚入世那一世在人界的事情，落在身侧的手掌中无力翻涌。大巫好大的怒气，不过汉亚还是劝大巫忍耐一二，毕竟如今汉亚是替天帝传话来的。若是汉亚死在了这儿，即使汉亚不是仙界之人，妖界同仙界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汉亚自认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可若是真能累得仙妖两界因此开战，汉亚便是生死也算是有所得了。看来是我当年小瞧了你。汉亚不敢，大巫知晓6界之事，汉亚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大巫若是想做些什么，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刚刚汉亚所言，还希望妖皇殿下好生考虑一二。汉亚这便回去了。说着，他便转身走出海底大殿。你认识他？是，不过已经是万年前的事情了。殿下有兴趣知道？本座不过是问问。既如此，那迅景便先退下了。迅景身为巫族，实在不好在妖界之地随意走动。抬步往外走出，三东坐在椅子上，看着他远走的身影，手紧紧地攥成拳。而出了大殿的迅景看着明明说离开，此刻却是站在大殿不远处，明显在等人的汉亚，
您出来了，您并不惊讶我在这等着您。什么事？杜恒的残魂在浩洋手里，我想您帮我拿回来。100年前，您将我从杜恒手中救出来，汉亚感恩不尽。刚刚殿上所言，也不过是不得不为，还请您不要介意。不会，可我为何要帮你？您应该明白我的心思。若是浩洋拿杜恒的残魂威胁我，我不确定会不会做出伤害涂炫若的事。更何况，杜恒本就是死在他的手上，不是吗？哼，你以为凭你现在的修为能伤得到他？汉亚是不能，可是浩洋能。这是浩洋给我的，他让我将其种在妖皇和涂炫若身上。您薄小6阶，想必应当清楚这是何物吧？9天之火焚尽万物，纵使是神体被此物近了身，也只能饱受火焰炙烤，如何都难以逃脱。此物烧灼的不是肉身，而是魂体，与九幽之火异曲同工。浩洋还让你做什么？他在意的从不是仙魔之战，他想要的是6界扶手。灵山重开只是个开始，之后的事情他没同我说，我也不是很清楚。若是你帮他做成了这般的事，他答应给你什么？复活杜恒，还有他身边的位置。这般好的事为何要告诉我？若是你们成功了，你们可以做任何事，不是吗？那也有机会，不是吗？若是6界扶手如此轻易，这千万年来怎么会有人做不到？他给予的那些很好听，可是也要有命，有机会做到才可以啊。我知晓了，杜恒的事我会帮你，至于这簇暗火，交给我吧。当即便将暗火交予了训警，扶了扶身道：汉亚谢过大巫，日后若有何事需要汉亚去做，还请大巫不要客气。建军帝，你便是我的那抹神石，不知建军帝来此有何贵干？你是本地的神石，这魔界的君主既然是你，那也是本地的。本地来自己的地方，还要干什么？想回来便回来而已。